相亲99次，失败100次的三七，心灰意冷之下，回到了乡下生活。一次意外竟获得了祖传葫芦认主，至此三七种的桃子比普通的桃子大2-3倍，养的鱼被各大酒店疯狂抢购，就连养的狗也变得非常不凡。我说三七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今天见的那女孩咋样？壮实不？挺好，就是聊不到一块去，觉得不太适合。你小子今年都见好几个了，这总不能一个都看不上吧？也不是我看不上，主要是跟人家聊不来，人家女孩子也不同意啊。聊不来是假，肯定是嫌人家不够漂亮。像今天你见那个我就认识，人家那长得那叫一个壮实，而且能吃苦，是个好人家。三七随口应付了几句，便加快脚步离开，回到了家里。安叔，我真的只是顺道过来看看，顺便再给三七介绍个工作。你安叔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你家什么情况我还不清楚。等三七这次的果子卖了钱，我让他给你送去。叔，我这也是没办法了，但凡有点办法，我也不会来找您。行了，当初为了建这房子，借了你家的钱也好几年了，就算你不来要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。东西你就带回去吧，你家里还有2个娃呢，留在这里也是浪费。叔，带回去吧，三七工作的事情你就帮忙多费心了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耗子叔，今天这么有空？这不是小的时候受过安叔的大恩，有空就过来看看呗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吃个饭呗。吃饭就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对了，我有一个表哥在县城上班，昨天听他说公司缺人，如果可以，我改天带你去看看，一个月有2000多呢。过2天看看吧，我先把果园里的果子收了，卖了钱就不做了，去城里打工。现在来讨债的跟求爷爷告奶奶一样，这种情况确实难受，但是没办法，自家确实没钱。有钱的话，第一个就把耗子叔的钱给还上。耗子叔是个好人，但不是一个好老板。换做其他人，早就来家里闹事了。可是他每次来，还都带着礼物，死活开不了要钱的这个口。找个时间拿到城里卖掉，卖的钱先给耗子家送去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爷爷，这葫芦可是咱们家祖传的，真的要卖？什么祖传不祖传的，放在家里这么久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还不如换点钱来的实在。拿着那葫芦，三七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总觉得这东西不该卖。行，我改天有空了去城里问问。大黄走喽，去果园。去果园也换身衣服呀，你这个样子，以后衣服还穿不？没事，脏了再洗一下还能穿。发啥疯呢？豪车、大别墅、女仆。宝贝呢？我的宝贝哪去了？宝贝，三七，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？你哪来的宝贝？我家祖传的宝贝，我爷爷明明把东西给我了，就在我口袋里，怎么不见了？咋了？我好心救了你，你还讹上我了是不？哼！我告诉你三七，别说你家没什么宝贝，就算有，也早就被你那爹生前的时候都败光了。看到没？连你家大黄都觉得你这么做不对。你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，1分钱的收入没有，就连种桃树都结不出一个好果子来。不对啊，明明在我口袋里装着的。美梦成真了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，但是这葫芦绝对不是反皮。很疼，不是做梦。爷爷，咱们家之前买的药桶呢？西屋呢？咋了？你这是准备给果子打农药？没有，就是撒点水。就那些果子，有啥好折腾的？你现在还是想着过几天跟耗子一起去城里打工的好。你这个家伙还真识货。三七，还在收拾你的桃子呢，快点回去！李天虎那小子去你家了，要拉你家的东西。
三七的发小李天虎意外得知耗子叔在三七家拿到了钱，心里不平衡，便来到三七家拉东西抵债，却遭到爷爷的阻止。推搡间，三七的爷爷意外摔倒在地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李天虎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三七说啥？跟你也是一起玩到大的，你就这么对待自己的朋友？小韩，我他娘的再差劲，也不是这种人吧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真不是故意的。别拦着了，行不？我要送人去医院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他身体撑不住了。李天虎，老子当你是兄弟，你他娘的给老子滚开！针有没有针？银针，治病用的银针，在我爷爷住的那个房间，桌子上有一套。三七，你脑子没病吧？银针你会吗？帮我扶着爷爷。三七，你这医术跟谁学的？祖传的。欠你的钱，今年一定还你，到时候连利息一起。三七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哼，我也不多说什么，今天大家都在，我也把话说明了。快的话，今年年底，最迟明年，欠大家的钱我一定还上。到时候要是还不上，你们想怎么着都行。一群人大眼瞪小眼，就这么看着离去的三七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爷爷，没啥大事了，我去地里看看，中午要去县城一趟。去吧，我这不用担心，记得把那葫芦卖掉。知道了。昨天喷的水如果真的有效果，今天就应该见效了。大黄走，果园去。不行，昨天三七才打了药。小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就过来看看，你这桃子一天不见，怎么长这么好？我家的桃子一直长势都很好。三七，你疯了？昨天刚打的药，今天就吃，你不怕死呀？你咋知道我昨天打农药了？我昨天经过这里看到了，不行啊！我家的桃子从种植到现在就没打过一次农药，我昨天那是洒水呢，因为今天就要摘一些去城里卖，不洒点谁怎么能行？真的？我骗你干啥？尝尝，这味道还行，应该可以卖好价钱。死狗，我这桃子是要卖钱的。你这桃子准备怎么卖？拿到城里去呗，量太多也不能放，先看看有没有生产收，水果商也行，有的话直接卖给他们，便宜点也没事，只要能快点卖出去就行。我今天也打算去县城，刚好顺路，开我家的3轮车先拉一车过去，这样你也不用找车了。你什么时候去？3轮车可以进城吗？早上9点多吧，这个可以放心，我前几天还去了呢，没事的。那行，9点的时候我去找你。大黄，回去拿2个筐过来。三七有空没？有空的话，咱们兄弟俩谈谈呗。天虎呀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今天就去城里卖桃子，等我把桃子换成了钱，立刻就还你。别呀，我就算再混账，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，我是为昨天的事情来跟你道歉的。你的情况我也知道，昨天是我混蛋，是我的不对。你今天要去城里卖桃，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不卖不行啊。要不要借车？我的车闲着呢，毕竟去城里有这么远的路，我开着车给你送过去。不用。别呀，我不收你钱，你就当帮帮我呗，我替你拉到城里，1分钱不收。这家伙脑袋进水了，平时那么贪财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了？那个，我昨天回去被我家那老头骂了一顿，说我不懂得感恩，非要让我过来道歉。你也知道我爸的脾气，如果今天他真的会打断我的双腿。行了，没啥大事，我爷爷这不是没事吗？我真用不到你的车子，刚才跟小韩商量好了，他也要去县城，刚好顺路。你们村的孟小涵？对呀，他进城有事，顺路。三七，咱们2个关系咋样？小学5年，初中3年，咱们可都是同班。还记得5年级的时候，你因为调皮偷人家西瓜，我替你顶罪的事吧？还有一次，你小子……行了，有事就说，少跟我来这套。我刚好也要去县城，咱们一起呗。只要小韩没意见，一起就一起呗。车是他的，又不是我的。李天虎，你在这里干啥？我听说你们要进城，刚好顺路，就想着。谁跟你顺路？自己家有车，要去自己去。
上车。老板还记得我不？2个小时前给您打过电话。沙雕村的孟小涵，对，就是我。桃子我都拉来了，您先尝尝。这桃子味道不错，我可以给你按3块钱1斤的价格，你看怎么样？老板您再看看，这水蜜桃跟咱们平时吃的不一样，3块钱价格也太低了吧？你可以问问其他人，他们都是2块左右，给你3块，已经高出很多了。要不搬走，咱们去下一家。孟老板，价格咱们可以谈吗？没必要这样吧。孟老板，要不你报个心理价位？30块1斤，低于30不卖。孟老板，这就有点开玩笑了吧？这水蜜桃，刚才你也尝了，这果子的质量如何？就不用我说了，我来的时候也查了很多的资料，也做过了解。30元1斤的价格也不是没有。您是水果商，接触的桃子肯定不少，摸着良心说说，这跟那30元1斤的比如何？味道确实不错，可是你这按市场价卖给我，我没得赚呀。自己格局小了呀，把握不住啊。那就是没得谈喽。孟老板，你看这量行不？你也别30了，我也不骗你，一口价20，可以卖。我现在就把这些全收了，然后跟你们一起去村里。如果其他的果子也都是这个味，我大量收购怎么样？郑老板，这桃子真的值这个价？小姑娘，这桃子能切一个出来，让咱们大伙尝尝不？当然可以尝。这个人有些眼熟。这桃子绝了，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呢。能不能卖我几个？我买回去给家里人尝尝。孟老板，价格就按你说的来，这2筐桃子我全收了，按30元1斤。但是你们其他的桃子我得看一下才能定价，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我可是不会要的。这个您可以放心，只会比这好，不会比这里的差。您看一下什么时间有空，咱们去我们那果园看看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把手上的事情处理完，直接跟你们一起回去。孟老板，2筐总共是210斤，按照咱们事先谈好的价格，总共是6300。行，不用看了，我心里有数呢。你把钱给他就行，这才是桃子的主人，他叫37，以后你们说不定经常来往呢。几位老哥，忙呢？现在哪有啥忙不忙呢？你就是来收37家桃子的水果商。对，37，三老板。他家的果子你准备全要？那可不，只要质量可以，全要也不是不行。37那小子欠了我家几千块呢，说不定今天能还上，我得去瞧瞧，顺便帮个忙。他还欠我家1万呢。再说了，都是一个村，不帮也不好意思呀。怎么，37欠你们这么多钱呢？这娃苦，说多了糟心。我们全村哪一家他都欠，要不是因为李天虎那小子昨天来讨债，误伤了郭老爷子，他这桃子估计不会这么急着出手。这么说，他现在急用钱喽？可不是咋的。行了，也别多说了，大伙看着能不能去帮上一把。果然和说的一样，丝毫不比送到店里的差。37老板，您说，这桃子的价格估计不能按照咱们之前商量的来。为什么？你之前也没说这桃子是打过农药的呀。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只是早上的时候碰了点水，这不是农药。郑老板，不信的话您闻闻有没有药味。我刚才也看了，仔细想了一下，这桃子我最多只能给您算10元。郑老板，咱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啊。你如果是先说打农药的事，我绝对不会给出这么高的价格。这桃子老子不卖了。三老板，咱别激动嘛。激动个啥？今天我就把话放这了，如果少于30，这生意咱们没得谈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就凭我这桃子，还卖不出去。37老板，我知道你能卖掉这些果子，着急还债，我也不跟你多说了，再给你加5块，15块1斤。要是你觉得可以，咱们现在就滚。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这郑伟光就是知道自己急用钱，所以拿着一点压自己。
别激动嘛，三七老板，谈生意重在一个谈字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桃子我就是烂在这里，我也不会卖给你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行了，辛苦大家了，桃子咱们先不摘，今天这桃我不卖了。咋回事呀？怎么说不卖就不卖了？之前不是谈的好好的吗？就是啊，三七，这价格可以了，老板人也不错，你现在不卖，还想等到啥时候？价格谈不拢。怎么谈不拢了？我就是压了一下价格，因为他这果子跟我之前看的有点差距嘛。三七，咋回事呀？他开价多少？对半砍，爷爷，这桃子咱不卖了。这位老板，对半砍有点狠了吧？这1块5一斤，你到哪都找不到吧？就是呀，您看看这桃子的成色，1块5确实给少了。不是1块5，是15。多少？15块1斤，真不少了。三七，你这孩子咋想的？15。你小子是不是被钱搞疯了？15块1斤，你这2亩地能卖几十万呢？那可是几十万。坤叔，你们知道我们在城里的时候讲的是多少钱吗？多少？30元1斤，说的好好的，来到这里就因为知道我急用钱，直接给我砍掉一半。你们说做人怎么可以这样？如果人人都这样，那讲诚信还有啥用？三七，咱们都是农民，斗不过人家的，15块真的不低了，要不低个头，咱们卖了。就是跑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你真的意气用事，以后会后悔的。三七没有回答，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爷爷。三七，这水果咱不卖。以前爷爷跟你讲过，不管做什么都得讲诚信2字。如果他说咱们的桃子质量有问题，我能接受；如果因为其他原因，这生意咱们不做。今天这桃子咱不卖。哼！三老板，我再加5块，20，怎么样？25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这郑伟光的嘴脸算是看清了，做人没有底线的人不屑与对方为伍。三七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这桃子不卖给我，整个洪武县没有人敢买你的桃子，你这些桃子早晚要烂在这里。郑老板，我这个人虽然缺钱，却也有自己的准则。今天这桃子，我就是烂在地里，也不会卖给你。那行，我就看着你这些桃子烂在山上。这话我今天放这里了，洪武县就没有一个水果商敢来要你的水蜜桃。这桃子我要了。三老板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谢敏敏，洪武县乐享超市的经理。想必您应该听说过咱们的超市吧？谢明明，先前在自己的水果店看到对方的时候就有点眼熟，没想到。谢小姐，咱们这样做不妥吧？各行都有各行的规矩，您这样直接抢我生意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难道你们乐享就是这样做生意的？郑老板，这话就很欠妥当了。刚才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你们这生意没谈成，怎么这没谈成的生意还不准别人接手不成？我在洪武这么长时间，甚至跑过很多城市，也见过很多水果商，可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说法。怎么回事？你在哪认识的这么一位经理？我也不知道呀，他自己找上来的。我刚回家换完衣服，就碰到了他，说是尝了你种的水蜜桃，想过来看看。在这之前，我也不知道他要来收桃子。他吃过桃子？吃过，就在郑老板的店铺门前。你跟郑老板怎么回事？这都谈好的，怎么说不卖就不卖了？这人不讲信用，说好了30元，到了这里知道我急用钱，就把价格往死了压，砍了我20元。你说这生意还怎么做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三老板，咱们就按事先决定的，30元1斤，今天给钱，我现在就把桃子摘下拉走。郑老板，刚才我说的很清楚，你这生意我不做了。三老板，咱们事先讲好的。事先讲好的不假，可是你中途变卦了呀。别说30，就是给我50，这桃子今天我也不会卖给你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别看我穷，但是我也有。我这人吧，死脑筋，一旦认定了一件事情，就不会再改变。所以您回吧。这位老板，咱们这果子您真的要买？当然要买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买一些优质的水果，不买我费这力气干嘛？三老板，您看一下，如果可以，咱们今天就可以进行交易。我现在就让人开一辆货车过来。愿意。这样吧，我看你这里的果子最少也有1-2万斤吧，
我这里先付5万块的定金，咱们先把合同签一下。这女的是提前准备好了呀。小韩，合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方面你熟。接着便在孟小涵的协助下，3期成功签好合同。摘桃子。谢老板。不用这么见外，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。我比你大个几岁，叫我敏姐就行。敏姐，这桃子能不能晚上2天？怎么还有问题？是这样的，我这桃子还有一部分没有熟，我预算了一下，想要等全部熟的话，至少要等到后天才行。2天时间而已，应该没什么大事吧？我这个品种的桃子跟其他品种的有点不一样，不熟的话，吃起来口感不咸。实在人呀，别的果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一般都会选择不熟。可是3期竟然主动说了出来。那行，你种的桃子你自己决定，我也不懂种植，3天就3天，反正合同签了，你也跑不掉。那个敏姐，要不吃完饭再走？吃饭就不用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今天回去还有很多事要忙呢。记住，明天我再来，只有3天时间。最近我们乐想要在其他城市开设连锁店，急需一些高端产品来撑门面，可不能误了时间。敏姐放心，肯定不会。那行，明天见。怎么样，现在心情好多了吧？赚了钱，是不是该实现你的诺言了？放心，我马上就把欠的钱全都还上，先结你们家的。耗子叔，钱已经转过去了，您看一下对不？3期，这拿着就行了。欠了这么多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多的就当今天帮我摘桃子的报酬。3期呀，昨天听说相亲没成功，不合适。啥和不合适的？我有一个老表，他家的闺女跟你差不多大，明天跟我一起，我带着你去见一见。这个应该不合适吧？没见过咋就不合适了？这么跟你说吧，那姑娘我见过，长得不错，个头也高，就跟小韩比的话，应该差点，但也矮不了多少。咱们也不一定配得上人家呀。你小子，就你现在的情况，如果传出去，那姑娘肯定跟你愿意。我可跟你说，那姑娘皮肤也挺白的啊，跟小韩也差不了多少。就算看不上也没关系，早上跟你大妈去看，中午我也带你去见一个，那女孩我也见过，眼光很高，到现在都没找到婆家。明天叔带你去看一下，差不到哪去，还是我聪明，没有去对比。接着剩下的人也开始向3期介绍自己的7大姑8大姨家的闺女，3期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个的应付着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聊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好好把握的话，后面可就不好找了。啥？相亲啊，之前说你家穷，人家女孩子不跟你愿意，还能说得过去。现在可不一样，你这一天下来净赚30万，土豪呀！一天30万，看着很多，把钱还完，身上1分不剩。你家的钱估计要拖1天了。欠了这么多，现在还的还只是关系大一些的，我姥爷那个村还没去呢。这么大的担子压下来，是个人都跑路了，可是他却留在了村子里，种起了桃子，这心是得多大？别急，不是还有这么多果子呢吗？等明天再卖出去一部分，应该够了。我算了一下，够是肯定够的，不过我现在得去找一下天虎。李天虎？对，他今天应该来才对的。你也没欠他多少钱吧？我爸生前去过天虎家，虽然华生叔一直没说过这事，但是以他的脾气，我知道肯定借的有钱。这不可能吧？这世间会有这么傻的人？别人借了他的钱，他还不说出来，就这么闷头吃个哑巴亏？你不同，天虎小的时候差点没命，是我爷爷救的。华生叔这个人知恩图报，如果我不去找他的话，这事他会一直瞒下去。我听天虎说过，华生叔3年前去银行取钱，回来的时候说钱丢了，为此还跟他媳妇吵了一架。你是说他把钱借给我爸了呗？这是80%是有的，所以天虎家今天我必须要去一趟。有些事情可以忘，有些事情不能忘。婶子，做饭呢？哟，3期，你找天虎的吧？人不在家，这小子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
早上还去了我那里一趟呢，都这个点了，还没回来。三七来了，快坐，抽烟不？不会，叔，我今天来不是找天虎的，是来还钱的。你这孩子，你说的是天虎帮你家拉沙子的钱吗？不急，这事我也不清楚，回头你跟天虎说去。叔，不是拉沙子的钱，是您借给我爸的那3万块。你这孩子瞎说啥呢？我啥时候借给你爸钱了？叔，今天我把桃子卖了，您应该听天虎说过，200多棵桃树呢，卖了30万。多少？30万，暂时先卖一部分，明天人家老板还会来，应该还能卖个几十万。叔，我爸以前说过，从您这里借了3万块钱，这事您不会忘了吧？叔，卖桃子这是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，来之前我把他们的账全清了，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还您钱的，跟天虎没关系，天虎的钱我改天自己还他。你这孩子不说我都忘了，这都几年前的事了。3年时间，我连利息一起赚进去了，你看一下。三七，你种那桃子真的卖了30万？是，30块一斤呢，要不是赚了钱，我也不好意思主动来你们家呀。叔，你家的车我用一下。咋了？有事？没啥大事，要去镇上一趟，在门口停着呢，你小心点。叔，大黄麻烦您照看一下。这个主人竟然把自己丢在了别人家，一点责任都没有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干好事，这么晚了不回家，跑去跟人家喝酒了是不？叔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。不打的话他能上天。前段时间刚把毒给戒了，现在又迷上了喝酒，你是不把我气死，不甘心是吧？咋回事？怎么跟人打架了？叔，这次真不怪天虎，我去的时候人家4、5个呢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你说他一个人怎么可能主动去惹人家？他脑子又没病。这小子我真是没法说，好的不学，天天跟一些混混一起。你以后多跟三七学学，看看人家一天只卖桃子就赚了30万。切，几个桃子能卖多少？30万，这还只是今天一天的钱，明天人家收桃子的还会来，要来收3天呢。三七，我爸说的是真的。你小子发财了？发啥财啊？全拿来还债了。还债？那你欠我的钱呢？三七，咱做人不能这样啊！欠别人的是钱，欠我的就是指了事不。昨天还说好的，先还我的，我这就等着你卖了桃子，把钱还我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还我钱，我真拉你家东西。你小子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？欠什么钱？人家三七还缺你那几千块钱。行了，今天先别回去了，就在这里住一晚上。就你这样子，真回去的话，少不了你妈再揍你一顿。对了，三七，他没啥事吧？没啥大事，休息一晚上，我给他敷点跌打药就没事了。那行，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婶子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说实话，真的卖了30万。行啊，你小子这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看，先把我的钱还上，利息我就不要了。以后卖桃子必须让我来拉货。这小子倒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伤成这样子还不忘自己的生意。三七，起得挺早呀。中午明姐就要来收桃子了，趁着这时间先喷点水。说起明姐，我昨天晚上倒是看到了她的新闻。新闻？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，我想你一定很感兴趣。郑伟光，你也怀疑是他？还别说，他这个照片拍摄角度挺好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明姐关系很好呢。我们摘桃子的时候，他没离开，就躲在一旁偷拍呢。除了他，我想不到谁会这么无聊，发布这样的东西在网上。别说网友了，我都觉得你跟明姐提前认识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跟他熟不熟你还不清楚？卖桃子之前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好不？我是知道实情，网友不知道呀。这个姓郑的还真是阴险。他要是不阴险，说不定这次合作对象就是他了。你就不生气？有啥可生气的？我又没什么名气，谁认识我呀？那万一你以后相亲的时候，人家女孩刚好看到了这篇文章，咋办？想这么多没用，该是我的也跑不掉。我现在呀，还是想着怎么把桃子种好，怎么赚钱才是正道。大黄回家了。
37，我还有事跟你商量呢。啥事？关于你种桃子的事情，我是代表村里来跟你谈话的，事情有点复杂，你先坐下，慢慢谈。种桃子有啥好谈的？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事情跟我爸说了，他觉得既然你有技术，为啥不多种一些？也不指望你能带着村里人致富，就起个带头作用。只要大伙看到你能赚钱，自然也会跟你学着。到时候这可不行。为啥不行？我跟你解释不清，总之就是这条路走不通。回去跟你爸说，千万别让村里人学我，挣不到钱的。想赚钱不能走这条路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哼！37，你这从哪找到的大老板？30元一斤，这哪是生意，分明就是送钱嘛！自己找来的呗。乐享超市听说过吧？就是谢警卫卫，这可是个有钱人。你不会说跟你合作的就是那姓谢的吧？还真是姓谢的，不过是他的女儿谢敏敏。运气比较好，昨天我跟小韩一起去县城找买主，他刚好尝了一下我家的桃子，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路找过来了。你小子跟着女人合作的小点心，啥意思啊？这个女人有前科，几年前她跟一个男的传出了要结婚的消息，要跟她结婚的那个男的就出了车祸，当时我就在城里亲眼所见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呀，反正传的有鼻子有眼的，都说是这女人下的手，只是找不到证据罢了。喂，37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怎么？嗨，小韩。37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小韩，不是我不想，只是我有另外的想法。小韩，有啥事跟我说，你跟这小子商量个啥？他是啥性格你还不清楚？有事跟哥说，在这几个村还没有我李天虎办不成的事。一边去，哪都有你的事，你怎么脸皮这么厚？我们村自己的事跟你有啥关系？你还不离开，站在这里想干啥呀？这两人应该有问题，该不会是37这小子对人家做了什么吧？要不然怎么这么怂？帮我搬到车上，我跟小韩有事要说。仙桃村以前叫葫芦口，你应该清楚吧？以前这里都是姓郭的，你们姓孟的是后来才迁来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爷爷说过，我算是葫芦口唯一的后人，村里的发展我也有一份责任。还记得小时候我说过的一句戏言吗？我说过，等我长大了要赚钱，赚大钱，让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。哼，当然记得，所以自己一直在努力。可是37你却忘了。早上你找我的时候，我也想过，只是有时候不是想就行的。我这桃子看着是赚了大钱，可是村里人复制不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现在不行，至少还要等2年。啥意思？想把这里包下来，全都种上桃子？不是，种其他的东西，反正要物尽其用。等我把手里的桃子全部卖完，手里的资金应该够了。我要把这里变成一个乐园，实现我们小时候的梦想。到了那时，村里人一样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，照样可以有钱花，没必要跟着我一起种什么桃子。早上我误会你了。现在你放心了，咱们可以回去了吧？三老板，看不出来你还会这一手。山里人经常进山采药练出来的。采药，你还是药农？什么药农？这小子祖传的中医。你还懂中医？这小子医术咋样咱们不知道，但是郭老爷子那是真厉害。都是吹出来的。如果我爷爷真有这么厉害，也不会欠下这么多的债了。时代变了，现在的人有点头疼发烧的，去医院开点药就能解决了，哪里还用得到中医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存在即是合理。现在大城市还有专门的中医院呢，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堪？不介意的话，去你家见一下你爷爷。啥？本来我今天没打算来的，是因陪一个朋友去了市区，结果情况有变，提前回来了。既然老爷子也是一名中医，我刚好找他问一下。你那朋友生病了？就是一些皮肤病，去了很多医院都没用，开出来的药治疗方法都一样，治标不治本，折磨的不行。今天去市区，本来是要治疗的，一看跟上次一样，我那朋友就放弃了。37，这位是县城来的，姓谢。我这次种的桃子就是卖给了他。一进院子，谢敏敏就跟老爷子说着朋友的病情，而眼神却一个劲地朝着厨房看去。种桃子有上进心，还懂中医，会做饭，年纪不大却扛起了家中的大旗，这就是典型的宝藏男孩啊！老爷子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明天来的时候把我朋友也带来看看。敏姐，
你那朋友小时候是不是有过湿疹？这个不清楚，要不我现在打电话问一下。最好问一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爷爷这里有药草，你带回去一下，晚上泡澡的时候撒上一些，看看效果再说。爷爷，饭好了你先吃，我去东村看一下。就这么点时间就忍不住了，吃完饭再去。现在人都在家，去一趟就完事了，省得麻烦。老爷子，他这是去东村还钱。舅妈，我姥爷呢？哟，三七来了，快屋里坐，我给你舅打个电话。三七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吃饭了没？刚来，吃过了。人老了，耳朵听不见，嗡嗡的。对了，你爷爷还好吧？你先坐会，我进屋拿点东西。你小子这么久不来，还以为吓得不敢来了呢。最近比较忙，忙着相亲呢吧？舅妈听说了，没事，改天我回娘家，我们村里有几个没嫁的女孩，介绍给你认识一下。哪有的事，我这2天卖桃子呢，这不是刚卖了点钱就还钱来了吗？还钱？咋了？卖了不少。还债是够了。那行，你先坐会，我再给你小舅打个电话催催。你小子一直跟你爷爷学医，这学的咋样了？还行。学成了就行，比我那2个儿子强多了。这个你拿着，收起来，别被看到。你就等会就回，我让他去街上买了几个小菜，中午你们喝2杯。舅妈，真不用了，我把钱还了就走。爷爷还在家呢，我不回去哪行？唉，你说你这娃咋就这么倒霉呢？你爸也是，人都走了，还留下一堆烂摊子。对了，今天还钱这事，别让外面那婆娘听到，不然又该拿来说事了。能不知道吗？根本不用1天，肯定传的这整个村都知道。舅妈，你把我小舅的电话给我，我跟他讲的。行吧。爷爷还有饭没？咋了？去东村连口饭都没混着？混啥呀？2个舅妈吵架呢，就为了2棵树的事，我哪有心思吃得下？钱都还完了。还完了，压力也没了，也不用去城里找工作了。三七呀，你是咋想的？啥？钱还完了，后面就想着把房子翻盖，娶个媳妇过日子呗，还能想啥？你拿啥娶媳妇？见了那么多女孩，看上几个？听爷爷的，别藏私。你的桃子卖得贵，肯定有自己的办法。你把这方法透露一些给村里人，让大家一起。爷爷一向不怎么管自己的爷爷，今天竟然主动插手自己的事情，这就有点让人意外了。而且这话怎么就这么熟悉呢？是不是那孟天明找你说什么了？咋说话呢？那是你天明叔，咱们家啥情况你还不知道？如果真等你盖了房子，赚到了钱，再想着娶媳妇的话，我早就入土为安了，哪还看得到那一天？你天明叔跟我保证，只要你肯带着村里人发财，你的婚是他包了。爷爷，这种画大饼的事情你也信？再说了，这婚姻不能拿来当成交易的筹码。现在是啥年代了，还用你们那老一套来束缚我？没用。那行，你说说，我的话你还听不听？听。爷爷这跟自己耍小孩子脾气，还能咋地？小孩子还能打，这老人能打吗？那行，我现在就去天明叔家，跟他商量一下我承包土地的事情。小样，还治不住你，白白让你捡了个便宜，你小子就偷着乐去吧。天明叔在家不？哟，三七，你不是去东村了吗？还是得自己使用杀手锏，不然这小子连自己家门都不会入。刚从东村回来，想跟您商量点事情。小韩，快点给三七泡杯茶喝，一天到晚躲在屋里，看看现在像啥样子。小韩也在家。这丫头这2天天天躲屋里玩电脑，说也不听。你看看这么大姑娘了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找我有事，啥事呀？是这样的，后山那片荒地现在不是一直荒着吗？我想……行，这事没得说。自己还没说呢，就行。说，我就是想您到时候看一下需要多少钱，我打算……啥钱不钱的，你尽管聚众，赚了钱谁的地多少给点就行，赔了就当给你练手用的。
没法谈，在村里做事最怕的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清不楚的，以后真的种出来肯定闹得不可开交。还是等小韩出来，跟小韩谈比较好。37来了。37这次过来是想谈承包后山那片荒的事情，我已经跟他谈好了，让他暂时先拿去种，到时候赚了钱再说。爸，你懂啥呀？他这承包土地1年多少钱，承包多少年，你都算过了吗？你这样是不行的。行了，天天就是这样，做事没个准头。37，这是我整理出来的文件，你先看一下。时间太急，还不完善。还是梦想营地，我这里没啥问题。明天最后一批桃子卖出手，我手里就有资金了。到时候先承包个5、6年吧。至于种东西的话，肯定不会再种桃子了。那可不行，除了桃子，你能保证其他东西也卖这个价？不能。叔，那地荒着也是荒着，你们出地，我给钱，我要种什么，只要不违法，好像没啥不妥的吧？爸，37说的又不是不对，他给钱，咱们出地，他想种啥关你啥事啊？再说了，他赚不赚钱跟你都没关系吧？行，你种啥跟我没关系，但是我可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得带着咱们赚钱，赚到了钱，我跟你爷爷之间的约定才算生效，否则面谈。约定？啥约定？一提到这事就来气，连对方长啥样都不知道，就这么当成了约定，把自己给打发了。就凭自己现在这情况，出去包装一下，明天卖了果子，换个手机，买辆车，还不信娶不到媳妇。叔，咱们做事不能这样，带领村里人赚钱是你的事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虽然以前是穷了点，但是你也不能拿这事来威胁我爷爷吧？我就是威胁怎么了？我把自己的女儿都赔进去，你以为我愿意呀？那行，你牛你自己干去，这地没有我的签字，你也别想承包，你也别想打小韩的主意。37，我告诉你，你种什么跟我没关系，但是我女儿的婚事，我还是能做主的。什么状况？这咋跟小韩又扯上关系了？叔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如果我能让村里富起来，小韩他……我说的，只要你能做到，这女儿我送给你又能咋的？这话我记住了，文件我先拿回去，明天给你结果。爸，这是你问过我吗？难道自己看错了？女儿并不是喜欢37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不是被你们拿来打赌的筹码。你刚才说的那是啥话？什么送不送的？我是人，不是个货物。原来是自己说错话。那行，趁那小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去把文件要回来。对了，这事就当你爸喝醉了酒，胡说了，不作数。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，你都答应人家了，还想怎么着？空口无凭，我也没立字据，谁能证明我说过这话了？不行，我这就去把那小子追回来。哼！37，你昨晚没休息好？这不是高兴的睡不着吗？我可跟你说好，这事是你跟我爸的约定，跟我没关系。喂，这咋就没关系了呢？你爸都跟我说好了，这是不能反悔的，我可是在那文件上签了名的。哼！这不是敏姐的车吗？今天来这么早？敏姐来了，查出来啥问题没？老爷子说了，不是皮肤的问题，去医院的时候看错方向了。那就去医院看看呼吸内科呗，到那里做个 CT 检查一下，也没什么大毛病。你怎么知道要挂呼吸内科？哦，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了呗。你在门外站了1个小时，这病你能治对不？老爷子，你也可以治对不？安爷爷，能治的话顺手给治了呗。您是不知道，去了医院还得提前预约、挂号、排队，烦都烦死了。也不是我不想治，只是你这个得用中药调理，药苦我怕你喝不习惯。要是37他外公在这的话，你这病就用不到药了，扎几针就行了。那您呢？您也是中医，就不会针灸？药食方面我拿得出手，针灸就算了吧。我倒是懂点，要不试试？你小子别乱来，针灸这东西可不是你平时种地，哪能说是就是的？那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把握。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问题不大，只要没副作用就是失败，不行的话我再去医院。怎么样？太厉害了，我感觉自己全身通透，好神奇。你现在身上还痒不？没事了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刘兰，你可以叫我兰兰。对了，我家开酒店的，改天去到县城我请你吃饭。酒店？
对呀，还算有点名气。以后你出去打我电话，吃饭我都包了。那你们酒店开的大不？缺不缺蔬菜？酒店不大，只是开了几个连锁酒店罢了。至于说蔬菜，酒店有专门的合作对象，自然也不缺了。你家酒店叫什么？祥和酒店。祥和酒店，洪武县谁不知道？这可是比乐享超市还要出名。对了，你刚才是不是想跟我们合作？这个我可做不了主，我在祥和酒店没有发言权的。不是要合作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们这些做酒店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蔬菜？我地里只有桃子，可没有蔬菜。这样呀，这个简单，但凡市面上需要的蔬菜，酒店都会用得到。当然，越是稀缺的越值钱。37，快下来帮忙！你咋来了？还不是我爸说你承包了这里的地，让我过来帮忙。你这弄的啥呀？还能是啥？机器呗。别小看这玩意，有了它，你这里所有的草一天就能给你搞定。哥们跟你说，这种田不能蛮干，得讲科学。就这机器，我跟你讲，这可是我用2包烟的代价借来的，只能借2天。37，今天这活干得漂亮不？今天请你吃饭，1顿饭就把我打发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跟你小子在这里种地，更没有想到你们村的一朵村花竟然插在了你这头牛粪上。你小子不知道我看上小韩多久了？你说你哪点比我好？凭啥他就看不上我呢？不过无所谓，咱们兄弟谁跟谁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一边去，以后这话少在我面前讲。我爸说了，你小子是看着老实，有一股狠劲，说跟着你混肯定没错，所以我决定了，种地这是有我一份，我要求不高，等到你赚钱那一天，拉兄弟一把就行，咱别的本事没有，种地真是一把好手，各种车辆机器都会开，那可不是吹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可没有想好种什么，到时候赔了咋办？你手里不是有几十万吗？再赔还能全赔完不成？再说了，你那桃子明年又不是不结果了，我又不傻，做这赔本的买卖。37，咱们这2个村年轻人没几个，你知道我最佩服谁吗？谁？你呗，从小就跟着你爷爷学中医，天天进山跟进自己家一样。还有啊，能够在欠这么多钱的情况下还能顶得住，咱们这里没几个人可以做到。其实我也挺佩服自己的，都快忍不住了，差点就要跟耗子叔一起去城里找工作了。37，你这种子刚种下去没几天吧？怎么长这么快？土质好吧？你想呀，之前这里的杂草这么壮，说明了啥？说明土地肥呗。照你这样种植的话，用不了1个月，这菜就能吃了吧？有些可以，有些不行了。到时候可以吃了，先摘一些送到县城。送给谁？祥和大酒店免费送。祥和大酒店，你送给谁？进得去吗？为啥进不去？我们是送菜的，顺便去那里吃个饭，凭啥不让咱们进？看着37那自信的样子，孟小涵也不好开口打击对方。种菜赔了就赔呗，反正37还有一片桃园，等明年的时候桃子一收，就有几十上百万的收入呢。到时候家里也不会反对我俩的婚事。37，昨天明姐给我开视频了。说啥了？你给桃子喷水的视频被人爆出来了，用来攻击乐享超市。视频？啥时候的视频？这还用想？肯定是那郑伟光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偷拍了你早上给桃子喷水的视频，说是打了农药。37呵呵一笑，没怎么在意。不过你肯定想不到明姐是怎么回应他的。明姐直接找了很多人在下面回复，如果每一个果农给自家的果子喷农药的时候都要毒死一只狗，那我只能说现在的果农太有钱了。这么说，大黄还成了这次事件的功臣了？那可不，因为这个事件不但没有打倒乐享超市，反倒把知名度给提高了，这是闹的，现在网上都出段子了。知道为啥桃子价格卖不高吗？那是因为没有用农药把自家的狗毒死。37别忙了，我找你有点事。哟，小韩也在呢。那个，我找果冻说点事，借用半个小时，不碍事吧？行了，有事就说，我还忙着呢。37，我想咱们可以将村里的鱼塘承包下来，到时候不用你管，我负责就行。赚到的钱咱们平分，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我承包，然后你管理，到最后赚的钱咱们平分？你看我像傻子吗？啥意思？你是害怕亏本？钱我来出，风险我来担，到最后却跟你平分钱，凭啥？那46，我4你6，积攒也行呀。你想多了，我就算全部承包，在村里随便找2个人帮忙，只出1点工钱就行了，何必跟你合作？
三七，你这是一点都不厚道，在咱们这几个村，要说养鱼，谁他娘的也不如我。要不是我们村没有像样的鱼塘，我才不会求到你头上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28分，所有的东西都不用你操心，你只需要做你的甩手掌柜就行，怎么样？行，就按你说的。不过那几个鱼塘我可包不完，最多包2个就不错了。为啥呀？钱不够，而且村里有一半都是小韩家的，我总不能跟他家抢吧？那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2个就2个，你只要能拿下，我明天就找人清塘，往里投放鱼苗。啥情况呀？这天虎怎么神神秘秘的？是不是想带你去鬼混？鬼混啥呀？他想让我承包村里的鱼塘。你答应了？同意了。养鱼嘛，总不会亏到哪去。那肯定亏不到哪去啊！这是你找我爸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这个了。承包鱼塘也不贵，1亩也就1000把块钱，我这就回去跟我爸商量一下。大黄进山。谢总，超市那个水蜜桃又卖光了，能不能再调点过来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唉，现在各个连锁店都是这样，要分也分不过来啊。不行，还得去一趟沙雕村。喂，小韩，我等会要去你们村里一趟。没啥大事，就是想着那果树上还有一些桃子，索性一起收了吧。你先别急着挂电话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如果给三七那小子送礼的话，送什么比较好？你可别误会，我只是有事找他，如果空着手不太好。这样啊，那行，你可以先跟他打个招呼，帮我看好了，地里剩下的桃子别让人摘了，我1个小时后就到。三七打来的，不是，是明姐。上次那个超市的经理。对，就是他。这次他准备把三七那剩下的残次品桃子都给收了。这不好吧？品相上过不了关呀。没啥品不品相的，明姐说了，江湖救急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这么说，价格不变喽？应该不会变。三七，有人找你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你好，我是天鹏酒店的总经理周鹏。你好，我是三七。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去你的桃园看了一下，上面应该还能清个1000多斤的桃子吧？放在地里也是放，卖给我们怎么样？价格好商量。之前听说你卖了30元1斤，这次我也出30元，不会少你1分，如何？周经理对吧？我那桃子你也去看过了，品相不行，都是别人挑剩的，买了不划算的。我说三七，在来之前我就已经带着周经理去过果园了，人家看了也尝了，就是没有问题才来找你的。你小子是不是疯了？那桃园里剩下的桃子，如果还按30元1斤，至少可以卖上好几万呢。人家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个什么劲？我种的桃子卖不卖是我的事，你在这里瞎激动个啥？你知道这天鹏酒店是什么来头吗？他又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你啥都不知道就乱卖，出了事咋办？三七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呀？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，咱们堂堂正正的做生意，又不违法，你管他啥身份？他只要给钱不就行了？我想问一下，周经理是怎么知道咱们这里种桃子的？还知道咱们这里的桃子30元1斤出售的？我这桃子可没有卖几天。三老板还真是太过小心了，我是慕名而来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洪武县城都在抢着买这个品种的桃子，我是消息灵通，打听到的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周经理对吧？你跟郑伟光、郑老板关系似乎不错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是我这桃子有人预定了。三老板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桃子能卖自然是好事，不过也要看对象。郑伟光这个人小人行径，他的朋友估计也好不到哪去。三七，你知不知道跟我天鹏酒店作对是什么后果？周经理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威胁？你一个小小的果农，还真没资格让我威胁。今天这桃子你卖给我，那也就算了。如果你真的卖给了谢敏敏那个女人，卖给她又如何？那就等着我天鹏酒店的报复吧。老子等着。大黄送客。三七，这次你完了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那可是天鹏酒店，咱们这种小老百姓得罪不起的。人都得罪了，说这些有用？别瞎想了，找几个人帮忙收桃子。你那鱼塘还想不想承包了？卖掉了。当然卖掉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干嘛跟着姓周的吵起来？
三老板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听小韩说你准备去县城买一个，我这一想，刚好是路，也没啥好送的，就把这个当礼物了，别嫌弃。敏姐，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三七，敏姐这种身份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你要是觉得受之有愧，可以在生意上多照顾一下对方嘛。对了，敏姐，你们超市收不收鱼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开始打起销售的主意了。怎么，你们还要养鱼？别听他胡说，这小子说话没个正经。三七回家吃饭了。知道了，我把水洒完就回去，不用等我。怎么这么痒？不会是身上有毛毛虫吧？啊！这是进化了。三七，忙啥呢？再不回来，菜都凉了。马上就回去。你这是干啥呢？掉坑里了。刚才跟大黄打闹，溅湿了。明明是自己往身上倒，还怪到狗大爷身上来了，这是栽赃陷害。行了，快点换身衣服，先把饭吃了。你跟小韩最近咋样了？啥咋样了？你小子天天跟小韩在山上，别告诉我一点进展都没。你别瞎说，人家那是去地里帮忙。帮忙这么好的借口你都能找到？现在村里都传遍了，你要是喜欢去追呀，非得等赌约结束才动手是吧？别到时候你赢了赌约，人没了。我能看得出来，小韩对你挺不错的，你现在又不是以前那个穷小子了，放心去追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别人乱说，你也跟着瞎起哄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去县城一趟，跟小韩一起去就去呗，不用跟我说的。对了，别小气，有了钱就大方点，带他多去好玩的地方，顺便吃个大餐，多沟通一下。真拿爷爷没办法。你想哪去了？我是去送菜的。菜可以吃了，这么快？有一些可以了，我先挑一些好的，明天去县城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行吧。喂，你到底有没有跟这里的人打过招呼呀？没事，咱们先去后厨，自己免费送蔬菜，应该没什么错吧？两位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你好，我们是来送蔬菜的。送菜？我们后厨最近没听说有人送蔬菜呀。那个，我们是免费送的，顺便过来吃个饭。两位，我们送蔬菜是要有记录的，您这样，要不您等会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怎么回事？送什么蔬菜？这里是祥和星级酒店，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送进来的。免费的都不要。两位，咱们这里是酒店，不是小餐馆，所有进出的食材都是要经过严格审核的。如果你们没其他事的话，还请快点离开，别让我难做。那行，我们来这里吃饭。那行，小兰，给他们安排一下，把价格也都提前讲清。价格，我跟你们这里的刘兰认识，他说了，以后在你们这里吃饭免费。哼，先生，如果再这样闹下去的话，我可要叫保安赶人了。兄弟，大家都是混口饭吃，别让我们难做。赶出去！小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来闹事之前也不打听一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走吧，再这样下去会吃亏的，他们人多。什么玩意？怎么回事？谢小姐，这么快就吃完了，没什么大事。一个土鳖说是送什么蔬菜，我这就让人清理一下。这些菜是刚才那2个人送来的。可能听说咱们是个大酒店，想过来巴结的，不用管他们。这些菜既然你们不要，那我可全带走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你今天这事做的也不对，你要是早说，我肯定会拦着你。你不知道，当时那刘兰说好了，只要我来现场报她的名字，免费吃大餐。她的名字我是报了，结果呢，人家连问都不问一下。我现在都怀疑她到底是不是祥和酒店董事长的女儿了。你也不想想，那么多的连锁店，难道每一个店员都认识她？不卖了，
以后他们祥和求着我，我也不卖。明天我直接拉着菜到咱们镇上去卖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我还不信那么好的菜卖不出去。明天我跟你一起，咱们到镇上摆地摊。谁打来的？天虎打来的，大黄咬死了一只野猪。大黄咬死一只野猪，是小野猪吧？没说，应该不小。说是野猪去祸害菜地，被咬死了。没事的，有我爸在，村里人不会捡来吃的。猪呢？被天明拉走了，拉到镇上去了。三七，你家大黄出息了，200多斤的野猪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干趴下了。不止200斤，我看那块头说啥也有300斤。管他多少斤呢，就是不能留，可惜了。你们当时都在？哪能呢？我们在鱼塘看天虎喂鱼呢，凑个热闹。这不是听到这里有叫声，就跑来帮忙吗？哪知道人才刚到，猪已经死了。还好你种的这些蔬菜没事，不然有你哭的。谁说不是呢？现在这山里的野猪也太疯狂了，经常下山。要不然这个山头这么好，为啥没人种？还不是野猪给闹的。也没说不能打野猪，每年都会组织起来猎杀一次嘛。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小伙子，这白菜多少钱一斤？5块一斤。5块。兄弟，这菜是好，就是价格有点高了，便宜点，2块钱一斤的话，我就买了。大哥，市场上的白菜也不止这个价吧？2块钱不能卖。2块5，你看咋样？你这白菜主要是看着好看，还不知道吃起来咋样呢？少于5块不卖的，自己种的，刚从地里摘来的。再过一会还是没人买的话，只能低价全卖了。三七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是要干啥？卖菜呢？明姐，您这是？我正打算去你们村呢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！白菜全都可以收了。去我们村？有事？收你的蔬菜呀！这事也怪我，我昨天就应该给你打电话的，我以为至少需要2天时间呢。明姐，你这是开玩笑的吧？我种的白菜你都没见过吧？谁说没见过？全部拉回去，卖啥呀？5块钱一斤，也就你能做得出来。拉回去重新谈价格，你种的白菜和那菠菜我全要了，价格保你满意。另外，我还要谈一下咱们长期合作的事情。街头卖白菜，菜没卖掉，反而碰到了谢明明，难道他一直在跟踪自己？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？三七，早知道这蔬菜是这个村里人种植的，就直接找三七就好了，为啥还要被谢明明耍着玩？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我上次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爸，等会介绍给你认识。如果你要是能说服他的话，以后就绕过明姐，直接跟村里人合作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菜的呀。买菜？小兄弟，认识一下，我叫刘洋，是祥和酒店的总负责人。那个，你们先忙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我先跟你打听一个事。你说。你们村里谁家是种小白菜的呀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那个刘叔，事情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就跟我一起吧。行，那就一起。三七，你小子是不是给那女人灌了迷魂药了？20元一斤的小白菜，他还说了，以后你这里的菜他全包了，价格都要比市场上高好几倍。我怀疑那女人看上你小子了，你这是傍上富婆了吧？三七，以后兄弟就靠你了，我那鱼塘你必须多分我1成，不然我不干了。你们说多少？20呀，亲口说的，合同都签了。多少钱？20元，天价！我真是服了，有钱人真会玩。福伯，你懂啥？这叫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。20元算啥？我还听说过有人种小白菜卖了80元一斤呢。80能花80买1斤小白菜，那人不是傻就是脑子进水。这人面说别人脑子进水，礼貌吗？三七小兄弟，那个这里的蔬菜全是你种的。如果我出更高的价格来收购你这里的蔬菜，只要质量保证，以后的菜我也全要了，怎么样？那你可以出多少钱？20， 30。刘叔，咱们不能不讲规则吧？你也太狠了点。我这还狠呀！如果不是我的话，我敢说你们祥和的员工就算不要钱，他们都不会要这蔬菜，信不信？这不可能。哼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刘叔叔，如果不是你们的员工太刻薄，
我也不会捡到这个生意。什么意思？昨天的时候，我在你们祥和陪客户吃饭。接着谢敏敏将昨天的事情经过详细的讲了一遍。敏姐，昨天你也在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刚走。我要是早出来一步，你们也不会被人赶出去了。兰兰，上次果冻给你治病的时候，你好像说过要请他吃饭，还说以后但凡他去你们酒店，所有消费都可以免费吧？当时是说过这话，哪里想到三七还当真了，不但当真了，还这么快就过去了。这次事情对不起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爸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没事，大家都帮下忙，把蔬菜装车。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来帮忙的，我给开工资。行呀，三七，这次真的当老板了，咱们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负责蔬菜，我负责鱼塘。要说脸皮厚，在场的没人比得过这家伙。当时自己种蔬菜，就他反对的最凶，开始还知道帮忙，后来直接就不干了，跑去搞什么鱼塘。现在好了，自己赚钱了，又一脸臭屁的贴了过来。三七，我看这女人对你挺特别的，你帮忙问问咱们的鱼塘。不过鱼塘的事情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别瞎想。啥就叫八字没一撇？我那鱼苗昨天都放下去了，昨天还清了几百斤的鱼呢。我跟你说，咋了？这鱼也是你养的？敏姐，这鱼塘三七有份的，他占大头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要不要去参观一下？爸，你快点，在碗汤都没了。快什么快？没看着正忙呢。那里的鱼也是他养的，说不定。三老板，敏敏，这鱼你总不能还从中抽成了吧？说啥我跟你爸也算是朋友，你这样搞，以后朋友都没得做。刘叔，如果真没朋友做，那就不做了呗。我找姓周的也不是不行。又来，刘董对吧？那这鱼你给什么价格？鱼长啥样都没见呢，这就开始谈起了价格，自己看起来很傻吗？只要你们养的鱼比市面上的质量好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三七这家伙不老实，咱们别跟他合作。虽然敏姐从中间抽成，但是人家实在啊。反正我是不会谈价格，也不知道市场行情。既然民街动，从中间赚的钱就当咱们出的工资，让他帮咱们销售了呗。行了，八字还没一撇，鱼的事情还早着呢。我现在可没心思去管，先把这小白菜和菠菜卖出去，还要往地里撒种子呢。鱼我就不跟刘叔抢了，不过这价格到时候我帮忙把关，这总行了吧？不想跟这个后辈打交道，太难缠了。三七，你跟兰兰是朋友，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你那鱼，鱼刚养，现在没打算买。不过我有养鱼的手段，到时候养的鱼你可以来尝。至于说价格方面，现在说什么都是空谈。实在人，三七，那个大堂经理我已经开了，事情的经过我也了解过了。下次来我名下酒店，凭着这张卡一律免费。小韩，你帮我统计一下，现场每个人都有份，1人100。三七，我也是100。三七，啥也不说了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种蔬菜有钱赚，当然这个钱不好赚，不是谁都行的。在这里，我也不怕实话跟你们说，我跟天明叔打了一个赌。接着三七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。所以呢，我这里有2个计划，咱们可以自愿选择，我不强求。第一，村里有不想种的地，我全包了，但是我不出钱。不过一旦我卖出去的蔬菜赚到了钱，会给大家分红。那第二呢？第二就是我现在有钱，把你们的地全买了。众人开始商量起来。如果是以前，村民们不会有任何的犹豫，直接选第2条。但现在情况有变，一个个踌躇不定，想着这2个条件到底哪一个更有利。我说这是有啥好纠结的？要是我肯定是第1条，卖地能卖几个钱，分红就不一样了，那是长久的，绝对亏不了。三七呀，我就想知道你跟天明打赌，赌的是什么？赌注是小韩，只要我赢了，天明叔就同意我跟小韩的婚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那我选第2条卖地。我也是。福伯，小嘴，您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你跟小韩的情况，咱们大伙又不瞎。对呀，反正这些田地都摆在那里，卖给谁都一样，还不如卖给你呢。想卖你们就卖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以这种方式的话，这个赌约不作数。爸，你不讲道理。我就是不讲道理怎么了？我想要什么你比我清楚。这小子有能耐，凭啥不让他放开了去拼一把？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凭啥让他一个人赚？想要娶我女儿，你小子最好别跟我耍心眼。这就有点不讲理了。但女儿是人家的，他要是不同意，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行吧，
小韩，回去你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出来，到时候每户有多少地，应该占多少的分红，把详细的内容发给我，然后在村里跟大家开个会。明天我会去城里一趟，给你们1天时间考虑一下。其实我这个人很随意的，只要分法合理我没意见，毕竟凭我一个人种这么多的地，也不可能搞得定。到时候大家一起，我会轻松很多。天虎，明天陪我去一趟县城呗。我这还要看鱼塘呢。再说了，去县城你找小韩就成了，干嘛找我一个大男人呀？我去买车，不找你找谁？三七，这事你必须得找我呀。说吧，想买什么车？预算多少钱？我这几天一直在手机上看资料，我觉得还是皮卡好，货客两用还方便。皮卡好，我要是有钱，我也买一辆。你准备买个多少钱的？贵的我也买不起啊，能有现车的，10来万的预算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就走呗。今天去？当然啊，买车要趁早，早买早享受。小韩，我跟天虎去一趟县城，这里交给你了。你们去县城干啥？买车。那行，早去早回，别买太贵的，你手头上没多少钱。不是说你懂得多吗？懂得多还被人家忽悠的团团转。我这不是帮你砍掉了2000多块钱的吗？那他刚才为啥非让我分期付款？我全款买车不好吗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？来之前你不是说在网上查过了吗？别想太多了，不管买啥，买完就别后悔。本来预算是15万之内的价格，结果一口气交出去了20万出头，这简直……行了，你就别愁了，钱这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赚钱是为了干啥的？还不是为了享受？就凭你现在的赚钱速度，下个月就捞回来了，怕啥？你说我回去的时候，我爷爷要是知道了这车的价格，会不会骂我？骂是肯定会骂的，不过我敢打赌，你开回去之后，你家老爷子肯定会第一个坐进去，说不定还会让你开着车出去闲摆2圈呢。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，买车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跟我打声招呼，20多万买辆车，你真当自己很厉害是吧？这就是皮卡，看着好大气。不是货车吗？怎么跟天虎家的不太一样？这车很贵吧？先别回去了，带我去东村一趟，我找你姥爷有事要谈一下，医学上的事情。这借口假的不行，讨论医学上的事情是假，去显摆才是真的。国良在家不？哟，三七你这买车了？三七，你来怎么没打个招呼呀？是我爷爷，他要来看一下我姥爷，就顺便带他过来了。对了，我小舅不在家，天天都不进家，出去了，这日子都没法过了，天天吵，吵得人心烦。你这老家伙研究起《黄帝内经》了。你咋来了？我就不能来了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你这老家伙死了没。啥？耳朵背，听不见。我说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死？你死了，我都不会死。爸，你能听见了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，来这里就为了显摆你的这手医术。老伙计，你的耳聋问题并不是先天的，还可以治，我想你自己也能治吧，只是这医不自医的道理你是清楚的，自己施不了针。今天我来这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治你的耳聋问题。我这辈子就算是听不见，也不会让你治。不是我治，是我孙子给你治，用你教的针法，这样就没问题了吧？三级，你学会了。这才几天时间，自己研究了一辈子都没能学会皮毛，刚交到外孙的手中，对方就学会了。你可以先试试，不用有心理压力，从屋里搬一块镜子出来。袁广元，你这个窝囊货，我就说你爹把钱都留给了别人，怎么说你就是不信。现在好了，你看看这车，你看看那车上的礼物，人家怎么不送给你？你难道不是他儿子？外面吵什么呢？我大舅妈。行了，老爷，你就别出去了，出去只会闹得更凶。爸，听听就行了，我都习惯了。他跟谁吵呢？广元说您偏心呗，留给我家的地比他家的多，天天闹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忍，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吵什么？有啥好吵的？我还没死呢。爸，你能听到了，耳朵好了。吵，继续吵，一个个尽做丢人的事情。
爸，这话就不对了。要不是你偏心，我会跟他吵。我偏心？那你说说我咋个偏心了？你要是不偏心，咱们的传家宝哪去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自从你金盆洗手不给人看病之后，那10几根针全都给了广坤家，我们家是一根都没留呀。谁告诉你那银针给了广坤？你难道没给？没给的话，那银针哪去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东西是古董，有钱都买不到。上次有人跟我说了，那13根银针是特殊材料打造的，比金子都贵。大伙都给评评理，同样都是他儿子，为啥那好东西都给小儿子，大儿子就不是儿子了？哎呦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那银针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不假，可那也是老祖宗传承下来了。我喜欢交给谁就给谁，但凡你们有一个争气的，这银针我也不会送人。这银针我传给3期了，我给的不是银针，而是传承。你们都看不起，不想学，连家传的本事都不学，我凭什么把东西传给你们？卖钱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你太爷爷当初靠着这祖传的医术养活了一家人，并且将医术发扬光大。到了你爷爷那一辈闹饥荒，他却凭着祖传医术养活了我们兄妹8个。虽然现在中医不受待见，但毕竟是祖传的东西，做人怎能忘本？80万，你还真是小瞧了咱们祖传的东西。就这10几根银针，别说80万，就是给我8000万，那也不能卖。广元，你自己的媳妇自己管好。今天果3期好了我的耳朵，我心情好就不跟他计较了。再有下次，你自己把人赶出去，这种败家的媳妇不要也罢。老二呀，给广坤说一声，买几个好菜，今天我要跟亲家好好喝上2杯。说得好，老伙计，今天总算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一回。这人呐，什么都能忘，就是不能忘本。田明叔，小韩，3期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是这样的，今天小韩算了一下，列出了一张表，我准备把这鱼塘也划分进去，到时候一起分红，这鱼大家一起养。那这里的鱼卖不了多少钱，全卖了估计也就10万不到。投村里以后分红，我还能多分点，而且这分红全算在小韩的头上。反正我就他这一个女儿，你应该能明白。就是想把自己绑在村里呗，先拿女儿做诱饵，现在又是鱼塘，这阴谋诡计一套一套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我就召集大家开个会，把事情都说清楚，该怎么划分都要理清楚。明天你必须要到场。明天估计不行，明天明姐会带刘董过来。这样吧，到时候你们开会就行，有问题直接打我电话。不是，你不到场怎么能行？现在你可是咱们的领头人。今天小韩电话里跟我商量过了，我对他的划分没啥意见。女生外向，这还一点都不假。那行，明天开会就不让你去了。不过刘董明天来的时候，你可得好好招待一下。还有我这里的鱼，最好让他过来瞧瞧。知道了，叔，明天我会带他过来看看的。都这么晚了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我再逛一会。3期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不是说只有2个鱼塘是你的吗？其他的是小韩的呀，我不得帮着打理啊。这鱼可以吃了。那4个可以了，这2个刚放的鱼苗还早呢。钓了几条？就是钓着玩的，没几条。今天的饭有着落了，我来的时候早餐还没吃呢，咱们早上就吃烤鱼咋样？早餐吃烤鱼，得亏刘洋能想得出来，这是想打鱼塘的主意呢。既然刘叔有兴趣，那就吃烤鱼。3期，你们村里的人呢？该不会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吧？都在村委会呢，今天村里开会，所有人都要参加。那你怎么没去？我这不是要招待你们吗？看不出来，你这烤鱼技术丝毫不比我酒店的厨子差。我这叫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从小就学着做饭，厨艺也不比你们酒店的厨子差。你这鱼不撒调料的吗？刘叔想要尝这鱼的味道，如果我加太多的调料，尝不出来咋办？可是这不撒调料的鱼怎么吃？有盐就行，其他的调料就算了。怎么样？
绝了！你这鱼我评价不来，可以说是我吃过所有的草鱼中最美味的。三七，你该不会提前对这鱼做了什么手脚吧？三七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叔，做叔的也不坑你。你这鱼确实不错，是我吃过的草鱼中比较不错的。刘叔，你不厚道哟！什么叫不错？我想知道你在哪吃过比这味道还好的草鱼？如果有，我回去也买几条。明明，刘叔也只是这样说，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行，您继续。这草鱼按照咱们这一块的行情，一斤的价格在6到7块左右，对吧？不对吧？我昨天超市的价格还卖到了10块1斤呢。我说的是批发，大量购买不是零售价。当然，我买3期的这草鱼肯定不止10块，我只是在说行情。就像我们酒店现在买的鱼，价格就是12，难道我会用这个价跟3期合作？所以我会用比市场价格高1倍还多的价格，30块1斤，怎么样？刘叔，咱们就别玩这些虚的了，一口价50，要的话就签合同。你要是嫌贵，这鱼我买了。对了，幸好不是自己的女儿，不然真会一巴掌拍出去。明明50元，你想要我的命呀？你应该知道这利润有多少，高端产品不好销售的。那行，我买了，反正这个价格我能接受。明明，这价格咱们还可以好商量，但是50真的太贵了。刘叔，昨天我跟兰兰打过电话了，还特意问了一下你们酒店的情况。新出的2道菜，一盘素炒小白菜，比荤菜还贵。那一盘小白菜才用多少食材？你都卖到100多一盘了，我有说什么吗？明明，我那酒店的等级你也知道，主要都是卖的服务费。其实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又不是真笨。同样的素炒小白菜，以前是30块，现在卖到100多，这前后的差距还用我细说吗？回去一定要打一顿自己的女儿出气，酒店里的事情都乱说，这晚说几天会死。行，50，这生意我做了。刘叔，跟您交个底，这只是草鱼的价格，其他鱼另算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有6个鱼塘，不可能只养这一种鱼。还有，这次的价格只是一次性的，随时可以清走，下一次估计要很长时间才能再合作了。啥意思？鱼塘整改，下次咱们再来一次烤鱼，还在这个地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下次的鱼质量比咱们这次吃的还要好？我可没这样说，有可能没这次的好呢。当然，这是现在说还早，到了那一天再谈也不急。行，那就明年再看。也许用不到明年，我打算把鱼会养。3期在这呢，今天是不是还要收菜呀？收啥菜啊？菜后天才能收，今天清鱼塘。清鱼塘？对，先问问刘董要多少。这4个塘里全是草鱼，50元1斤的价格，要多少给多少。哦，3期，你这些还不能大面积种植吗？现在还不行，不过慢慢会好起来的。以前就我一个人，现在好了，村里准备联合起来一起种。能种就继续种，我看你们这里田地挺多，全都荒在这里挺可惜的。小韩，这里呢？你们聊不用管我的，我来这里就是想问问3期，大家都准备好了，今天要怎么安排？自己又没做过领导，根本不懂得怎么用人呀。那个，你来安排就行了，不用问我的。我都不知道你的计划，怎么去安排？计划？看到没？那个地方，我准备全部种上梨树。种梨树现在不好种，还有什么计划没？那里种苹果。3期，别全种果树呀，蔬菜也多种一些。现在都喜欢绿色食品，纯天然的。我心里有数。就这样，3期把自己的计划全都说了一遍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制定一套计划。现在我先让人回去准备一下，下午开始安排任务。3期呀，这女孩是个好的贤内助，不错。3期，我看你这里地理位置挺不错的，平时这山里应该挺多野兽出没的吧？很多，前2天我家大黄还咬死了一只野猪呢。那野猪肉呢？上缴了，野猪不能猎杀的，违法。可惜了，要不然就这野猪肉。刘叔，这野猪肉吃着也不咋地吧？谁说的？那是你们不会做，有钱人就好这一口。想吃的话，有空我带你过来，只要你有本事，舍得出钱，保证你能吃到。你有门路？不是我有门路，是因为咱们这里的地势问题，再加上这2年不准猎杀，野猪都泛滥了，时不时都会跑到山下祸害。有时候咱们就算误伤了，也属于自卫。而且我们这里每年都会有几次联合狩猎活动，为的就是保持一个生态平衡。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带上钱，保证能买到。那平时呢？平时想打的话，有没有办法？应该可以，听说可以申请，打个1、2只应该没问题。3期，你说那野猪是大黄咬死的？对，当时村里人都看到了。小猪吧？不清楚，我也没看见。听说有300多斤。又没咬你，怕我干啥？真想咬你的话，就平退这2步，能跑得掉。
三七，鱼找好了，刘老板什么时候过来看看？好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大黄，做几个高难度动作，我拍个视频。狗哥厉害不？厉害。这么快就有人评论了，好家伙，是孟小涵。挺闲呀。没有，昨天晚上闲着没事，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先试一下手。仙桃村一个有梦想的女村官，是不是在翻看我的主页？啥是主页？我刚玩，不懂。你就装吧，难道你不知道浏览别人的主页会留下记录的吗？早上趁着我们开会，是不是在吃烤鱼？刘董没有吃早餐，他想尝尝鱼塘里的鱼，我就给他烤了。我也想吃烤鱼，怎么办？那中午你来菜园，我烤给你吃。那我忙完去找你哦。大黄，搬东西去。三七，你这生意做得绝了，这才1个小时不到就赚了几千块，那钱我都交给小韩了，1分可都没留。这鱼我留着了，想吃你自己再捞。三七，你他娘的太不是东西了，那鱼是我特意留的，太不是个东西了，我们还等着我的鱼回去做饭呢。我去，今天是咋了？都发什么疯呀？好样的大黄，下次有好吃的我给你留着。想抢狗哥的东西，追上算你赢。爷爷，中午我就不回来吃饭了，不用等我。你想干啥？约了小韩一起出去吃。那还不快滚，让一个女孩子等你不成？咦，这鱼咋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？调料的问题，这些可都是我爷爷的宝贝，平时都不舍得拿出来。如果在这里建一栋大房子，肯定住着很舒服。这里不行，又不是宅基地，不能建房的。话是这样说，不过三七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你还当真了？这里野兽多得很，要是能建，村里人早就在山上建了，哪会等到咱们？你今天发的视频有流量了。啥意思啊？平台给你推广了呗，你自己看看。你的拍摄手法有问题，要不然效果会更好。回头再有拍摄的视频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你剪辑一下再发出去。村里人要来工作了，你要不要去参观一下？我就不去了吧，你们去就行了。平时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，没那么多讲究的。那我过去了，有事就给我发信息。等会让黑子跟你一起。荒地草山里面很多蛇。哎，不是吧？三七开启了直播。三七，猪呢？啥猪？野猪呀！刚才你这里不是来了一头野猪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开着直播播了这么久，你说我咋知道的？你咋把直播都关了？不关的话，手机坏了咋办？你懂个屁！你直播人气涨起来了，一天就能把手机钱赚回来。就你那破手机，值几个钱？比你的值钱。三七，你他娘的要火了，知道不？就刚才，如果你不关掉直播，人气还会一个劲的往上升。你是不知道那粉丝涨得有多快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老子以前咋就没想到，咱们这里野兽这么多，直播这个早就火了，哪里像现在这样要死不活的？你是说我刚才直播间里人很多？好几百人呢，第一次开播有这个人数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必火。刚才跑得太急，手机应该还在鱼塘。翠翠，还记得我不？天火，李天火。当然记得了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这是桃花运来了吗？那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我也是路过，突然想起来你好像就住前面那个村子，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你跑仙桃村来了。你这生意做得挺大呀，都承包起仙桃村的鱼塘了。这不算啥，今年刚做，还没怎么见到钱呢。对了，你怎么没进村？站在这里等了很久吧？那个有点不太好意思。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村里人又不会吃人。没有，就是先前我经人介绍跟这个村里的三七，你也知道，长辈介绍嘛，相亲没成功，这要是再见到了，不好。
你还跟果冻相过亲呀？当时是不是特尴尬？人长得挺帅，主要吧就是不太合适。你也知道，他家欠了很多钱，如果我要是跟他结婚的话，以后日子咋过？对了，昨天我看你发朋友圈，刚买了车呀，要不少钱吧？没也就几十万而已，而且那车……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多的身家，你算是咱们这些同学中混得最有钱的几个了吧？这话说出来有点打脸。你这么有钱，应该有很多人给你介绍对象吧？就没有看中的？那倒是没有，就我这样，哪有人看得上呀？要不回去吃个饭？饭就不吃了，我就是想找你商量个事。啥事？咱们也算是老同学了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我借了别人几万块钱，天虎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能借的我都借了，这也是没办法了才会找到你。找自己借钱，别说几年没联系了，就算经常联系，自己也没钱呀。翠翠，如果我跟你说那车不是我的，你信不？那鱼塘也不是我的，我就是给别人打工的。如果我有钱，肯定借给你。关键是，翠翠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车是三七买的，鱼塘也是三七出的钱，你找我借钱，本来就是一个错误。我要是真有的话，也不会给三七打工了。李天虎，你不借直接说就行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哪怕说那鱼塘还有那车是别人买的，我都信。三七的事情，我找个人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他爸死前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他拿啥来承包鱼塘？他又拿啥去买几十万一辆的车？信不信就这样了？我要是真的有钱，今天就他站在村口就看得出来，当初拒绝三七肯定不是特别委婉，要不然会这么害怕三七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当着你的面打电话给三七，我让他直接开着车过来，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了。那购车证明上签的都是三七的名字，我跟他一起买的车不可能出错的。这种情况，如果是个真缺钱的人，说不定会同意。然而钱翠翠听到这里却是摇摇头，眼含泪花，给了天虎一个拥抱，并在天虎脸上亲吻了一下。我俩的关系没有这么好吧？这突然给自己一个拥抱，是咋回事？三七，我问你一个事，你跟叔说实话。说，您说。跟天虎有关。这2天，他除了在你们村，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？天虎，他这2天老实着呢，天天守着鱼塘，哪都没去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这是我们村的人都知道。说，是不是发生啥事了？还不是天虎的事。外面有几个人来我家闹事，说天虎祸害了他的女人。天虎这家伙吃喝嫖赌这4样差赛了，唯独不会去主动招惹女人。说，您先别急，有没有问清楚对方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问？我现在门都被堵了，根本出不去。你们都别急，我过去看看情况再说。我也去。李天虎，是个男人就给老子滚出来！别他娘的敢做不敢认，敢动老子的女人，不打死你，老子跟你姓！这咋回事呢？谁知道这些是哪个村子的人，跑过来就打砸东西，说天虎动了他的女人。你说这是闹的，连一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。在这里站好，等会不管发生啥事，不要冲过去。你要干啥？放心吧，那里有我认识的人。喂，哥几个，有话好说。你们这种阵势，有理也变成没理了。小子，你谁呀？钱翠翠，说啥也算是老同学吧，这样做是不是不好？三七，这里没你的事，快点滚开，不然的话，连你一起打。钱翠翠，就是他非礼我。我说了，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手？要真是天虎的错，自然有警察来抓，还轮不到你们动手。我说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，这万一要是失了手，对谁都不好。好好说是吧？三七，算你狠。他身上现在还留有香水味呢，跟我用的牌子一模一样。难道我就这么不要脸，用自己的清白来对付一个几年没联系过的老同学？感情自己这是在朋友圈炫富，被诈骗团伙给盯上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自己凑上来抱住我的。我抱你？你以为自己很帅是吧？这天底下男人这么多，我凭什么大老远跑来抱你一下？你来找我借钱，我不借给你，你就使诈。找你借钱？切！你还真会给自己的脸上贴金。一时间，周围的村民开始低声细语讨论了起来。天虎，你
三七，别人不信我，你还信不过吗？我5点多钟从鱼塘回来，就在你们村口遇到了这个女人。对了，上次那个视频在车上你帮我拍的。视频，我有视频为证，这个女人是骗子。爸，快报警，这些家伙都是骗子。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正录视频，当时比较急，忘关了，里面有我们对话的内容。连住他们，华生说快报警。那女的跑了。没事，只要确认这些人是诈骗，他早晚被抓。曾经的初中同学，前段时间自己的相亲对象竟然是一个骗子。当初相亲的时候，如果自己有钱，会不会又是另一个结果？三七，你每天都不用睡觉的吗？年轻人精力好。行了，今天要种果树，大家都麻利点，别拖后腿。小韩呢？今天咋这么晚？女儿一夜未归，第2天早上才回家补觉，晚上肯定干了什么坏事。昨天晚上天虎家有人闹事，一直到早上才散去，他回去补觉去了。真的？遇到骗子了，去堵他家门。村里闹得可凶了。人没事吧？没事，闹事的家伙已经被抓走了。那行，你小子也回去睡一觉，今天村里的事我来指挥就行。三七，还没吃早饭呢吧？算你小子识趣，昨天没白帮你。咱们兄弟谁跟谁啊？看我给你带了好东西。啥呀？大黄，昨天的事情谢了，这块肉奖励你的。咋了，先生？这是啥肉？狗肉啊，你没吃过？哥们一晚上没睡，特意开着车去镇上买的，尝尝，味道可正了。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狗肉滚3滚，神仙站不稳。闻到狗肉香，神仙要跳墙。自己带回去吃吧。啥意思？我要是吃了你这狗肉，大黄估计几天都不会理我。就说嘛，昨天晚上还在帮自己呢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。不是吧？你家的狗都这么……算了，我提走，提走还不行吗？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在大黄面前吃这玩意了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是自然的生存规律，就好像你上次咬死的那头野猪一样。别想太多了，天虎也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玩去吧。小韩还没起床呢，这孩子都几点了？妈，我爸还没回来吗？没呢，应该快了吧。对了，昨天晚上天虎家的事情咋解决的呀？人都抓走了，还能咋解决？呀！你这孩子瞎叫啥呢？妈，三七火了。啊？我说三七他火了。你看5000多人呢。啥5000多人呀？这孩子又是一宿没睡吧？这钱都还完了，你说他这么忙，图个啥？喂，快到吃饭时间了，你去哪呀？我去菜园。对不起大家了，昨天晚上主播没睡觉，可能太累了，我先把直播给关了，等他醒来，让他跟大家解释一下吧。小韩，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？困的话回去睡啊。没有，我就是眯一会。给你的手机。怎么在你那里？你刚才直播呢，不给你关掉，还继续让人看你睡觉呀？又给忘了，说好的直播半个小时呢。对了，这才2天，你的粉丝咋涨得这么快？啥粉丝？直播间的粉丝啊，8000多粉丝，这涨得也太快了点吧？不对啊，我早上播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。看到没，粉丝打赏的钱都有700-800了。这么多，早知道赚钱这么容易，哪还会这么累？行了，别想太多，你先回去睡一觉，我回头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利用你这个账号做点啥。我已经休息好了，不困。回去。老爷，你咋来了？家里待不下去，过来住2天呗。咋了？家里又开始闹腾了？别提了，昨晚闹着要离婚呢，一提到这事就头疼。对了，三七，你之前给我治耳朵的时候用的是鬼门13针吧？我跟这鬼门13针挺有缘的，以前没事的时候也研究过针灸。上次回来之后翻看了一下，没想到很对我胃口，一看就懂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好好学中医博大精深，仅一门针灸就足够你研究一辈子。什么叫研究一辈子针灸？我那要学他就不用学了。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啥意思？看不起我郭家传承呗？老郭，我今天来这里不是跟你吵嘴的，
那你就回去。小韩一点都不假。爷爷、姥爷，我还有事，跟小韩约好了。那还不快去？家里多了一个老人，爷爷今天话多了许多。如果可以把外公留在自己家，与爷爷为伴，2个老中医，估计家里会热闹许多。咋回事？种个果树还能吵起来？快，谁带药粉了？这蛇有毒。不用担心，这毒性不强。你们几个把它抬到我家，让我爷爷给他涂点药，明天就能恢复。记住，针不能拔。刚好我姥爷也在，到了我家，让我姥爷把针拔出来，别跑太快，慢点。咋回事？这蛇哪来的？这里有个山洞，是个蛇窝。你也知道你坤叔的脾气，看见蛇就兴奋，这不被咬了。他也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蛇呀。都别主动攻击，我们哪敢呀？谁身上带药粉了？别急，天明已经回去拿了。真是活见鬼，怎么会这么多？都让让，先把蛇赶走再说。快，一人分一些，四周都撒上。你小心点。没事的，这些药粉配置的时候，我也有帮忙，我比你们懂。37实在不行，把这里封住吧。这个山头别种果树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山头，就这样放弃有点可惜。只是这个蛇窝，天明叔，要不你打个电话报警吧，让专业人员来清理一下。行了，37，忙你的去吧，这里我来搞定。天明叔，一定要记住，千万别靠近那个洞口。我比你懂得多，快点回去，你自己闻闻身上的味。回去问一下坤子，我早上的时候听他说，英才好像今天回来，你看一下，他要是去不了，你开着车到县城接一下。英才要回来？我咋没听说？人家有事还会跟你说。行了，快点回去洗洗，去县城的时候记得带上小韩。你行不行啊？再怎么说，我驾照也是考来的，怎么可能不行？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多开几次，我也是老司机了。下次开的时候遇到拿捏不准的，你可以打开全景影像呀。啥？你看看这个。刚才你咋不说？我这不是怕打扰你开车吗？没事，下次就记住了。以我的车技，这功能有没有喂，你好。好个啥？我是37，你在哪呢？37，你怎么有我电话？我在等车呢。还等啥呀？我就在县城，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，我去找你。在成龙路68号。定位，让他发定位给你。自己这是有点跟不上时代，与这个世界脱轨了。英才，这呢？小韩，英才哥，想不到你还能认得出来。我这才走了几年，哪能认不出呢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田芳，我媳妇。眼前这个女孩明显比自己小，难道要叫对方嫂子？芳芳，这个是孟小涵，我天明叔的女儿，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哦。小涵姐好。这个是我哥们，你叫他37就行。行了，先上车，我带你们去吃饭。吃啥饭？我们刚下车的时候已经吃过了。你吃的算你的，今天我请客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吃大餐，免费的。还去祥和？对呀，就是祥和。不去吃一次免费餐，我这心里不舒服。你好，你们咋又来了？请问有预约吗？上次我都说了认识刘兰，你们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你们刘董送了一张卡片，看看这次还要不需要预约。前台伸手接过那张卡，越看越庆幸。幸好自己没有说出不礼貌的话来，现在似乎知道了前任经理被解雇的原因了。怎么，这个不会是假的吧？如果这卡要是不顶用，我发誓一定要跟祥和解除合作关系，就算明姐来了都不行。先生，您2留情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这2人是一对，根本没有听自己的老爸说过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好漂亮！刘董正在接待其他贵客，有空了会过来接待几位的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就是吃个家常便饭。对了，给我来一个尖椒肉丝、回锅肉，再来个黄瓜肉片和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……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说的这些，咱们这里很多都没有。没有？你们这么大的酒店，这些菜做不出来？
没事了，你把菜单拿来，我们自己点就行。切，土包子，没见过世面，还学别人来这里吃饭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，说出来的话咋就这么难听呢？人都走了，就别惹事了。这姑娘有病。明知道她有病，你还跟她一般见识。先生，刚才那位小姐是咱们这里的客人，正如您所说，她确实有病。哎，这位小姐得了一种厌食症，对什么饭菜都没胃口。来咱们这里，就是因为咱们这里的饭菜好吃，除了这个，她什么都吃不下。咋样？我就说她有病吧。什么鬼的厌食症？这就是脾胃出了问题而已。如果我姥爷没有金盆洗手，就她这病，2针下去就好了。吃饭就吃饭，别多管闲事。三七，你真认识这里的老板呀？当然认识，都说了，咱们村跟这里的老板有合作关系。我听说你前段时间卖水蜜桃都赚了几十万，全都卖给这个酒店的老板了。水蜜桃卖给超市了，跟这个酒店合作的是蔬菜，还有鱼塘。别愣着，快吃。咋了？没事。把菜单拿给我。并没有错呀，难道这里还有2个菜单不成？服务员，到底咋回事呀？你可别再闹事。哼，简直就是看不起人。这些菜用的不是咱们村种的，你说没用也就算了，至少菜单上该有吧？可是这菜单上的菜我全对了一遍，就是没有。啥？不可能吧？三七，你来这里怎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呀？我来给你介绍2个朋友。刘洋带着2人进来介绍给三七认识。按理说，这个时候三七应该站起身才对，然而三七却就这么坐在那里。不用介绍了，我跟他认识。认识？这个真是巧了。王董，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三七小兄弟，旁边这位姓孟，孟小涵，这2位。说到这里，刘洋介绍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识趣的话，三七应该起身帮自己介绍，可是三七没有。就在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，刘董，介绍就不用了，一起坐下吃呗，总不能一直站着吧？虽然刘洋心里不舒服，但是有王庆这个大佬在，而且还是他自己的酒店，自然不会给自己找不自在，连忙请王家妇女在一旁坐下。小兄弟，我姓王，单名一个庆字，今天来呢，主要是先吃，有事的话吃完咱们再谈。这个王庆自己不认识，但他的女儿自己可是认识的，过来求人，却还摆出一副别人欠了他很多钱似的。三七，你们怎么？我也好奇呢。按理说，这么高级的酒店应该不会有这种食物才对，为什么给我们的菜单只有这些？跟明姐说的情况不一样呀。刘洋看着那菜单，食指紧握，一丝怒意从心中升起。王董，真是对不起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。你也知道，咱们这里菜式分2种，一种需要预约，所以……王庆摇摇头，并没在意女儿的情况，他最清楚，根本怪不到别人。小兄弟，你也看见了，厌食症，吃什么吐什么。可是我这女儿吃你们村种的蔬菜，却没有这些问题，所以我想跟小兄弟商量个事，让她到你们村住段时间。放心，我给钱，住宿费、伙食费我全出。听到这里，三七反而愣了起来，扭头看了一眼孟小涵，见对方也没什么表示，连忙起身，随手捏起了一根银针，一把拉起了对方的手腕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把银针扎入了女孩的手腕中。我们村里不养闲人，这位姑娘可能在我们村住不下去，没办法，咱们都是土包子嘛。你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吃饭，人跑来吐的满地都是，你还问我干嘛？你说我想干嘛？把你的爪子给我松开！你小孩，好玩不？你啥时候学的针灸？我姥爷啊，他现在还在我家呢。小兄弟，还请出手救救小女。就他可以，要收钱的，治病收钱，天经地义，没啥好说的。只要小兄弟能让小女这病痊愈，多少钱随你开。小韩，你说这收多少钱合适？你爷爷给人看病收多少，你不知道呀？我爷爷还要开药，这姑娘的病不用开药，拿捏不准呀。那你姥爷呢？我姥爷平时给人治病都是几十块钱。这2个人看着挺有钱，你想呀，他们这么有钱，得了这么个病都没治好，这病肯定不简单哦。那就多收点。对，多收点，你给他要1000，他肯定同意。本来想说收100，哪知孟小涵比自己还狠，开口就是1000。小兄弟，还请出手帮个忙，这病折磨我家焕焕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吃什么药都没用，只知道是厌食症，就是治不好。治病给钱天经地义，我轻易不怎么出手，这次破例你就看着给吧，不少于这个数就行。1000也真亏了孟小涵敢开这个口，
这要是自家老爷知道，肯定会说自己坑人。行，只要能治好，多少钱都行。我先给他治，你收钱。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我操！现在算是明白37为什么能买得起车了。这随便来一趟县城，动一下手就能得到1万块。行了，你再吃几口，看看效果咋样。小兄弟，看不出来，年纪轻轻还有这么一手好医术，有没有兴趣到京城发展？没兴趣，我在村里待着挺好，干嘛要去京城那么远？去京城好呀，到了京城当我的私人医生，工资保证你满意，只要干满1年还能分配房子。这待遇，别说孟英才和田芳，就连孟小涵都心动了。我就是一个土包子，享受不了大城市的生活，去那里干啥？活受罪。这个男人还小气，并给人家治了，钱也赚了，现在还在计较王欢先前的话呢。对不起，我这个人大度，不跟你计较。本来你说的就没错，我就是一个土包子，长这么大，这县城我都没来过多少次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咋样？吃好了没？吃饱了咱们就回去。坤叔还在家等着呢，回去晚了，说不定该着急了。37，你有没有觉得那辆车很奇怪？咋了？好像一直跟着咱们，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车了。应该是凑巧了吧，我又没啥仇人。这是想干啥呀？别管他们，只要到了村里，他们就不敢了。花生叔在家不？37呀，你花生叔去你们村了，找他有事。我回来的时候被人跟上了。天虎，你爸在你那的吧？先别回来，可能上次那些人来找麻烦了。没事，37在这呢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去村里叫人。37，这是咋回事？咋又跟天虎扯上关系了？这是说来话长，等晚上去我家做几个小菜，我再给你慢慢说。哪呢？就是那辆车。走，过去问问。还真是跟踪，这帮家伙简直目无王法。走，回去，让天虎这小子最近小心一点。爸，你先帮我看一下，让他们称一下重量，我得回去一趟。你回去干啥呀？拿点东西。刚才我妈打电话说37去咱们家了。那小子去咱们家干啥？他不是去县城接坤子的儿子去了吗？英才，应该是，我又不认识。对了，等会他们付钱的时候，直接付到小韩的账户上。37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妈呢？你妈没事，人已经走了。英才，你周回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呀？刚好今天卖鱼，我特意留了几条，做几个小菜，咱们喝2杯。要喝也是我跟37喝，你一个外村的，凑啥热闹？你小子皮痒了是不？要叫哥，没大没小。37，你把车开回去，等会去鱼塘。去啥鱼塘呀？去我家，今天我做饭。别，去你家我怕连一杯酒都不敢喝。你妈在旁边呢，放不开。这位是你嫂子，快点叫嫂子。去，别闹，到底咋回事呀？果不其然，这都下午了，老爷还在自己家没走呢。爷爷，英才回来了，下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，你们自己吃，不用等我。哥几个，走着。他们感情似乎很好，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，别看现在有说有笑，有时候红起脸来还会打起来呢。真的？那可不，就前段时间，天虎差点跟37打起来。爸，回来就好，先进屋。下午炒几个小菜，你们3个在一起喝几杯。爸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回去再说。这是咱爸。先进屋，进屋说。坤叔，你们先聊，我们去菜园，等会你跟英才一起去喝2杯。咋又去菜园了？不是说好了去鱼塘的吗？我爸还在鱼塘呢，我得去打个招呼。去啥呀？还怕鱼跑了不成？刚才回来的时候，我拿了2瓶酒，在我车上呢，你去拿一下，顺便再去提2箱啤的回来。今天咱们吃烧烤。我说你小子真当自己是大老板了是吧？这指挥起人来挺顺呀。钥匙给我。
三七，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吃呀？这里诡异的很，选择在这里，你就不怕呀？去，嘴里没一句好话，人家三七天天在这里待着，也没出啥事呀。今天这顿饭保你吃的满意，比祥和大酒店里的还要好吃。你就吹吧，吹不吹，试试就知道了。先说好，今天每个人至少半箱，少了不能回去。今天酒都没喝，急死我了。虽然不知道田芳为什么哭，但肯定跟坤叔有关。别人的家事，虽然好奇，却也轮不到自己来管。咋样，这菜味道不错吧？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吧？走，把婚事办了就走。结婚？结婚。这次回来主要就是带芳芳认个门，年前就离开。你这几年在外面混得很好，还行，一个月能赚个7、8千。哈，7、8千就叫还行呀？老子开车拉货都比你赚得多。别走了，在村里发展。现在咱们村是我们村，跟你没关系。都一样，我也算一份。现在咱们村就缺你这样的劳动力。我得养家，我现在是奉子成婚，芳芳她家里都不知道这事。我操！哥，你这……我缺钱，必须得出去。你爸知道不？知道。他不同意。你们知道我的情况，我爸是被骗怕了。可是芳芳她不是那种人，她才19岁，我得负责。芳芳家离咱们这太远，她爸妈肯定不同意我们的事，所以……话没说完，堂堂男子汉眼睛就已经红了。留下来吧，你出去打工，一个月也就7、8千，外面的情况我不知道，但是这点钱肯定不够你们的生活开销。你留下来，不出2年，分的钱绝对比在外面多。哦，不用这么看着我，只要咱们的果子种起来，几10块1斤，这漫山遍野都是钱。以前咱们不知道利用，现在有了机会，为啥不把握住？虽然不能保证你发家致富，但我能保证在家里比你在外面混的要好。芳芳，你要是困的话，先去屋里躺会。没事，我不困。小韩姐，你们这里真的能发展下去？以前我没信心，不过现在我有很大的信心，我们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总有一天，所有人都会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在你们回来之前，你知道三七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他爸好赌，生前欠了别人几10万的债款。不止我们村，就连李家沟还有东村，能借的几乎都借了，大的几万，小的几千，压力压得三七抬不起头。跟别人相亲，永远都是那一套衣服，手机用了4、5年都舍不得换新的。就他脚上的鞋子，我没见他换过，但是他没被现实打倒，他挺过来了。所有人都劝他去外面打工，他却把自己家的那2亩地全部种上了水蜜桃。当水蜜桃全部成熟的时候，他都快要放弃了。那次相亲回来，他准备把桃子卖完，先把耗子叔的钱还上，然后跟他一起外出打工。对了，耗子叔姓孟，叫孟浩，生活也挺苦的。就在最后一天，我们遇到了县城来的谢敏敏，用30元1斤的天价把他种的桃子全买下了。3天内，他就把所有的债款全部还清。然后呢，我爸就看中了他种桃子的技术，想让他带着大家一起致富。他当初是不同意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爸就威胁他呗，拿我做赌注，只要他能让村里人富起来，就让我嫁给他。哎，小韩姐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他？从小就喜欢。那你们……我表现得太好强了呗。他因为家里的事情比较自卑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经常偷偷看我，我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每次去相亲的时候，我都能生气好几天呢。每次他相亲回来，我都特意去找他，故意拿话激他。当天我爸特意去找了他爷爷，就怕他拒绝。其实吧，我知道的，只要我爸肯提出这个要求，他一定会同意。然后他就同意了。他当然同意了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他这个人很会抓住机会的，只要看到一点机会，立刻就会咬住不松。那万一打赌输了呢？不可能，当时我就把计划全都定好了，全村的土地还有鱼塘，全都围绕着他转，有我的全力配合，他就算再笨，也不会赔得血本无归。那后来呢？没有什么后来，我爸刚把鱼塘划给村里，他转手就卖出了天价。你不知道，那鱼塘我爸养了好几年就没赚过钱，转给村集体的第2天，4、5块钱1斤的草鱼，他卖出了50块1斤。当时气得我爸回去都没好好吃饭。不是吧？这鱼真的那么好卖？会不会？可能以前我们都被商人给骗了。我们这里的风水好，背靠大山，不管是土还是水都好于其他村子。那草鱼刘董抢着要。知道为啥咱们去祥和酒店吃饭，那刘董这么巴结他吧？就是因为怕咱们把鱼卖给他的死对头天鹏酒店。
我看三七哥还会中医，他当初那么惨，为啥？你是想说他为啥不给人治病赚钱对吧？小山村中医能赚几个钱？就拿他姥爷，哦，就是他的外公，我们这里都是叫姥爷。他姥爷那可是神医，不管治什么病，几乎不开药方，几针下去就能治好，所以收费特别低。就因为这个，他金盆洗手不干了。还有他爷爷，那也是被称为神医的，只会开方子，但是要苦见效慢，所以生意做不下去。但是在大城市，今天晚上先别想这么多，明天刘董跟明姐都会来这里收蔬菜，到时候你跟英才哥一起过来帮忙，明天过后你们再拿主意，是去是留，我绝不劝你。看到前面这片菜地没？目前定好价格的只有小白菜和菠菜，其他的明天才会报价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咱们村到底有没有发展前途了。我敢说，绝对会惊得你说不出话来。聊啥呢？这么神秘？不告诉你。你们几个臭小子，吃个饭都能吃一夜。看看这里像啥样，快点清理一下。谢经理和刘董来了。今天咋来这么早？我哪知道，你自己问他们去。现在正在鱼塘呢。别睡了，收菜的来了，起来干活。谁来了？刘董来收菜了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你把英才叫醒，把这里整理一下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我记得你爷爷会配置驱蚊子的药吧？为啥不给偏虎涂一点？你看那小子身上被咬的，等会又要闹笑话。昨天喝的有点多，忘记了。忘记给驱蚊药，就没忘记给2个女孩搭个蚊帐，这是选择性失忆。你小子，听说昨晚喝了一夜。村里有不成文的规矩，有人外出打工回来，就要一起拒绝。明姐，你怎么也有空过来了？今天有新的蔬菜，我要跟他谈价格的。先说好，价格谈好，我要从中间抽成，跟小白菜的抽成一样。行，你说了算。你们说，三七那一片山头的蔬菜，真的算到村集体里来啊？瞎想什么呀？那是人家承包的，而且自家的地还占大头呢。那之前开会的时候，小韩说的是啥意思？还能啥意思？那菜地种的东西多，单凭三七一个人咋能忙得过来？这不得抽成一部分，分给咱们当工钱呀？你们咋都这么快？快啥呀？人家刘董早就来了，进村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呢。就是，活该人家有钱，哪像咱们天天起这么晚。这才6点不到，还一个劲的抱怨起来的晚了。你们平时都是这个点起床？也不是，除了三七会这个点起床，其他人还要晚点。今天情况特殊。三七哥是真关心你，他啥时候搭的蚊帐我都不知道。他就是心里有，嘴上不说罢了。有时候做个好事还生怕别人知道一样，不用管他，等你在这村里住久了就知道了。小韩，你来安排今天摘什么菜？先别着急，等等三七，估计今天要拉走的很多，不然不会这么早的。这些菜是要重新谈价格的。重谈价格？这以前的价格就挺好呀，为啥还要重新谈？估计价格会更高。为啥？因为生长周期长北，小白菜生长周期短，所以价格低。这菜地里的菜越是需要时间，越是贵。小韩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是这个理。这种情况我第一天跟明姐就讲过了，这就叫均衡种植，不然三七种这么多菜干啥？还不如只种其中一种呢。至于价格的问题，只会高不会低，咱们不懂，让明姐来谈。那谢经理从中抽了不少吧？抽就抽呗，人家有能力，让咱们自己去谈，能谈得下来。小韩，他也是你们村的，我前几次怎么没见过？昨天刚回来的，在我那里吃的饭。回来好，就在村里发展，去啥外的打工，钱赚不到几个，还得看别人脸色。明明价格就按咱们来之前商量的，我刚才看了一眼，没什么问题，如果可以，直接就可以拉走了。这价格来之前就定好，跟小韩说的有点不一样啊。这价格多少也没说呀，等会都提前列好了，刚才明姐拿给我的，价格挺不错。哦，英才，怎么了？要不咱们就留在村里吧。当初说出去打工的是田芳，现在自己跟老爹吵了一架，说留下来的也是田芳。昨天还在哭鼻子，今天就……我看了一下，在村里发展的话，确实比咱们在外面打工要好。可是咱们在外面工资比这里高呀，房租、水电，还有1日3餐，全部去掉之后，还能剩多少？
昨天夜里，小韩姐说了很多，我觉得她说的很对。既然咱们都已经这样了，在哪不是发展，在这里还自由点。可是你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在这穷山村，他们虽然不想我家这么远，却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从这里坐高铁去我家，也就3个小时，很方便呀。咱们每个月在这里省下来的钱，都不止跑2个来回吧。行，我听你的。那行，我去跟小韩姐说一声，她现在管着咱们村呢，村长都没她说话管用，看看到时候她会怎么安排。37，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？你找几个人把村口的石墩子拆掉，让大车可以进村。好嘞。年轻真好。37，你还记得王董吧？王庆？对，就是他。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我昨天回来的时候还特意查了一下，你要是早说的话，我也不会。永丰集团的董事，榜上有名的商业大佬，你小子能被他看上，是你的福气。他能看上我啥？让我去当他的私人医生？他昨天离开的时候，让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人昏迷了几年，你能不能治？植物人我都没见到，怎么能打保票？不过我姥爷有治好过这种病例，具体是不是一样的情况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你姥爷治好过？很早之前的事情了，不过没昏迷太长时间，也就几个月而已。你说的这种，我倒是不知道能不能治。那就好，只要有机会，总要试试的。本王厉害不？厉害厉害。行了，给我看有啥用，带回家给我爷爷，我这里还要干活呢。明明有人来做，就因为一个王庆，都去干大扫除了，有意思。37，别忙了，快点，人到了。人来了管我啥事？我这蔬菜你还要不？不要的话，我再找人。你小子是不是脑子不正常？你只要治好了对方的病，多少钱没有，还会在乎这些卖蔬菜的小钱？治不好，别人治病跟你有啥关系？刘董，不是我说你，最好给自己一个精准的定位，少搞这些有的没的，没用。做生意还是得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这样才踏实。身为医生，救死扶伤是你的天职吧？这见死不救，就是你学医的目的。少拿话激我不吃这一套。不是我不想救，而是架子太大。你看看现在村里闹成了啥样子，有活不干，去迎接一个病人。不是我说你，要不是你这一个电话，村里人根本不会这样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有本事你去找你们村长，你跟我抱怨啥？动不动就拿孟小寒压自己，就好像自己这辈子找不到媳妇一样。行了，别耍小孩子脾气，人快到了，李老爷和李外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都希望你出手呢。我没把握能治好。那不是还有明老爷和爷爷在呢吗？他们也不是神，没有绝对的把握。那就尽最大的努力。如果不答应，估计孟天明会天天到家里闹。行，但是提前讲好，就算治不好也得给出手费。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小气？我告诉你，这钱肯定到位。这里的人都做什么呢？欢迎你的呗，你的身份摆在那里，在他们看来，你能来这个村子，肯定会给他们带来创收。看来治疗只是一个噱头，骗自己的父亲来这里投资，才是对方真正的意图。爸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来都来了，先试试吧。如果是我来治疗的话，主取丰府衙门1人中百会，脑青3穴为辅，10天左右见效，1个月后差不多可以清醒。想要痊愈，至少要半年。郭老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会怎么治？对于这方面的治疗，你确实强上一筹，我认输。不过在药石的应用之上，我可以甩你10万8千里。但是我现在金盆洗手，所谓国有国法，加油！行了，不能出手就直说，少说这些没用的话。你来指点，不让你动手，这总行了吧？不急，我想先看看37的看法。37，你呢？对这病有啥看法？不用这么麻烦，这人神志不清，看似昏迷，其实能听到外面的声音。我配以鬼门13针法，只刺人中，然后从外界唤醒，效果会更快。哦，郭老头，你来。你是厉害，这不是还得我出手？有意思。37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感觉，我看病都是凭感觉。我操！还傻站着干啥？给他按摩呀！小兄弟，我不会呀。随便按，不用管，只要让他能感触到外界的动静就行。脚底力气大一点。行了，别停，还想不想治了？手上的动作大点，他没你想的这么脆弱。
喂，你家这个小男人医术这么厉害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以前从没给人看过病，我只知道他从小跟着爷爷学医。停！主人，主人。一边玩去。37，大黄有点不对劲。英才哥，你出去看一下情况。我也去。是不是有人进村？不用管，经常这样。但凡有一个陌生人下乡来卖东西，村里的狗都会叫。明姐，这边有啥好看的？咱们去后山看看大黄。要是好玩的话，咱们也学37直播，说不定能赚点人气呢。住手！你他娘的找死是吧？喂，你们做什么？打人是违法的。咋回事？这几个家伙朝鱼塘下毒。好你个周鹏，你这手段也太光明正大了点吧！大白天朝鱼塘投毒，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影响？这些鱼是要给人吃的，你知不知道后果？有没有投到鱼塘里去？没有，我们来的时候，这3个家伙就被大黄吓住了。药粉就是从这家伙手上掉下来的。把他们带回去，让37处理。谢明理，谢经理，你们也没什么损失，也没有证据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，咱们私下解决，怎么样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有事你跟村里人解释。谢明理，我再怎么着也是天鹏酒店的经理，你以为就凭这些刁民治得了我？是治不了你，但是打你一顿，他们也不会有事。对，敢做就要敢于承担，下次自己小心点就是了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有风集团的王董也在村里，我们刚才来这里就是准备抓几条鱼，好好款待一下他的。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提前得到了消息，故意害人。王董？哪个王董？王庆呗，这有风集团还能有哪个王董？他来咱们洪武县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记得他公司的员工经常去你们酒店用餐，你应该很熟才对呀。怎么会这么巧？王庆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这里面肯定有阴谋。谢经理，几位，我有钱，只要你们当今天这事没发生，要多少钱都行。切，只要你们放了我100万，怎么样？多少？100万，咱们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小韩，答应他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效果？眼睛都睁开了，有没有效果你还看不出来？那他怎么又昏迷了？睡着了而已。行了，现在只是意识清醒，想要完全恢复，至少还需要2天时间。当然，要是能下地走路，彻底恢复，还得看我爷爷的。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去干活了。那么多蔬菜还在地里呢，都别凑热闹了。中午之前，所有的蔬菜全部装车。等会这里交给小韩来安排，其他人去干活。刚才村里发生啥事了？没事，有人下乡卖东西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们有必要骗你。爸，37呢？先别管37了，你负责给王董安排一个住的地方。我先前不是让你把家里打扫一下吗？先把人带过去。爸，我找37有事，这是你来安排吧？这钱哪来的？20万，说给就给了。孟小涵就算对自己再好，还没达到把家当给自己管理的地步吧？反正你拿着就行，管这么多干啥？不行，你不说这钱哪来的，我不能收。要是被你爸知道了，会打断我的腿。上次那鱼塘的事情，他就已经很不高兴了，最近老找我麻烦。我要是收了你这钱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这钱我爸不知道的。小韩，咱们不能这样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……唉，这钱是周鹏给的。谁？周鹏，他带人想在咱们鱼塘投毒，被黑子抓了，给了100万，我们放了他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周鹏到咱们鱼塘投毒，100万就把你们打发了？我是没打算要钱的，是天虎和英才他们。你听他们2个的，他们2个别说100万，就算几万块钱都能打发了。算了，下次应该没下次了。小韩他妈，你在打电话催催，这孩子都到饭点了，咋还没回来？记住了，如果他不把37给找来，今天晚上就别进家了。王董，多多见谅。那个37这孩子最近特忙，全村的土地都是他一个人管理，村里人还不适应，还他妈已经打电话催了，等会肯定回来。不用这么客气，能有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真的，我以前也是农村人，又不是没吃过苦。王董以前也在农村里待过，农村出身，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的。不过我老家可比不了你们这里，我们那都是平原。我10多岁之前连大山都没见过。神还在做饭呢，我来帮你。行了，进屋吃饭，客人等着呢。小兄弟，快里面坐。行了，坐哪都一样，我坐这里就成。我要是真坐到主座的位置，这不就是打孟叔的脸吗？
小兄弟，今天这第一杯酒必须敬你，如果不是你，老王，我这么称呼你可以吧？说实话，你跟刘洋这个人不同，比他接地气。那家伙满脑子都是钱，活该他生意做不大，也活该你这种人有钱。今天来到这里，就当成自己家，不用客气。行，那我也跟着他们，叫你三七，这样显得亲切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菜都上完了没。说，你帮忙叫一下英才和天虎，今天我们哥仨好好陪老王喝2杯。好咧。痛快，王董，你是我见过最痛快的有钱人。别叫我王董，来到这村里就叫我老王，显得亲切。今天没有什么有钱没钱，咱们都一样。来，咱们2个走一个。老王，我今天高兴，我妻子不媳妇，我媳妇能醒过来，是我想都不敢的。今天这酒就该喝。你们几个年纪小，不懂咱们那个年代的苦。可以说，我媳妇是陪着我一起吃苦的人。当初我们从老家出来，外出创业，一路上遇到了多少困难，有多少人分分合合，但是能陪我走到最后的，只有他。从一开始就不离不弃，只有在一旁鼓励我，却从不嫌弃我。爸，你喝多了。美，我有多少酒量自己清楚。我现在还记得第1年外出打工时的情景，那个时候穷呀，车票都买不起。为了能够走出咱们那个穷地方，就那种绿皮火车，你们没见过吧？我跟欢欢他妈逃票爬火车。到了京城之后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2个人睡大街，捡别人吃剩的东西来填饱肚子。这种体验你们没试过吧？不过那时候开心，人心里也踏实，不像现在有钱了，所有人都想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肉来，明争暗斗。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身边有多少个想要害你的人。欢欢他妈就是这样出事的。那些家伙生意场上斗不过我，就是这些下流的手段，简直不是个东西。哥，真他娘的不是东西！我李天虎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，就比如说那周鹏，简直就是小人行径。周鹏是谁？县城里一个开酒店的，这家伙太不是东西了。因为买不到咱们村的蔬菜和鱼，今天竟然跑到咱们村，想给鱼塘下毒。你踢我干啥？这事他既然敢做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今天要不是看在他那100万的份上，老子打断他3条腿。啥100万？就是周鹏那家伙给的100万呗。对了，那时候你们都在三七家，不清楚这事。咱们村的狗乱叫的事情你们知道吧？大黄不是跑出去了吗？就是去阻拦这些家伙下毒的。说起这事，我就不得不夸一下大黄了，这家伙没白养，改天我一定要好好奖励一下这家伙。有点后悔让这家伙过来喝酒了。不过这事还得靠老王你的面子，那家伙下毒不成，一听敏姐说今天要用堂里的鱼来招待你，立刻吓尿了，当场同意拿出100万来摆平这事。我们就是看到钱的份上，不然咋可能这么轻易放他回去？那钱呢？分了。怎么分的？我们5个人，1人20万。哼，哪5个人？我和英彩、敏姐和小韩，当然大黄出力最多，所以3期也算了一份。欢欢，他们喝酒，我带你去看看你们的房间。站住！钱呢？爸，啥钱呀？少给我装，20万呢，你留着干啥？拿出来！我存起来了。你是想气死我是不？先前鱼塘的事情，我少赚了几十万，这事我就不说了，我活该，我眼下我没本事，这20万你还想藏私是咋的？爸，那钱是我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是，这钱是你的，那你也是我女儿，以后你要是出嫁，不要嫁妆呀，以后就我跟你妈2个人养了，不需要钱呀。我告诉你，少给我乱来，把钱交出来，我给你存着。3期，小韩这是怪我，昨天我喝多了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一喝酒就话多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呀。3期，你不会生我气吧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们的事跟我有啥关系？咋就没关系了？这钱你也有份。行，你说有关系那就有关系吧，忙你的去，鱼塘还有好多事呢，别耽误我干活。鱼塘今天我就不去了，我要去县城一趟，这是我跟英彩交代过了。爱去哪去哪，跟我没关系。3期，忙呢？哟，老王，怎么样？昨晚休息的还行吧？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安逸了，昨晚喝的有点多，让你们几个看笑话了。习惯就好，谁还没有个喝醉的时候？你这里风景挺美的。山里嘛，都一个样，只是我这个位置好了那么一点。有没有兴趣把你们这里打造一个旅游胜地？钱没问题，我可以投资。别啊，昨天还说了呢，你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聊天的时候别谈钱。我这人对钱虽然很感兴趣，但是一谈钱，关系就淡了。你们村里的人都巴不得我在这里投资，只有你是个例外。我能理解成你在夸我吗？还用得着我来夸？欢欢，你爸去找3期了。对呀，说是找他聊聊。完了，怎么了？3期每天这个时候都会直播，而且一想起王庆的身份，就是一阵头大。唉，你自己看吧，你应该提前跟我打招呼的。他是不是故意的？
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直播，经常这样，一忙起来了，啥事都给忘了。这对他来讲是好事，也算是感谢他治好我妈的病了吧。这样对你爸的公司会不会有影响？放心吧，不会有影响的。走，咱们也过去看看。算了吧，我还不想出镜，太尴尬了。这次37算是彻底出名了。最主要的是他自己还不知道，我敢说他一直到下播都不会关注直播间里的情况。37，老王，忙呢？鱼塘没事了。能有啥事呀？坐在那里也就是守着，没事钓鱼罢了。你们这里还能钓鱼？你昨晚吃的是啥？还不是我们钓的，鱼塘里的鱼，只要你有空，随便钓。哦，一起去玩玩。我这地里的活还没完成呢，就剩这么点了，下午再做也是一样。37，休闲娱乐，钓鱼又没啥，走呗，一起鱼塘或者洪湖，你随便挑。今天就当给自己放个假，不是我说你，每天起这么早，半夜才回家，图个啥？有钱就得学会享受，别整天把自己折磨得不成样子。这家伙今天不对劲，自己的事情还没解决完呢，怎么会这么有心情？行，那就去钓鱼。手机还没带呢，你不带手机，我跟你去钓什么鱼？手机才是重点，好不？今天咱们不去鱼塘，直接野钓，来一局比赛咋样？别的不说，钓鱼的话，你们真不一定有我厉害。这个可不好说，我也是一名钓鱼爱好者，比医术和重地，我比不过你，但是论钓鱼，你不行。37，你的手机没拿吧？小韩，哦，跟我在一起呢，我们正准备去钓鱼。行啊，你们来呗，反正又没啥事，每天都是这样，习惯了。行了，先去钓鱼。看到没，我就说他忘记了，他经常这样，是每次都这样。以前的粉丝都习惯了，今天人多，很多人不知道情况罢了。多好的机会，就这么浪费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咱们去看他们钓鱼去。我跟你说，37的钓鱼技术一般人比不了的，你爸输定了。芳芳，钓鱼去不？你们去吧，我还要看着鱼塘，就不跟你们一起了。黑子，过来，我这里有桃子吃哦。37，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？行啊，你说怎么比？不管什么鱼，最后称重，谁重量多，谁赢。行，来了。37，我这里是个鱼窝，这场比赛你输定了。37，你那位置不行，想赢比赛是不可能了，趁早换个位置，不会输得太难看。我记得福伯说过，这里经常有大鱼出没，只要我能守上一条，说不定就能赢了呢。就算你能钓上来一条，也不可能有我这里加起来的多，你小子输定了。很大，这鱼少说也有10来斤重，必须用船。你这鱼竿不行，不用船的话，这条鱼不可能拉上来。英才哥，我来开，我会。刚好我带欢欢一起到湖里玩玩。风景真好，这么好的地方不好好利用起来，可惜了。老王，如果咱们想把这块好地方利用起来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这还用怎么建议？直接把风景区搞起来啊！以你们这里的风景，把运营推广做好，肯定可以做大做强。就拿你们这个村子来讲吧，外形像一个葫芦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嘛。现在网络发达，找几个网红来这里宣传一下，很快就能把知名度打起来。至于说明星，需要的钱太多，没那个必要。还有你们这里的蔬菜水果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对象，只要宣传到位，有了人流量，你们还怕没钱？有了人，咱们的东西就可以卖出去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眼光放长远点嘛，没必要非死守着那点种植物嘛。你可以换个方位去思考问题。如果你是游客，来到这里首先要想到的是啥？玩呗，还能干啥？你呀，就是一个活该不会享福的命。如果是我要是来这里游玩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住的地方。像你这样只顾玩，玩过之后吃什么住哪，有没有想过？跟刘董学开酒店。你有这么多钱去建一个酒店，那怎么搞？民宿呀，咱们这里最好民宿，一年纯利润有多少你知道不？说了你也理解不了，你就说一下，你家原先有几口人，家里有多少个可以住人的房间？我家房子有2层，1层有4个房间，2层也有4个，再加上前院有一个我爸经常住的那个房间，还有厨房、杂物间。家里原先就1个人，去掉坤叔住的那个房间，有8间房都可以空出来。这就对了嘛，8个房间
可以住8个人，一个人1晚按100块来算，就有800了。这还只是住宿，还有吃饭呢，仅仅一家就能这样。如果你把所有的村民全都聚集起来呢，全世界麻袋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自己不会弯腰去捡，有啥用？也不止我不会捡，那37这么厉害，还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你能跟他比吗？他是不想这么麻烦。你知道他种的那些东西卖出去1年能赚多少？多少？我昨天晚上细算了一下，就他那一个山头，1年到头都可以赚100-200万是没跑的。再加上鱼塘他占大头，还有果园他同样占大头，总的算下来，他还玩什么民宿？你以为他为啥拒绝我投资？因为没有我的投资，他也能赚得很多。想赚钱要学会把握机会，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了，就看你怎么抓住了。记住，有事就把果冻那小子拉进水，有他在的话，你做什么都方便。为啥？因为他有本事，他以后接触的人和事都是你平时接触不到的，这个理由够充分不？就凭这小子的医术，只要开了我这个先例，肯定有大把有钱人来求到他的头上来。只要有这一层关系在，你还怕没钱赚？听我的，拉果冻下水，多投点钱，把每家每户装修起来，搞一个地方特色，然后找几个网红宣传一波，就算走上正轨了。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有点笨了，一直想着钱，却没有想到身边有着这么多赚钱的机会。老王，其实这网红根本不用找，37自己就直播，粉丝几10万呢。啥？就他还是一个网红？您看一下，这就是他的直播号。你真是……算了，现在跟你说这些，你还不明白？好好做，将来总会有出头的一天。哟，37，早啊，又直播呢？闲着没事赚点人气呗，不是说有了人气可以直播带货呢吗？你去忙吧，我来帮你播。你倒是挺闲的。大家好，我是37的朋友，今天闲着没事，可以帮大家解答一下各种问题。咱们村叫仙桃村，我现在站在的这个位置是37的承包的菜园。咱们村俯瞰就像一个葫芦。相传在上古时期，有2个神仙在咱们头顶这块地方打架，突然一个法宝葫芦从天而降，掉落在了这个地方，所以咱们这里以前又叫葫芦口。不要说我在骗你们，这些事情都是有事可查的。据说咱们这里正是因为有葫芦法宝落下，所以沾染了仙气，所以这里的土质极好。就拿咱们这里种的水果和蔬菜来讲吧，别的地方有钱都吃不到。你们这群带节奏的，我有啥需要卖的？咱们这里的水蜜桃30元1斤，别人抢着要，蔬菜都是2位数的价格往外卖，还供不应求。你们说我需要带啥货？算了，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。要是不信的话，去洪武县城打听一下，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水蜜桃事件，最近祥和酒店菜价大涨，带货带啥货？算了，不播了，没意思。37，我先回去整鱼塘了，你这直播间人太多，太乱了，没法播。怎么样，我表现的还行吧？太紧张了，会不会发挥的不好？很不错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你这一波看着不像宣传，其实已经宣传的很到位了。这事要是让37知道，会不会生气？不会，他永远不会关心这个。我看他敢。可是37呢？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呢。人挺多呀，今天事情提前干完，带你们逛逛我生活的地方，有兴趣没？看到没？刚才我是在那个小山头工作的，从这个方位看去，只能看见一座山，上面种的东西是看不见的。那个位置的地势很奇怪，从上面往下可以看清村里的一切，包括别人家院子里的情况，当然别人屋里是看不见的。接着37在直播间里详细的介绍了仙桃村。行了，不用看了，咱们的计划被这小子识破了。啥意思？咱们的事情就咱们几个知道，没人跟他说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不用看着我，我一直在这里待着，没给他打过电话。他现在就是在替你们宣传村子呢，先是村里的全貌，现在又是鱼塘。我敢说，他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昨天咱们钓鱼的地方。这片地方景色美不？对于这里，咱们这也有一个传说，传说这里是2个神仙打架，其中一人手持仙剑，一剑劈开的。你们可以看看这2侧的石壁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光滑？不用看我，这故事肯定是这小子编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过。我倒是听说过这么一个传说，很早之前的事情了，好像是找安叔治病的时候无意间提起的。哦，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再往前就很危险了，就不直播了。爹啊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竟然舍得放弃你那几亩地了？又去县城了？去置办点家居用品。听听，这有了钱，用词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还家居用品，没事多学学英才，人家拿钱装修房子去了，就你还天天没个正形。37，你这粉丝涨得有点快呀，
昨天村里发生了啥？我哪知道发生了啥，反正沾了老王的光。这家伙名气有点大。老王，你干啥去啊？找老王。37，你们是来这里游玩的呀？还在直播呢？你们驴友？就是看你直播的时候，觉得这里挺好玩的，打算在这里玩2天。对了，你们这里有住的地方吧？你们找住的地方？大叔，您家有住的地方？有是有，只要你们不嫌弃就行，住2天还是可以的。反正我家那2个娃都不在家，家里就我们老2口。大叔放心，我们来这里住给钱，3个人也住不了几天。要啥钱呀？咱们这里都是山村，平时没几个年轻人，你们来了还能热闹一下。不过我可告诉你们，咱们这里有些地方可不能去，太危险。放心，绝对不去危险的地方。大叔，这车可以开进村里不？可以，我家门前好大一块地呢，随便停。我们先把车停好，等会再来找你玩。小韩，你在哪呢？刚才村里来了3个年轻人，说是来游玩的，被强子叔接走了，说是要给住宿钱，强子叔不要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没有想到这宣传效果这么好，才1天时间不到，就有人跑来玩了，估计是附近的人，可是听口音又不像。福伯，你们还打牌呢，赚钱的机会来了。啥赚钱的机会？刚才那几个人来咱们这里游玩，这还不是赚钱的机会啊？你小子少打歪主意，人家看得上咱们村才来玩的，你要是做啥坏事，小心你爷爷打断你的腿。学学英才哥，去问一下他为啥要装修房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英才哥这2天往小韩家跑了好几趟了，跟老王请教赚钱的方法，别到时候他们赚到了钱，你们又眼红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洪武县仙桃村的鱼塘，这里的鱼塘不算大，但是数量不少。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尝尝这里的草鱼，到底有没有37说的那么好。这位小姐姐你好，你们这里的鱼卖不卖？你们是记者？我们是户外主播，现在正现场直播呢。听说你们这里的草鱼味道不错，所以想买2条尝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的鱼是不散卖的，已经被人承包了，就卖我们几条，我们不要多。天虎哥，他们要买鱼，你接待一下。买鱼？我们给钱，我听说了，50元1斤，我们不要多，2条就行。行，那就卖给你们2条。芳芳，等会我给他们抓2条，你看着给称一下，要是37问起，就说我决定的就行。谢谢老板，真是太谢谢了。老板，行好，再卖给咱们2条，就2条，主要是你们的鱼太好吃了，我怕回去之后吃不到呀。你们在哪住？孟天强，你们村里人都叫他强子，就在他家住。那就没事了，你们去他家住，还能不管你们饭。咱们这里的蔬菜和鱼都是这个味，没啥好不好吃。欢欢，你们明天就要回去？回去，再不回去，我的公司都乱套了。最近因为我的事情闹腾的不行。不是说还得休养几天的吗？我早上的时候去问了安叔，回家休养也是一样。事先说好的，给37的医治费用，我就不直接给他了，到时候你们给他就行。对了，你们的住宿费我已经转给天明兄弟了。哼，见钱眼开，有时候不收钱比收钱要好很多。走之前我再提醒你们一句，以后这里要是有很多人来的话，一定要管理好，定一些制度出来，比如说放一些垃圾桶，不然要不了多久，热度一旦过去就没人来了。有时候小问题也能引发大事件，短时间看不出来，时间一久各种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。这37还真是的，这个时候都不来送一下。对了，能不能查出来这卡里有多少钱？这是37的钱，跟你可没关系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收了他们多少钱？不管多少钱，那也是我应得的，这钱跟你也没关系。真拿这个见钱眼开的父亲没办法。爸妈，我今天不在家吃饭了，不用准备我的饭了。这丫头3天2头往外跑，早晚把她嫁出去。看到没？3天给了10万，这有钱人真不拿钱当回事。你说他给37多少？少说也得20万吧。现在37也有钱了，你回头从旁边敲打一下，让他把房子建了。
这样咱们家小韩也能早点嫁过去。你说这都20来岁的人了，人家像他这么大，早就结婚生孩子了吧？你就是见钱眼开，想打三七那点钱的主意。我可提前说明，到时候彩礼不能多要人家的，你已经从他那里得到的不少了。三七不在吗？怪了，人去哪了？你家主人去哪了？说不说不说话的，中午没你的饭吃。没出息的家伙，你咋跑树上去了？快下来！傻事呀，我好不容易才上来的。好家伙，这么高的距离，吓死人了！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对了，你咋来了？给你送钱呗。啥钱？王董走了，走的时候让我把这钱给你，说是医疗费。有钱直接转账就行了，还神神秘秘的，用什么银行卡呀？你就不好奇里面有多少钱？你不说还好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好奇了。别皮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爬到树上做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在这里建房子，建在哪个位置，建成什么样的比较好？在这里。对呀，就在这里。有点麻烦，这里建房是要申请的，大概率批不下来。让你爸签个字就可以了，我可以给钱呀。你能给多少？给了钱你建房咋办？你看看这个够不够？啥？这你就没？这是我应得的，他给钱我治疗，这么点钱换一条命，他不亏，这钱我不能不收，不收他就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可是你也不能收这么多呀。他又不傻，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不可能不会算这笔账。在这之前他花了多少钱来治疗？至少是这10倍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没用，我能治好，收这些理所应当。就算你能在这里建房，这里没路咋办？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可以修呀，围着这个山头让路斜着上来，然后在原来的路上修成阶梯状，这样的话不但可以走上来，还能把车子开上来。这样是要花很多钱的。把老王给的这些钱全用在建房子上，我就不信不够。这么多钱，如果全用来建房，那肯定是够的，不但够，而且经费充足。别说普通的3层小洋楼了，就算是建一栋小型别墅都够了。跟你爷爷商量过了，他不知道，不过没事，我只要说娶媳妇用的，他肯定不会阻拦的。谁要嫁你了？我也没说是你啊。好你个三七，好打是不？你过来，蹲下来，还愣着干啥？背我下山呀！我还没吃饭呢，等会你要给我烤鱼吃。不，我今天要喝鱼汤。小韩，等会被人看到了，不好吧？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哈喽，三七，你们平时也来这里烤鱼？看到没？你们要见的三七哥，来，大家礼物走一波，咱们跟三七合个影。那个可以了吧？我们还吃饭呢。没事，你们吃，我们直播就行。一直对着自己拍个不停，这让人怎么吃？哼，你们3个等会直播完，把垃圾清一下，我们这里不允许随意乱丢垃圾的。顺便借你直播间跟大家科普一下，不管到哪里玩，至少要遵从一句话，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，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，要不然来个几次就全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的时候一定收拾干净。总算不会再缠着自己了。喂，你刚才当着人家直播间的粉丝那样说，会让人家损失很多人的。少就少呗，他们要是自觉遵守，我会这样说吗？那他们以后不来了咋办？不来就不来，管我啥事，又不影响我赚钱。嘻嘻，就喜欢你这种性格。你刚才说啥？能不能再说一遍？美的你，快点做饭，我都饿了。坤子家总算是翻身了，英才找了一个好媳妇，天天守着鱼塘，特别能干。我上次去看了一下，好像在写什么计划书，是个读过书的女孩。饭都顾不得吃，听说还怀了身孕呢，英才有福了。英才，马上吃饭了，你去叫一下芳芳，都跟你说过了，怀有身孕能不去就不去，那边又不用天天守着，真是的。爸，我跟他说了，他说在鱼塘那边心情好，而且不吵，对孩子有好处。那你也去看着点呀，家里装修有我看着就行，你别瞎操心。我这不是也着急吗？今天强子叔那里就接待了3个客人了，不过他大好人没收钱，要是咱们这里早点装修好，到时候就能先人一步了。喂，你们干嘛的？堵着路了？就算是第一次来，也不能把车停在这里啊！村里空位那么多，停哪里都行，为啥非要停到路边？不好意思，刚买的车还不熟，不知道哪里可以停车。
自己还没蹭到3期的热度呢，反而让这些主播跑了过来。村里大把的地方可以停，停哪里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停路边。行了，把车钥匙给我，我帮你们开过去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帅哥，咱们刚买的车很少开，还不熟。对了，你们要是直播的话，最好注意一下，自己玩就行，千万别打扰3期。这家伙看着老实，脾气大着呢，要是你们的行为引起了他的反感，估计会把你们赶出村子。哦，脾气大了好呀，这样才有看头呀。他家住哪？你们要干啥？我们也是他的粉丝，去找他合个影，绝不会一直打扰他的。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头你们会看到一个小平房，村里唯一的一栋小平房就是他家的。谢谢你了，帅哥，回头有空请你吃饭。也不是太拉胯嘛，至少还有叫自己帅哥，李大帅哥啊，有眼光。哼，你小子长能耐了是不？把你姥爷都气走，你告诉我是不是故意的？咋回事啊？你说咋回事？那么多人围在咱们家，你倒好，跑到那小木屋不进家，你是清静了。我们2个老家伙呢？我不管你是不是为了发展村子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！大黄，回去把人赶出村去。丹叔，咱们有事好说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我哪知道我要做什么？这是你问3期去。天门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，但是我也不能为了一个孙媳妇把自己的老命赔进去啊！老的惹不起，我去找小的还不行吗？天虎，来下后山。啥事呀？这么急找我来？村里都闹翻天了，都有人报警了。把这个挂到村口，以后但凡有人违反了这条规定，直接清出去。3期，你这样能行？村里可是指望这些人赚钱呢，你这样做等于毁了村里的财路呀。还有这个一并挂到村口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照这些牌子多写几个，每个地方都挂上。但凡有人违反了规矩，必须处罚。这他娘的一点都不为村里人考虑呀！3期，你这样会惹众怒的。如果谁不服，直接告诉他，随时可以与我解除约定。我种我的地，他们赚他们的钱，我无所谓。3期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你能跟我透个底不？我这样拿着牌子把人一赶，得罪人的是我呀。知道我种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不？知道咱们养的鱼为啥比别人卖的好不？不要觉得是因为关系所以才能卖高价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因果关系。之所以卖得好，是因为咱们这里的山好，水好，环境好。你看看这些家伙，他们是来干啥的？自从他们来到咱们这里之后，乌烟瘴气，垃圾到处丢，庄稼到处踩，整天闹哄哄的，连狗都不得安宁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不出1年我们仙桃村就毁了，到那时别说赚钱了，屁都没有一个。没这么严重吧？有没有这么严重？你把我的话传出去就行了。反正我有自己的这1亩3分地，我承包了好几年呢。他们自己毁自家的根基，跟我有关系。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如果我搞不定，我他娘的也不干了。你就胡闹吧，等这些人全都不来了，会后悔的。行，你翅膀硬了，我现在是谁都管不了，老子不干了。小韩姐，还是王董想的周到，提前就能预料到今天的事情。咱们这还是准备的有点晚了，这2天村里到处都是垃圾，乱哄哄的。你看看福伯家种的那点蔬菜，全毁了，一颗都没剩。这些人的素质太低了，只顾自己，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。这是3期哥不知道吧？他要是知道，估计又该发火了。放心吧，他不会知道的。这2天他忙着呢，天天晚上都不进家，就守着菜园呢。让开，全都给我让开！所有人都不准离开。由于这几天你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村里的情况，由于堵门造成了老人病发，我现在不管是你们其中的谁，在场的全都有份。我已经打电话报警，咱们到时候当场对质。啥？出事了？天虎，到底咋回事呀？谁出事了？还能有谁？任老爷子的，人都回他自己家去了。3期能忍我可忍不了，这些家伙必须赔偿。没这么严重吧？
看样子应该是真的。那2个老头年纪挺大的，那现在咋办？找个机会先溜吧，真被他们困在这里，到时候不好说。他们怎么离开了？别让他们走！这些人太不像话了。天虎，拦着他们啊！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没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3七说了，再出现类似的情况，直接将人赶出村子。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东西，不能受到这些人破坏。咱们种的东西之所以这么好，那是因为咱们这里的山好、水好、环境好。如果遭到破坏，就是自毁根基。如果谁要是觉得这么做挡了大家的财路，可以集体投票，他不强求。天虎，3七真是这么说的。福伯，我觉得3七说的没错。那刘董为啥花这么多钱买咱们的鱼和蔬菜？还不是因为咱们养得好。别的不说，咱们就去后山那里待上1天，感受一下后山的空气，再去其他村感受一下，就知道情况了。你别说，天虎这么一解释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英才家的那个媳妇天天往鱼塘跑，以前还不知道咋回事，现在想想，觉得还是他聪明，在那里舒服呀。我估计是因为那里的空气对婴儿有好处，他是下意识的想要往那里跑。我估计也是。我也经常往后山跑，怎么感觉不到？芳芳，不会真像他们说的这样吧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反正我就是觉得在鱼塘那里待着舒服。现在才3个多月，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在村里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的，只要到了鱼塘那里，我就感觉得到宝宝在踢我。这不太可能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宝宝是不会骗人的。我觉得天虎哥说的没错，你们这里的环境就是好，养人就是鱼塘那里。鱼塘那里咋了？没什么，反正我觉得天虎哥说的不错，良好的环境可以让人身心愉悦，少生疾病。不是天虎说的，他才说不出来这些大道理呢，这些全是3七教他的。行了，咱们也去挂牌子，以后这些主播再来，赶出村子去。天明，你这样可不行，这都几天了，村长都不想干了是不？人家3七做的真没错，这是您小家子气了。哼，这是师傅糊涂，但3七竟不和自己商量，自己这个村长摆在哪了？天明消消气，跟3七认个错，人家现在后山修路呢，施工队马上就来了，你不去看一下哪能成？我跟他道歉，他想多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他修路问过我了吗？那块地是他承包的不假，没有我批准想都别想。天明，你确定不让他修？不让。我可听说了，他是准备在那里建新房的。前2天我去他那菜地拔菜的时候，他正拿棍子在地上划的。你知道他划了多大的地方？他要建房？那可不是为了建房，他在那里修啥路？他不会想把房子建在那片山头吧？这有啥不可以的？那里大部分都是他家的田地，不算在承包的范围内。就算他建上，咱们也不能说啥。就他那小气的样子，还想着建房，他能建多大？看他规划的样子，反正比你家要大，比你家现在的3个那么大。哦，这家伙一提到建房比谁都开心，嘴里说着不要，心里比谁都想大。就是这个德行，习惯就好了。对了，你这小卖铺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小韩出的主意，说我家占了一个好地方，在村口这里，以后人流大，卖东西不亏。难哦，现在咱们村的名声可不好。管他难不难，先准备好再说。这万一要是能成呢？小韩也不是那种胡乱说话的人，人家是跟王董学过的。叔，我建议你呀，把你家那2层楼房也装修一下，跟坤子家学学。我就算了吧，人老喽，干不动了，能在家里养老，小日子过得舒服就成。怎么样，在这里建一栋小型的别墅，不孬吧？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爸还没同意呢。怕啥？那不是还有你妈在呢吗？为了建房子这事，3七既不想低头，又想得到爸爸的点头同意。一向怕自己老妈的3七，竟然厚着脸皮缠了老妈小半天。得到老妈的同意后，直接就先斩后奏，请挖机拉水泥了。你小子这么着急干啥呀？恩叔，3七要在这里建房。我知道。他还没跟我申请呢，这建房我得签字才行。我知道。那您还任由他胡来？天明啊，你还记得以前答应过我啥事不？啥事业？你说只要3七答应你，你就把小韩嫁到我老郭家来，对吧？叔，这事我不会忘的。您提这个做啥？
三七答应你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的承诺？叔，我跟三七也有赌约，他得让村里先富起来。你跟他的赌约我不管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可是签过字按过手印的。怎么？难道还想让我回去把那张废纸拿来让你确认一下？恩叔，咱们现在说的是三七建房子的事情，至于其他的咱们过后再谈，行不？那行，咱们就来说说这间房子。你说，如果三七要娶你家小韩，需不需要建新房？咋又扯到这个话题上来了呢？需要，那肯定得建呀，不然的话也太委屈我家小韩了。那行，现在我家要给他们2个建新房了，等建好之后让他们2个成亲。叔，建房可以，但不能在这里建呀。不在这里建，在哪？难道在我老宅上建？我告诉你孟天明，今天我家还就在这里建新房了，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，咱们三七不比以前，手里有钱。感觉自己跟这老家伙根本说不到一块去，有钱咋了？有钱就了不起，就可以不按规矩办事。正找你呢，你咋来这里了？快来帮我签个字。签啥字呀？没看着我正忙呢吗？你以前怎么说的？只要我还继续做老师，你就无条件支持我的工作。咋了？现在反悔了？那行，既然这样，我不干了。你这说的啥话？我这也没说不签呀，只是……小韩，事情我可给你解决了，你自己拿到县里去找人吧，剩下的我可不管了。谢谢妈，我现在就去，1个小时后给你们好消息。我开你的车去，等我好消息。小样，我治不了你。刚才签的啥？似乎被媳妇骗了。师傅，按照这图纸，围着这个山头转上半圈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坡度就不会太陡了。小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王董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小韩没告诉你。他没说。100万。哼，治一个所有医院都搞不定的活死人，就给100万呀？不会是1000万吧？你小子打算用多少钱来建房？200万，至少也得200万吧？毕竟要修这么长一段距离的路呢，说啥也不能比天虎家花的钱少到哪去。全用上，1分不留。我操！你小子疯了，全用完以后你们还怎么过日子？那么多钱，你以为用黄金打造啊？叔，那钱虽然是我的本事赚到的不假，但是也出乎了我的预料。我现在还有手有脚，没钱可以再赚，不拿来享受，难道还存起来让他生钱不成？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么多钱存到银行，利息都够你们吃的了。你小子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，村里的分红也够我吃一辈子。行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这么长时间过去，说不定孟小涵都能拿到审批了。喂，小涵，审批是不是下来了？要是下来了，我可让他们动工了。三七，审批下来了，不过我现在回不去，我被堵在镇上了。堵车了？不是堵车，被人拦住了，他们要砸我的车，我不敢下车。这路不通，走其他路。路是你家的？小兄弟，哪个村的？仙桃村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在这种情况下打人，人家往地上一扔，赔死你！哪个仙桃村？还能哪个？咱们这镇上就我们一个仙桃村吧。你在哪呢？不用了，我已经看到你的车了，你先在车里别出来。小兄弟，哪村的？我们村的车被人堵了，我过来看看。最好绕路，对面有人喝醉了，躺在路中间，谁经过就骂谁。咱们就是因为这样跟他们打起来的。这路还能往哪绕？都快到家门口了，咋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走到这里，前面过不去，后面也退不出去，不让过。上车。我操！你先把车开回去，到后山帮忙看着。你干啥？你可别干傻事。我有分寸，一群借酒发疯的家伙罢了，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我就是吓唬他们一下。大叔，锄头借一下呗。小兄弟，这事可不能乱来，真伤了人要赔钱的。放心吧，叔，咱啥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大家不用怕他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不敢动手，把他围起了，报警。现在知道是法治社会了，刚才干啥去了？知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这里是公路，不是你们家，影响正常交通，撞死了也顶多赔点钱。打架可以，
去没人的地方，想怎么打都没人管，偏偏跑到这里来影响交通。行了，现在不用你们报警了，已经来了，等会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人都抓进去，看咱们谁有理。醉酒闹事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小兄弟，仙桃村的。对，仙桃村。你们村现在名声打得很响呀。坏名声吧？不管名声好坏，反正能打响就是好事。小韩，咋回事呀？你怎么去这么久？没啥，在路上遇到了2个村里的人打架。没出啥事吧？37呢？没有，37跟天虎在后面，快回来了。这手笔够大。你说我家厨房少点水泥，能不能铲点回去？铲呗，人家37还少这点水泥是咋的？村里的这些人还是忘不了贪小便宜。天明，问你个事。啥事？你说这37建房为啥不先把房子建好，再去修这里的路？再说了，为啥要把房子建在这里？这里是啥情况？他应该知道才对呀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也知道这里不干净，但是有啥办法？安叔都发话了，就把房子建着，说他们老祖宗就在这里住过。还有，你说人家建房都是先打地基，37为啥要先修路？不先修路，车怎么上去？东西怎么运上去？先修路，路好了以后，货车直接开上去，不但不耽误建房，地里的蔬菜运输也方便了，这叫有头脑。你懂个屁！哦，芳芳，回家吃饭了。知道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去37那里摘点菜回去。怎么还要摘菜？咱们村里来人了呗，这次是真的游客，不是主播。住我们家了。他们认识我，所以就住咱们家了呗。不会是你朋友吧？不是，还记得上次你们让我去帮37直播不？就是在那里认识我的，他们觉得我实在，就选择了咱们家。那你快点，我先回去。坤叔，你们家世代都在这仙桃村的吧？对，一直都在这里住。可是我从资料上查，这里应该有姓郭的呀，为啥你们都姓孟？这个要从很早以前说起了，咱们村现在也是有姓郭的，不过只有一家。哦，那这家人现在还在喽？在，不但在混的还好呢。对了，既然你们是看37直播才找到这里来的，那应该知道37吧？他家就是姓郭的，他真名叫郭37，37是他小时候咱们起的外号。你们打听这姓郭的可是有什么事？我们就是好奇，我跟弟弟喜欢到处游玩，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把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给记录下来。咱们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，本来以为都是姓郭的，结果发现你们都姓孟，所以就想打听一下。快点吃，吃完了我带你们去房间看看，一人一间刚装修好，你们要是晚来2天，这2间都没得住。对了，看你年纪不大，能喝2杯不？不了，不会喝酒。坤叔，这就可以下地干活了。早好了，要不是英彩拦着，昨天就能下地干活了。听说你们家昨天有客人？哟，姐弟俩天没亮就跑出去玩了。这一次人家可不是主播，你不用出手赶人家了。有人就行，家里没有白装修。对了，昨天那2姐弟跟我打听你们家的事情。打听我家的事情，该不会还是主播吧？不像主播，不过这2人胆子是真大，天没亮就准备好了工具，说是要进山。说你没跟他们讲，这山里普通人不能进。说了没用，人家有信心，说什么神农架野人去，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了。我想让英才给他们带路，他们都不肯的。这山里别说外人，就算是本地的村民都不敢乱入，山禽猛兽居多，野猪什么的还只是次要。最主要的是这山里有豺狼虎豹，这万一要是出了点事，虽然跟他们没多大关系，但是也会影响到村的质量。英才，住你家的那2人现在回来了没有？没有。一点都不让人省心，来玩就行了。那么多好玩的地方，非要进危险重重的大山，这大山岂是好玩的地方？不行，还得进山一趟。小韩，这里你帮忙看着，我去找找这2人。玩得还开心吧？你们这里的景色很不错，我们只逛了几个地方，准备明天继续。好玩就行，你们先休息，等做好了饭我会叫你们的。这2姐弟有点不正常，不像其他游客那样手里拿着手机或者相机走到哪拍到哪，看到什么都会露出好奇的模样。这2人没有，目的性很强，来到这里直接就找到了自己。姐，这里果然跟书上记载的一样，到处都是宝，咱们这趟没白来。别忘了咱们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那金银蛇。
那都是传说中的东西，不可能存在的。咱们家的那千金方，任何一个方子里面的主要都是虚无的东西，根本不可能存在。早上进山的时候，你又不是没看到，这里的情况跟别的地方不同，说不定那方子里的主要在这里能寻到呢。行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谁让你医术比我高呢？对了，那三七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找他？暂时先不要管他，这山里能有这么多老药，由此可见这郭家也没落了。既然没落了，那千金方还给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用处。咱们留着就有用处。为了这些方子，咱们可没少折腾。还别说，以前我一直以为祖训有误，没想到还真被咱们找到了这葫芦口。姐，如果这三七真的继承了祖上的本事，你真的会把这千金方还给他们？开门。你找谁？你们进山是为了采药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爷爷留在山上的草药不见了，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？这要不是人种植的，都是野生的，我们在大山里看到了采回来，难道有错？这确实没错，因为这些药都是无主的，谁采到就是谁的，但心里就是不爽，过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缺德，一点都没留。从小爷爷就教自己，这山里的草药不到一定的年份不能采摘，结果自己和爷爷一直遵守的规矩，现在被2个游客给糟蹋了。自从村子开始好起来之后，就没有一天安宁过。刚送走了一批主播，这又来了2个偷药人。你就是三七？你认识我？你好，我姓江，你叫我江峰就行。我看过你直播。对了，这是我姐姐江轩，跟我一样是名中医。自己是过来找麻烦出气的，对方这么一通介绍，反倒成了相认大会了。你就是三七，这么说你也是一名中医了？三七，你咋又发火了？这次人家可不是主播，咋又惹到你了？你爸说他们2个进山了，这大山能是随便进的？我这不是进山找他们去了吗？他们倒好，自己跑回来了，还在山里采了一大包药回来。做事留一线，这是采药的常识。你看看他们干的好事，连幼苗都给拔了，这让我爷爷知道了，咋办？这不是没有忍住吗？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草药，感觉这里应该很多，采回去一些也没啥的。哪里想到这是别人留下来的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这次就算了，以后不要随便进山，这山里野兽很多，我们本地人都不敢随意乱进，等到出了事就晚了。那这些药材呢？采都采了，还能再种回去不成？反正这些东西我们也用不到，你们拿走吧。谢谢。姐，他真的是中医？就算是中医，也不是一个好中医。能够把一个活死人在3天内给救回来，他要不是一个好中医，这世上就没有厉害的医生了。你是说他医术很高明？从小就跟爷爷学祖传的中医，他姥爷也是一名中医，同样是祖传的。你说他厉害不？那他中医达到了哪种境界？这中医还分境界。你咋也帮起忙来了？三七，这还没成亲呢，就这样，要是成了亲的还得了？现在的小年轻真开放，咱们那个年代，谁敢这样光明正大的亲热呀？这些活以后不用你干，你见过刘洋干过活？你见老王做这些苦力，你得清楚自己的定位，在一旁指挥就行了。知道了，那2个游客找着了？找着了，自己回去了。这2个偷药贼，偷药？可不是咋的，他们背着包到山里采药去了。我爷爷之前做好记号，留在山里的草药全被他们采完了。那山里的草药是无主之物，你以为做了记号就是你的了？我也没说是我的呀，只是这心里不舒服罢了。你说2个中医采药就采药，谁还拦他们不成？非要装成游客，偷偷摸摸让人反感。哎，你说他们2个都是中医？好像是吧，听他们语气应该是中医不假。可是他们里面不是有一个女孩吗？女孩也能当中医啊？可能是大城市来的，咱们不懂。反正比自己要好很多，同样是中医，别人开奔驰大 G， 自己却在这里过着苦闷的生活。那女孩是不是长得特漂亮？我脸盲，看不出来。你说实话，我又不会怪你。我真的脸盲。算了，不理你了，回去吃饭。老爷子，到你了，只要你能配制出解药，这局算你胜。小子，如果让你来解的话，该怎么配置解药？爷爷，咱家的鸡都让你拿来做试验了，这是最后一只了。没了再买呗，你就说能不能解？配啥解药呀？一针的事情，用药多此一举。哼，不准用银针，就配解药。如果你能解，以后爷爷不再逼你学习药材知识。真的，你可不准反悔。谁要是反悔，谁就是孙子。有没有办法？
怎么样，能不能解？不能解的话直接认输，我又不嘲笑你。哼，这样吧，只要你能解，我可以送你一样东西。我敢保证，我送的这样东西你肯定喜欢，而且本来就是你郭家的东西。这院子里根本没有解你这毒药的药材，就算我会调配也没用。没关系，给你1天的时间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只要能找到解药都算我输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就是我说的，我江轩说话算话。那行，就这还用1天？我现在就把解药拿给你。这些全是你自己看看算过关不？这不可能，这些都是我好多年前配置的了，一直没有用上就收了起来。就你这种手段，我几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互玩了，你这都过时了。可是刚才他，我爷爷逗你玩呢，喜欢的话送你了。现在都啥年代了，还玩这种小儿科？有本事去研究一些治疗疾病的药材，比玩这些强多了。毒药啊，这哪是能玩的东西，一不小心命都没了。我爷爷以前就是玩你这些东西，所以现在家当都没了，也没人找他看病了。你个臭小子，找死是吧？这年头，医生是治病救人，别玩这些有的没的。那个，我们要吃饭了，你们是不是该离开了？姐，你们2个可是姓姜？听37的没错，这些东西根本不入流。有时间多想想治病救人。老头子，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想的太多，所以到现在还没摸透我家千金方的要义。你们姜家那本书是假的？这不可能。你们2个很不错，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强。不过你们走错了路子。那千金方是我郭家传下来的东西，是真是假我当然清楚。你们姜家当年拿走的是手抄本，里面每一个方子都有错误。不过这种错误你们发现不了罢了。进屋一起吃吧，我让37多做2个菜。啥是千金方？咱们郭家的祖传之物不是被我卖了吗？你从小到大背的就是千金方，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，不比你姥爷传你的鬼门13针差。鬼门13针，老爷子，这鬼门13针几百年前就失传了吧？谁说失传了？只是没人学会罢了。那任老头研究了一辈子，针法出神，愣是学不会。现在那传说中的针灸之法成了咱郭家的了，以后就是咱们郭家的家传宝贝了。等以后这2人有了孩子，把任老头接到这里来，2个人同时教自己的重孙，想想都开心。儿子完废了，还有孙子；孙子废了，还有重孙。这千金方不可能是假的，假的怎么可以治病呢？小峰，你说对不？这郭老爷子肯定骗人，咱们家靠着这方子治好了多少病人？不行，这事我一定要弄清楚，这郭老爷子肯定骗人。姐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只要能救人就行了。可是这上面有很多主要都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根本没有呀。你管他有没有，反正这没有主要的千金方也能救人，不但可以救人，还能杀人呢。继续寻找金银蛇，只要在这里找到了金银蛇，就证明郭老头说谎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可是咱们的身份都暴露了，怎么好意思留下来？为啥不行？这村里是姓孟的天下，跟郭家没有关系，咱们就在这里住着了，不就是钱吗？我还是能付得起的。姐，你说这37到底达到了中医的哪个境界？我跟他比的话，谁更厉害一些？当你问出这话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可是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，年龄能说明什么？人家跟你一样大，还有女朋友呢，你呢？有女朋友了不起，以我的身份，在咱们那里想找几个没有？那行，你就找一个给我看看，只要你能找到，你以后的零花钱我包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谁家的孩子，一点家教都没有，小小年纪就这么皮，长大了咋办？怎么回事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他哪里做的不对？好好说话，你拿个棍子想打人？这孩子是你家的？不管是不是我家的，你打人就是不对。是你家的就好办了，这小子偷看老娘洗澡，你说这是该怎么办吧？什么？这大中午的在家洗澡？也就7、8岁左右，还在上小学呢吧？这个年纪的孩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我才不偷看你洗澡呢，长得那么丑。小兔崽子，你再说一句。那是你们村的李老赖，明明是他去你家被我抓住了，往我身上泼脏水。
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还学别人说脏话。今天我要替你家人好好管教你。龙龙说咋回事？是不是又闯祸了？嫂子，你上个月刚回来，可能还不知道，这是福伯的孙子，贴得很。谁？福伯现在还在家呢，等会有啥事咱们敞开了说，别吓着孩子，还小呢。既然是福伯家的，那就算了，下次再这样我可真打了。天虎叔，我没偷看他洗澡，是你们村的李老赖，他……呜！小孩子别乱说话，快点回家。爷爷，天虎叔欺负我。好你个龙龙，今天必须请你吃一顿竹笋炒肉。天虎，你想干啥？福伯，这小子乱来，你知道他跑到哪去了？他去哪你也不能打呀。我不打，我要是不打他的话，就被别人打了。这小子跑到了我们村去偷看。我才没偷看，我是追一条蛇。爷爷，那蛇有2个脑袋。啥2个脑袋？以后可不能乱跑了。是真的，爷爷，那蛇2个脑袋，长得可丑了，去了刘寡妇家去了。我想去追，就看见那李老赖跟刘寡妇在床上打架。这小孩子口无遮拦，一旦说出去会遭人嫌的。爷爷，他们真的在打架，我亲眼看见那李老赖压在刘寡妇身上的。别乱说。我没乱说，刘寡妇肯定被打得很惨，一个劲的。行了，回去写作业。福伯，吃饭了没？三七叔，我刚才见到蛇了，2个头的。啥？在哪看到的？那蛇是不是2个头颜色不同？有一只头是黄色的。金银蛇？在哪见到的？刘寡妇家，就她家老房子里，他们都不信我。哪个刘寡妇？李家沟的。走，跟我一起。去了。去刘寡妇家抓蛇。三七，现在去不好，改天再去。不就是2个头的蛇吗？兴许龙龙骗人呢。这2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三七，你现在过去会被人赶出来的。确实，人家一个寡妇，我去了影响不好。等会让小韩跟我一起，就不会有人说了。还傻站着干啥呀？你应该有李老赖的电话吧？通知他呀。我没他电话呀。那现在咋办？要死也是我死吧！我抄近道去他家敲门。喂，美女，我还有事，能先放开我不？你们这一来一回，着急的不行，是要干啥呢？姐，我真有事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这村里的人都有病。没事别乱说话，等会先去附近的这几个山头探探情况，明天一早再进山找找。叔，等会小心点，咱们别去那边，去他家厨房，那边有人。啥？刘寡妇有病，喜欢被人打，等会被他发现了，咱们要挨骂的。你个臭小子，早跟你说了不要乱跑，一点话都不听，快点给我回去！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，就知道玩，我让你玩。刚才他们没看见吧？看见了又能咋的？我来你家借东西，不行呀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又不是真打，只是做个样子，还哭什么？再哭我就把你一个人丢出水。你还记得那蛇从哪里经过的不？在那，我跟他们在那里玩见到的。水泥路，根本不可能留下什么痕迹。你回去把大黄找来。去找大黄？怎么可能？看见大黄就怕，根本不敢好步。你怕啥？去找我爷爷，告诉他我要找大黄。看到啥了？啥都没看到。我现在要去找蛇。那你慢慢找吧，我还没吃饭呢。这种地方你还能找到？我是找不到，不过大黄应该可以，只要顺着他爬过的痕迹找到了他的老窝，还是有机会抓到他的。这双头蛇有啥用？配合其他药材，可以制成一种药丸，普通人服下可以百毒不侵。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真有金银蛇的消息？不知道，龙龙这样说的。那你让大黄过来找啥？龙龙说，那蛇是从这里爬走的。爬哪了？刘寡妇家。那就进去找呀。你去试试。确定是这块地方是吧？天，还真有蛇爬过。大黄给我找，找到他的老巢。好像是从后山来的。什么怪物？
回去。不抓了。不抓了，以后这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最好找东西围起来，撒上药粉，不然这片梨园……安叔，不是说抓蛇吗？不抓了，以后千万别靠近这里。抓啥蛇？2个头的蛇，我也没看见。龙龙说的。金银蛇。你认识？3期好像也说是金银蛇，不过没见到具体长啥样，只是听龙龙的描述。今天被隔壁村追着打的那个小孩是不是就叫龙龙？你认识？我出村的时候见过他，被隔壁村的一个女人追着打。他在哪看见的这双头蛇？就是打他的那个女人家，不过那蛇去了又返回来了，我也是听说的，没见到。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该干啥干啥，以后这里少来，就算要打理果树，也要向村里报备。大家都等一下，找几个好手去鱼塘帮忙清理一下。咋回事啊？刚才刘洋打电话过来，需要一大批草鱼，我估计咱们这里的鱼全部清完也不一定够。不过不管了，先清了再说，刚好清完可以投放新的鱼苗。咋回事啊？突然要这么大的量？你这一次要是清完，后面可就要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档期了。放心，这次我酒店有动作，这些鱼要派上大用场，就是太少了，不然那是越多越好。目前只有这么点。这鱼塘里我之前算了一下，当初一个鱼塘投放了2000尾草尾，能清出这么多，已经算不错了。行吧，现在有多少算多少，等会清完直接给我报上数，我把钱转给小韩。这次天明要吐血了，把这么多钱全部送人了。他只会偷着乐，这些东西再怎么送也是自己人，他就这一个女儿，等他老了，家里的东西还不是属于小韩的。现在说的是好听，早晚还是3期哥的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天明来了。还行，今年的鱼情不错。左贝，跑你身后去了。叫啥呀？有本事自己下水。天虎，怎么不先放水？放水不是好清理很多吗？快来帮忙！你小子最近吃啥了？力气这么大？哪这么多废话？把船往岸边开，这一网有大家伙。有大家伙，好像是青鱼。这里啥时候还养青鱼了？少说的有几10斤吧。青鱼应该是个头很大哦。这鱼我要了，价格好说。我正愁着找不到一条大鱼坐镇呢，现在有了。青鱼的价格可要定算。价格好说，只要能让我京城的分店顺利开张，这条鱼我多加钱都行。京城、祥和的分店都开到京城去了。有王董的支持，开到哪不行？谁都别动，这鱼我先拍2张合影。先别急着拍照，我要新鲜的，运到京城还要养着呢，快点称重。天明，你这塘里啥时候还有这么大的鱼了？这的长了多少年？会不会是黄狐狸跑来？有可能，快去看看那网烂了没？果然，那大网上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。天虎，你这鱼塘管得挺好，这么大的洞，等会鱼都跑完了。没想到这洪湖给自己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这鱼塘里可是经过临水稀释的，跟洪湖连接的话，这里的大鱼几乎都会朝着塘里涌来。也就是说，眼前的这个鱼塘不只有青鱼，还会有其他的鱼种。刘董，今天这一趟估计你不会白来。重新用网堵起来，再回去多找几张网过来。对了，天虎，这个塘刚开始清吧？这是第1网，我还没开始呢。刚入水，龙龙就看到了一条大鱼飞出水面，说明这个鱼塘里的鱼多，而且很多这种大鱼。那行，这个鱼塘跟洪湖连了，很有可能会有其他种类的鱼。等会清的时候，注意把种类分开，咱们好好跟刘董算算账。咋回事？有鱼顶我屁股。让你还调皮？行了，在其他地方玩，别在这里玩了，这个塘里可能会有危险。3期，你手机呢？开直播呀？要播你播，我可没这个时间。天明叔，帮个忙，不用说话，拿着手机对着拍就行。拍啥？拍你有多帅？天明叔，直播间里可都是人气，你忘了王董离开的时候咋说的了？现在是青鱼塘，塘里有大鱼，是个吸收粉丝的好机会。直播我自己来就行，又不是没手机。说你现在不了解，3期人气高，宣传力度大，用你的直播结束都不一定有几个人。天虎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总算是把孟天明给骗住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仙桃村的村长孟天明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今天咱们村清理鱼塘那样的。我是3期未来的老丈人，他的号还用得着我压榨？行，你们爱看3期，我就给你们看。3期快来，我这里抓了10多条鲤鱼，这条尾巴全红，好漂亮哦！我这条翘嘴至少有20斤，今天要赚翻了。哼！现在知道了吧？你们的3期也不是万能的。有没有人想看100斤的青鱼？想看的吱一声，咱们去看100斤巨鱼。3期有啥好看的？这小子长得又不帅。看到没？这就是100斤巨青鱼，都是我养的，咋样？爸，你干啥呢？直播呀。你在直播？他们都夸你漂亮呢。我孟天明的女儿遗传了咱们老孟家的良好基因，能会差到哪去？你别跑呀，有啥好害怕的？这些网友挺可爱的。喂，他们都要看你呢。哼！现在知道了吧？我女儿要是嫁给3期，是那小子的福气，不是我硬塞的。这小子窥视我女儿好长时间了，他以为我不知道呢。咋回事啊？一脸不开心。谁欺负你了？还能有谁？我爸爸老不正经，谁让你把手机给他的？他拿着你的账号在那里瞎直播，到时候你人气没了，后悔都晚了。人气没了就没了，我又不靠那个吃饭，他喜欢玩就玩去。这么多鱼，他今天没心疼死都够好的了。可是他刚才拿着手机对着我拍。拍就拍啊，这有啥？我没化妆。你没化妆也好看。真的？在我看来，你不化妆的样子才最好看。太打击人了！怎么没看到江轩他们2姐弟？不知道，应该出去了吧？咱们村就这么大，一天就逛完了，没啥好玩的。天虎，行了，天快黑了，收工，剩下的明天再来清理。小韩姐，这是今天卖鱼的钱，你核对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等会我把钱转给你一部分，你跟天虎每人拿5000，其他人凡是干活的，每人300。哎，总共也才做了2个多小时的活，这就一人拿300。小韩，这样不好吧？这次的鱼有很多都是从洪湖跑来的，算是白捡的。还有工人的钱可不是我出的，是刘叔给的，所以我只需要付天虎和芳芳的工资就行了。刘洋？对呀，他多转给了我1万块，说是付村里的工钱。对了，发完工资之后，你要统计一下，已经清了3个塘，这3个鱼塘以后再投放鱼苗的话，就属于村集体了。至于那个通往湖里的鱼塘，明天能清完的话，就明天再说。很快，在孟小涵的安排下，众人将鱼全部装上了车，回家。咋回事啊？好像是李家沟的人。刘洋跟村里有合作，谁闲着没事去拦他的车子？你这人怎么不讲理？我都说了，只是路过你家，想进去讨口水喝，你还没完了？姐，别跟他瞎扯，这娘们无理取闹。有事回头再说，你先让开，让车过去。你谁呀？老娘在这里骂人，管你啥事？今天偷偷摸摸去我家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看我这么一个寡妇好欺负是吧？偷偷摸摸去刘寡妇家，这话怎么听怎么有歧义。3期眼光再差，也不会去打这个女人的主意吧？少啰嗦，有事你们自己解决，先把路让开。咋了？这路你家的，我站在这里碍你事了？今天我还就不走了，我看你能把我咋样？这位大姐会不会说话？你叫谁大姐呢？这位美女，行了吧？麻烦您先把路让开，咱们这鱼不能长时间放车上。切，你的鱼不能长时间放，我就可以任人欺负呀？这2个人一声招呼不打就跑到我家，你们还有理了是不？他们去你家，你找他们呀，不能挡我们的路啊！你干啥？没有理你还动起手了是吧？老娘告诉你，今天啊，快放手！再不松手，我叫人了！你这个天杀的，你不是个东西啊！大白天就摸寡妇家门，到了晚上又对寡妇动手动脚。你们先走，这里我来解决。这样不会有事。有事我兜着，你走不走？咋回事呢？怎么又闹起来了？是啊，咱们能不能别闹？这里是仙桃村，不是咱们李家沟。你要闹事也选个好地方。你来的正好，看看这家伙，
手脚不老实，对你婶子动手动脚。他这是想女人想疯了，看上了老娘的姿色。见过自恋的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说话也得先照镜子呀，要啥没啥。37能看上他哪里？行了，快点回去吧。你要是再不回去，我可去找李老赖去了。你啥意思？以后闹事可以去其他地方，别到咱们仙桃村。你跟李老赖的事情，我们也不想管。至于他们两个去你家，你自己想办法，别没事找事。大黄过来，记好这人的样子，以后不准他进村。你们没事跑他家干啥？他跟李老赖的事情，几个村的人都知道，天天往他家跑。你们去他家，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我们就是去找那双头蛇，谁知道会撞见这事呀？咋了？你们又撞见了？一天被人撞破了3次，这不服都不行。你也撞见了？我开始还以为这两人是夫妻呢，原来不是呀！真会玩。找那双头蛇干啥？那蛇已经反窝，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出现。找金银绳。对方手里也有千金方，你们还没放弃那方子呀？我爷爷既然都说了，那方子是假的，他就不可能是真的。没事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哪来回哪去。我们这里只欢迎游客来玩，容不下你们这2尊大神。你们好，请问这里是仙桃村吗？你们是来这里游玩的吧？有没有住的地方？刚好我家还有空房。去我家吧，我家地方大。这么说，这里真的是仙桃村了？哎妈呀，总算找对地方了。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，想采访一下你们村。李老赖，你他娘的找死是吧？我家大黄惹你了，你要下药来对付他。你家的狗一直在这守着路口咬人呢，看不见呀。那行，你把这肉当着我的面吃下，我看你敢不敢。37一直是一个老实巴结的家伙，平时路过他们村，见到自己都会绕道走。今天这是吃了冲药了不成？37，住手！咋回事？怎么能打人呢？大料呀！本来仙桃村最近的热度不减，让很多人想过来掏第一手大料，没想到竟然被自己碰上了。仙桃村的大网红37动手打人，这新闻一出，肯定能引起一大波的关注。这李老赖给咱们村的狗下药，失败之后还想动手，他们两个偷奸，不躲着人也就罢了，现在倒好，还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我他娘的也不是泥捏的，任凭他们欺负。哼！37，老子啥时候偷奸了？你别他娘的侮辱人，我要告你诽谤！滚回去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不清楚还是咋的？难道还要闹得全天下人都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情是吧？看不到有电视台的人在采访呀？一点小事我们不跟你计较也就算了，村里的生意都快被你们搅黄了，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丢人。我告诉你李老赖，不要以为你辈分高就可以胡来，我李天虎不吃这一套。明天我就跟我爸说，全村进行投票，如果你再这样，直接搬走吧，这李家沟容不下你。李天虎这一通话说的李老赖气急败坏，却又吓得不轻。如果真进行全村投票，村里人肯定没有人站在自己这一边，自己是什么货色比谁都清楚，而且现在还是在做电视台采访，这是要真是抬到明面上来，自己以后真没脸见人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事还没搞定呢。刘董，你怎么？原来一直跟你们酒店合作的就是仙桃村呀。孔记者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该不会又是接到了上级下发的任务了吧？还不是生活所迫。不过您今天在这里，我倒要好好采访一下了。这一次您该不会还没时间吧？你也看到了，下辖买食材我都要亲自跑了一趟，哪有什么多余的时间？现在趁着车子过不去，我就借用您宝贵的时间。这一次您该不会还没时间吧？一说到这个我就来气，这女人太气人。昨天晚上要不是37，估计我都回不去。怎了？昨天您也遇到这事了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昨天有2个游客去他家讨口水喝，追着人家骂，直接骂到了村口。你骂就骂吧，我这鱼不能耽误呀。他倒好，直接坐在路中间就是不让过。刘董，现在可是在录着，说话注意点哦。注意啥呀？今天这事要是解决不了，我估计要白跑一趟。这女人太难缠。对了，今天这又是咋回事？不会还是昨天的后续吧？这次您猜错了，是那个男人对村里的狗下毒，被抓了个正着。给大黄下毒？哼！他这是脑袋被门夹了，哪怕去山里跟狼斗也行呀。可黑子斗他估计够呛。别闹！刘董，这狗咱们救不了了。我特别想知道上次王董来这里的事情，
听说您这次在京城开了祥和酒店的分店，有王董的投资对吧？这么说的话，您是想把祥和的总部迁到京城了？什么事都瞒不过你，这个没什么好隐瞒的。王董是有投资，不过祥和的总部不迁，而且这一次王董打算在咱们这洪武县大力投资。我这里可以给你透一个底，王董这次的投资项目还是他最拿手的，而且投资力度很大。他要投资的地方，该不会是这仙桃村吧？网上可是对这事关注已久，上次王董可是在这村里住了好几天呢。坏了，出事了！快点把这事解决，实在不行直接报警处理。这种人留在你们村，你们村永远都别想发展起来。大黄别闹了，跟我进山。你小心点。孔记者，这山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太危险。那他能？他不一样，他从小就进山采药。那山里的情况，除了他爷爷，村里没人比他摸得清。刚才你也听到了，有狼。大早上的山里狼嚎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可是孔记者就喜欢这种场面，越是这样，他越是要往前。天明，把村里人看好，任何人都不要进山。叔，是不是发生啥事了？刚才的狼叫是在呼唤自己的同伴，现在进山等于找死。那三七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山里的情况他熟，你们不行，滚回去。爷爷，三七他真的没事。放心吧，别说是狼，就算遇到老虎，他也能跑掉。姐，我不行了，坚持住，把手给我。不知道大黄斗不斗得过野狼？如果可以，那就好办了，至少可以将狼引开。如果不行，自己的一个人对付两只狼，有些麻烦。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砸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松开手，命总算保住了。谢。喂，还有我呢。自己下来。我脚崴了。就这么点距离，自己滑下来不行。还能走路不？走不了。自己找个棍子，快点离开，不然真会死在这里的。主人，又有野兽往这边来了。不知死活，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这山里不能随便进，就是不停。如果不是听到狼叫，你们死定了。不要以为自己会点武术，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武术再强，也不可能跟野兽斗。长这么大，还从没有被男人这般搂的。爷爷，真的没事？没事，你看他们这不是出来了吗？快过来帮忙，先把这家伙带回去，伤得太重昏过去了。治好后立刻赶出村子，以后都不能再让他们进来。如果自己晚去一步，鬼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找死也不是这种找死法，他们死了是一了百了，可是村子就要因此摊上事了。咋回事？真有狼？身上都有狼抓过的痕迹，有点麻烦，还是带去镇上吧。不用送镇上，你们不治我治。治好立刻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对了，那记者跟着刘总一起走了。李老赖的事情解决了？解决了，被爷爷骂走了。解决了就好，我去鱼塘那边看看，在清理鱼塘之前，那个与洪湖连起来的得好好利用一下。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受了点伤。他受伤了？不是我受伤，是那两姐弟。行了，没事了，我有事跟你商量一下。是他们呀，那就没事了。有啥事说？就是咱们那个鱼塘，我准备。三七，你直播账号借我用用。啥账号？直播账号，你又不直播留着浪费，借给我，我帮你播。下载直播平台了吧？手机给我。下载了，早就下载了。我早上还试了一下，没人。你要我手机干啥？用三七的账号直播，那么多人喜欢自己，可是用自己的号一个人都没有。好不容易进来了2、3个，没过多久又离开了。行了，以后不要乱点，直接点登录就可以了。我打算把那水渠加宽。啥水渠？就是通往湖里的那个水渠。难道你就没想过，这次清理鱼塘多了很多杂鱼？咋就没发现？你知道今天卖了多少钱？不但有鱼，还有龟呢！好家伙，把那刘董高兴的不行。一个劲的感谢，你见过谁做生意给了钱还一个劲的感谢的？今天在场的人，每人又给了300。感觉李天虎根本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。算了，明天自己去搞，先斩后奏。
三七，这样不好吧？没事，咱们村自己的地，你没看天明叔还在那呢吗？他只顾直播，根本没注意到这里的情况呀。这挖机都开到这里来了，他离这么近，你告诉我他不知道？看着那水流与洪湖的水池平，李天虎也是兴奋的不行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最后的这个鱼塘就不用时常换水了。而且，三七，这个鱼塘还放不放鱼苗？放呀，为啥不放？可是这放了鱼苗，你挖这水渠是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是为了以后其他鱼塘换水方便。还有，这里的网一定要加固，不能用普通的，最好用铁丝网来固定。三七这么一说，李天虎更是摸不清头脑了。这图啥？以前也可很方便呀，现在好了，这个水渠直接加宽到了3米多宽，以前的时候才1米多，不是为了洪湖里的鱼，它为的是啥？这网到底是拦住自己养的鱼不往湖里跑呢，还是拦着湖里的鱼不让其进来？咋了？刚才有鱼咬我。大鱼还是小鱼？我哪知道？3米宽的水渠呢？鬼知道在哪个地方。正当李天虎想要下去验证一番的时候，一条手掌大小的鱼突然窜出了水面。啥情况呀？洪湖这么大的地方，再加上水质不比现在这里好太多，为啥会游到这里来？别管啥情况，以后这塘里的水不换了。这个不换还说得过去，那其他5个呢？也不换。我去，又来！天明说：“快来，有好玩的。”干啥呀？让你来就来，不来你会后悔的。咋回事？湖里的鱼想进咱们的鱼塘呗。这鱼塘咋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鱼塘以前一直是你在养，上次清鱼塘的时候网都被撞破了，现在刚换上的网又来，你说这是咋回事？我要是知道咋回事，还来问你。三七，这是不是就是书上所说的鱼跃龙门？你才上几天学，还鱼跃龙门？你还是想办法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吧。这鱼以前是天明叔养不假，可是现在是你在负责。我就说前段时间这里怎么会一直有水声呢？当时还吓了我一跳，一直不敢往这里来，没想到竟然是洪湖的鱼，害我还担心了这么久。你早就知道？之前我在那边工作，总是听到这里有动静，我还提醒过小韩姐和三七哥呢，他们都没怎么在意。行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说来也怪，这些鱼就这么跳了一会，逐渐没了动静。还有时间段的？有，每天都是快要吃饭的时候才会有动静。你们看，现在刚好12点半，也就是说，每天只有12点到12点半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行不？先想想这些鱼咋办。鱼跃龙门，多好的卖点！既然咱们也不知道，就不管了呗，让以后来这里的人自己猜去。这里以后就是咱们村的一大景点了。明天开始，我找人来这里种一些花，刚好这挖出来的土可以利用，种上花草，再清除几个可以通往水渠边的阶梯。啥时候这么有头脑了？还有那个网也要换，不能再用这种网了，太容易烂。咱们要直接把它修筑出来，人可以站在上面的那种桥。这样的话，以后有人来这里玩，可以站在桥上拍照。哦，天明说你太厉害了。只是天明说，这修桥的钱从哪弄？三七出呀，这村里他占大头，他不出谁出？这鱼塘可是你家小韩占大头。哼，杀我家的，早晚都是他家的。这些点子全都是网友给出的，哪是天明叔想出来的？就这样，三七的直播间在老丈人一本正经的搞笑下越做越好。嗨，咱们村来了几个游客，到底是几个？有7、8个呢，我家住不下，全被坤叔接走了。三七心里猛地一突，算是被这些游客搞出了心理阴影。虽然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再次听到都有一种要赶人出村的冲动。这次人家是真的来游玩的，是咱们县城某个公司的员工。咦，不对啊，咱们县城的员工跑到咱们这里来游玩。说是啥公司来着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不过他们是永丰集团旗下的，说是过段时间王董要在咱们县城搞投资房地产，这些员工就是他们那里调过来的。那行，既然是真正的游客，就好好接待。对了，英才哥，咱们买的那些垂柳什么时候能送到？快了，说好了2点来的，这都过了10多分钟了，我再打电话再催一下。行，那你再催一下，一旦运过来，立刻找人种下去。我得去东村接一下我外公。快去吧，还等啥？早该接来了。我听东村的人说了，你姥爷最近过得也不开心，天天被家里吵得不行。以前还只是大儿媳妇，
现在小的那个也闹腾了起来。都在这里休息呢。这是仙桃村的三七，可不就是三七嘛？上次还去过你们家呢，又不记得了。姥姥记性不好，来找你姥爷的吧。过来接我姥爷去我家住一段时间。接走好，你这孩子孝顺，不是我说你姥爷，他家那2个媳妇天天吵，这不家都不敢回，躲在这里看人家打牌。你们村那些什么网红都处理好了？姥爷，都处理好了，全被我赶走了。虽然现在也有游客，但是现在村里不闹腾了。从你回来后，我爷爷天天跟我吵架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才想把您接过去。那老家伙天天都骂你？也不是真骂，就是脾气很臭，饭量也没以前大了。村里人现在都不敢往我家跑，生怕被他骂。那行，我再去你们那住段时间。对了，车就停在这里，别开过去了。你跟我一起回去搬东西。三七，今天这事你做的就不对了。以前你拿走了咱们的家传宝贝，咱们没说啥，现在你又来打我们的脸是吧？三七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外公的行李，一句话不说。你看今天这办的是啥事？要是今天你把人接走了，让村里人怎么看咱们？大，您真的？哼，啥真的假的？我东西都搬出来了，我又不是真老了，不知道你们心里想啥。既然在这里被你们嫌弃，还不如找个可以养老的地方。行了，都进去吧，吵了这么久也该休息了。爸，你这一去，村里人会说咱们的闲话。你也知道村里人说闲话，我天天不进家，村里就不会说闲话了。你自己出去多打听一下，有多少人在说咱们家的闲话。算了，今天说完，明天还是一样，我就不说了，累了。阿舅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你们是长辈，所以今天你们骂了我这么多，我没有说一句话。但是临走之前，有些话我觉得还是有说的必要。老爷他把你们从小养到大，不但他不欠你们的，反而是你们欠他的。就算他不给你们任何东西，你们也欠他的。做人要懂得感恩，父母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完。今天我也给你们交个底，你们不养我来养，算是替我妈偿还这个恩情。老爷到了。还是这里好呀，有时候吵点也没啥，至少不会让人烦心。郭老头，我又回来了。老丈人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哦，能不能合个影？你一个女孩子，别跟那些人学，小心被人误会。女孩子好呀，不会被三七记恨。我一个伙伴昨天被大黄追着咬呢。以后都注意点，我那女儿脸皮薄，你们可不能因为好玩破坏了人家的感情。切，才不会破坏呢！我才在你们村待了2天就已经看出来了，三七跟小韩姐那就是天生的一对，月老搭桥牵线的，谁也破坏不了。老丈人，既然今天这么开心，你去帮忙说个情。咱们今天要吃烧烤，让三七把地里的蔬菜卖给咱们一些呗。我们去找他，连他那个山头都去不了，就被大黄给赶下来了。买蔬菜呀，我这说话也不好使呀。那小子天天跟我作对，要不你去找他爷爷或者他姥爷。这小子是个大孝子，能管住他的也就这2人了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不成？反正我有事求他的时候，都是去找安叔的，只要安叔一句话，他不听都不行。谢谢老丈人，等会我们吃饭的时候，请你一起。一起就算了，我怕我家那口子误会。一说起这事就头疼。自从自己开始直播以后，许杰对自己特别的关注。平时自己浏览个小视频，遇见美女都不敢多做停留，生怕被自家媳妇抓到，说自己老牛吃嫩草。那行，就不打扰你直播了，记得早点休息，少直播，年纪大了对身体不好。小韩，你说这房子装修好了，我是不是就要搬进来住了？搬呀，为啥不搬？可是我搬进来之后，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多无聊呀！让你爷爷和你姥爷也搬进来住呗，3个人就不无聊了。我跟他们说过了，他们不肯，说这是我结婚的新房，他们才不会住进来呢。哼，人家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一点都不假。我可跟你说了，不许打我主意。我爸说了，不到结婚，在外面过夜都不行，每天晚上必须回家。上次不也在外面过夜了吗？哪次呀？你忘了？英才和芳芳回来那天，
咱们在这里吃烧烤。哼，就是因为那一次，我爸才定的这个规矩。你到底想干啥呀？你再这样，我可不理你了。37见小韩露出这种表情，忍不住伸手在小韩的脸上捏了一下。别闹了，我跟你说个正事。啥事？英才哥想明天去买辆车。买车？他钱够吗？分期付款。唉，他迟早都要去芳芳家一趟的，至少年前要回去一趟。芳芳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英才，你这第一次去，到时候要是老丈人找你喝酒咋办？要是找我喝酒，我倒是不怕，就是怕他把我关在门外，不让我进家。你这话说的，人家把女儿交给你，总得给点考验不是？以叔的经验告诉你，到了那里嘴巴会说一点，进门先叫爸妈。还有呀，喝酒的时候别表现得太会喝，先不说你的酒量咋样，反正别喝太多就对了。天明叔，你有啥经验？你跟我婶子好像是相亲的吧？你也经历过我这事。不过说真的，英才，你到了那里一定得稳住，就算对方拳打脚踢，你也要死不松口，不要对方一下唬你就怂了。还记得东村的事情吧？那男孩大雪天跪在雪地里，本来东村人都看不下去了，只要他再坚持2天，说不定就成事了。结果呢，他放弃了。像这种轻言放弃的人，谁放心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他？知道了叔，我懂的。37哥要走了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？走就走呗，只要芳芳站在你这边，难道对方还真把你赶出来不成？英才，交给你4个字：死缠烂打。到了那里千万不能像在村里这样，别人说2句心里就不舒服，不然你会败得很惨。哈哈，我是没你这么好的运气，不过我会争取，等我好消息吧。放心吧，坤叔，英才这是有99%的把握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芳芳父母那边已经知道了。什么？不信你问小韩，这是芳芳跟小韩说的。这次去主要就是考验英才哥，而且路上还会带着他的小舅子，您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，只要英才哥不是太怂，这事成了。叔，这是不能告诉英才，你告诉英才，不是害小韩吗？坤叔拿着手机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得相信英才哥，他对芳芳的感情你还看不出来。行了，回去等好消息吧。明天他到的时候，我会主动打电话问一下情况的。在37的劝说下，坤叔心神不宁地朝着后山走去。小子，我是不是也要考验一下你？我觉得有考验的必要。昨晚还跟你婶子说呢，我觉得你小子一直在装模作样。这要是真把小韩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学坏了咋办？37就这么看着对方左右，一句话不说。不行，我觉得吧，你得接受这个考验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前几天刘董不是派人过来拉走了一车的蔬菜吗？我呢，不让你出太多的钱，就把我家的那厨房给修一修。只要这是你办得漂亮，我这一关算过了。行，别说修了，就算是重建我都没意见。我操！你小子说的真的？我还敢骗你不成？那你等着，我回头计算一下，看看重建需要多少钱，到时候你把钱打给我就成，我自己建。看着孟天明如此模样，孟小寒深吸了一口气，狠狠地瞪了一眼37。你今天又要提现了？那可不，这时间过得真快。哎，这捡钱的日子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呀。看到没？就当给你爸发工资了。他直播挺辛苦的。这年头直播这么赚钱？有人吗？你们找谁？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你好，我们想找一下孟村长，谈一下合作事项。37，你咋在这里呢？家里来客人了，知道不？谁啊？听说是你家亲戚，不认识，好像谈跟你有关的事情。我家亲戚？好像是要给你说媒的。走呗，去你家看看。不去，有啥好看的？你亲戚不回去不好吧？我家能有啥亲戚？回去我也不一定认识，让我爷爷应付去。我想去看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看热闹不嫌事大，都什么关系了，还想看自己相亲？先说好，回去可以，但是你不能闹事。放心吧，一个村的，别人肯定不知道是啥情况，不会在意我的存在。如果你去相亲的时候也可以带着我，就说我是你妹妹。真会玩。到底是谁啊？这不就是那个多少年都没来过咱家的舅爷吗？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跟年轻人一样，喜欢给别人说媒啊？镇西头的大王庄知道不？你是说这是你奶奶的娘家？
对，这是我小舅爷。以前我奶奶在的时候，我爷爷生意还没这么差，他天天都往这里跑。自从我爸那事之后，他就没来过了。走，爷爷、姥爷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小孩来了，快坐，我去给你倒水。行了，姥爷，都是自己家，有啥好客气的？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哥，这女孩是三七，你还认识吧？舅爷好。这就是三七。哎呀，都不敢认了。这么说，进屋那女孩是三七的女朋友，一个村里的天明叔的女儿，孟天明。咋回事？天明这又发啥疯呢？谁知道怎么回事？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估计有人要倒霉了。就他，在这村里还能治得了谁？天天直播，都忘了自己的本分了。三七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咋回事呀？这天明发什么疯？爷爷，你就不用出去了，我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小韩，从今天开始，老子要跟他断绝关系，你也不要理他，让他一个人玩去。哎，早上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等着三七给他修建厨房呢，这才几个小时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爸，你发啥疯呢？这家里有客人呢。我发疯？你问问这小子干的什么好事？到底咋回事？咋回事？这小子他不是个东西，连我的钱也坑。三七，你老实说，这直播是不是有钱赚？我直播了这么久，钱去哪了？不要以为我不懂你们年轻人这一套就来欺负我，整整200多万呀！我辛辛苦苦直播了几个月，我的钱呢？天明叔，这是我的账号。这话好像说的没毛病，账号是三七的，自己只是借来玩玩。可是今天有一个传媒公司的老板过来找自己，想要连人带号签下自己，给出的那可是天价。就是号又不是你的，粉丝也是人家三七积累的，难道把东西借给你就是你的了？事不大，解释一下，蒙混过去就成了。那我也直播了这么久，这钱也得有我的一份不是？要是钱少了还说得过去，这可是几百万，不是小数目。爸，人家把钱给你了呀。啥时候给我了？我咋没收到？咋就没给你？你看那修桥要钱吧，还有石桌石椅要钱吧，还有种花买树的钱。早上还说给你钱让你修厨房呢，你记性咋这么不好？咋了？什么钱不钱的？还不是我爸对最近村里和账目不满呗，不是我说他，本来就是他先提出来的，把三七绑到了村里。现在好了，三七答应了也照做了，他倒好，为了一点工资就开始说来说去，感情三七才是这村里的村长，他不是似的。总觉得这是有点不对劲，可又说不上。三七不是有个直播号粉丝很多吗？您可能不知道，这粉丝越多变现越快。我爸就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，所以就借了三七的号来直播。现在赚到了钱，三七就拿这些钱投入到了村里，结果我爸就跑来说钱没给他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。现在的天明叔完全被女儿绕晕了，明明就不是这个意思，硬被对方歪解了意思，整件事情错的全成了天明叔。爸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现在就是见钱眼开忘了初心，做人不能这样，是你从小教我的，你还时常告诉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，难道你都忘了？难道真是自己做错了？那今天有传媒公司找我签约，年薪好几百万呢，我该怎么办？此时的孟天明完全忘了自己是找麻烦的，现在却变成了来请教的了。你以为人家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人家看中的是三七的账号，没有这个账号，别人就这么乐意给你钱，让你天天去直播。爸，你飘了，你不要忘了，三七一旦收回账号，你还是仙桃村的村长，这些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这样，孟天明明怒气冲天的来，却灰溜溜的离开，到头来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干啥的，反而被女儿数落了一顿。人家谈钱都是几千几万，可是到了三七家，村里人谈钱都是按100万来算的吗？那得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就先不唠叨了。既然三七已经有了对象，这个媒人我就不做了。等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跟你喝上几杯。不对呀，自己是去拿自己应得的劳动成果，又不是去讨饭。村里的建设是三七当初答应自己的，跟这直播的钱有啥关系？2000多块钱一部的手机呢，何苦跟自己过不去？耶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不搞直播了。孟天明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媳妇，欲言又止。咋了？这是谁又惹你生气了？还不是你那宝贝女儿，她跟三七一起坑自己老爹的钱。怎么坑的？坑了多少？你自己看看，200多万呢，1分都没分给我。直播这么赚钱？
当然赚钱，不然我天天直播为了啥？那你为啥不用自己的账号去播？不要扯开话题行不？现在谈的是钱的事情，跟谁的账号有啥关系？关系大了，这账号不是你的，你只是借来玩玩的。37也是看在小韩的面子上才把号借给你，要不然这么赚钱的东西，他干嘛要借给你？行了，别想太多了，你要这些钱干啥？等你老了，还得指望这小子给咱们养老呢。那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见过谁会跟自己的女儿置气的？妈，放学了。刚放学，见你爸一个人生闷气，正开导他呢。还生气呢？明天我去找安叔。爸，你还不死心呢？这还没闹够呀？我又不是去闹事，我去跟安叔商量一下，计划一下你跟37啥时候完婚。他家房子还没建好呢。再说了，哪有这个时候成亲的？村里都没啥人。说着，孟小涵还朝着自己的老妈使了一下眼色，想让对方帮自己一把。哪知许杰也是点点头，是该商量一下了。两个人也都不小了，人家像他们这么大孩子都上学了。明天我也过去，如果可以，今年就让他们把亲事办了。妈，你怎么也跟着胡来？咋了？你不想嫁过去？不是不想，就是觉得早了点。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早？孟小涵不说话了，只是心里特别纠结。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这一旦结了婚，父母定然急着要孩子，这哪能成？自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。最主要的，自己喜欢现在跟37恋爱的滋味，如果成了亲，谁知道会变成啥样？此时，37家同样在说着这件事情。37呀，你跟小韩准备啥时候成亲？37看着二人一本正经的模样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你也不小了，该考虑一下了。我昨天去你那新房看了一下，装修的差不多了，估计月底就可以搬进去了，速度很快，刚好可以喜上加喜，就在你那新房把婚事办了。爷爷，我们还没定亲呢，这怎么能说办就办呢？都是农村，定什么亲？你要是想先订婚，那也行，明天咱们就把婚事定了，年前结婚。这叫啥？闪婚吗？自己的婚事可不能被家里人左右，而且哪个女人没有一个婚礼吗？哪个男人又不想自己的婚礼漂漂亮亮，倍有面子？所以这婚绝对不能现在结，要结也等自己赚了大钱，完成两人的梦想，不让自己有遗憾。爷爷，我跟小韩商量过，这婚可以先定，但是不能结。啥意思？爷爷，您听我把话说完吗？人家小韩说啥也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同学那么多，他是准备结婚的时候要把人全请来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如果不订婚就结婚，他会被同学笑话的。行，那就先订婚，我明天跟天明商量一下。别急啊，爷爷，我小的时候您就教我，做人不能言而无信，对吧？对，我是这么说过，所以咱们更应该先把事办了呀。可是村里人还没富起来呢。爷爷，你是对我没有信心是吧？咱们当时说好的，只有全村人都富了起来，小韩才能嫁给我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您可以不要这张脸，我可不行。对，被将了一军。行了，这点小事有啥好争的？依我看，你要是真担心，咱们明天找天明把事情商量一下，也不订婚也不结婚，但是可以把事情商量下来呀。哼，啥都不办，商量个啥？这是没得商量。那你也得看看小韩的意思吧。国安不说话了，嘴里嘀咕着，也不知道想些什么。你们聊，我接个电话，英才打来的。咋这个时候打电话？你现在在哪呢？算算时间，对方应该还没到才对啊，至少也要明天早上吧。我现在没开车，芳芳他弟在开，我在后排坐着呢。我就是心里紧张，打个电话聊一下。不过对方这个电话打的倒是及时。行，你想聊啥？我陪你聊。才啊，我劝你多跟芳芳沟通一下。我对你这事呢也没啥经验，就不跟你多聊了。你到了之后咱们再联系，你看行不？别呀，我现在一个人坐后排呢，他们两个聊天我听不懂。喂，这手机信号差的，听不见声音。就这还兄弟呢？我敢肯定，这个时候37肯定跟孟小涵在一起，要不然哪会这般着急挂自己电话？吃饭了没？没呢，被我爸气饱了，非要逼着我们结婚，我趁着他们不注意就跑来了呗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结婚呀？
当然不能结婚了，我现在还没体验到恋爱的过程呢。我那些同学一个个在群里吹得很大，我要不体验一下岂不是很亏？走，带你去楼顶。有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？当初你说想在这里建房子，现在我做到了。这房子装修好，绝对是整个村最大最漂亮的。现在你想要尝试恋爱的滋味，我也一定会让你体验到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对，闭上眼，把心神放空。太直男了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会把握。先别睁开眼睛，我让你睁开的时候，你再睁开。睁开眼睛看看。你啥时候开始布置的？这么大的阵仗，自己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。早就开始布置了，你没发现这里的菜地其实就是一个字吗？从我爸开始跟爷爷打赌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准备了。谁说老实人就不懂了？只不过自己不善于表达罢了。那这些彩色的灯呢？这个简单呀，工人装修房子的时候多买一些灯，让他们装上去就行了。这份心意，任何一个女孩子都会沦陷吧？这就是种田人的浪漫，独属于我们两个的浪漫。37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37没有说话，就这么看着对方。人家想哭怎么办？你没睡？刚醒。昨晚你爸一定着急死了。着急就着急呗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行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最好看一下手机，昨晚响个不停。大半夜给自己打电话，这肯定是有急事。咋了？可能出事了。小祖宗，你这一晚上到底干啥去了？快来县城，明明出事了。啥？咋回事？出车祸了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小韩，明姐出事了，我得去县城看一下。我也去。怎么样？联系上了？联系是联系上了，只是能不能救治就不好说了。这就是报复。如果敏敏出了事，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陪葬。有用吗？人都被抓起来了，你还想干啥？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把敏敏救过来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没事了？系统，这次我也是尽力了，没用，伤得太重了，您最好准备一下，把人送到京城，也许还有希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系统，天灾人祸，还请节哀。金瑞，要不你去做什么？站住！37，你来的正好，人还在手术室。林医生，你带他进去看病人，我去追景瑞。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，而且非常严重，由于失血过多，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。现在你们都出去，我要救人。你们是不是已经没办法了？凭洪武县的医疗水准，别说治疗，就是保命都有点困难。既然你们没办法，那就出去，守好门，谁也别让进来。我治疗的时候，不管你看到啥都不要惊讶，如果看不下去就闭上眼睛。小兄弟，麻烦开一下门，不然我们要破门了。病人现在需要安静，你们这样胡闹，出了事是负责不起的。现在怎么办？些动人呢，万一出事，咱们顶不住呀。喂，刘叔。小韩，你们在里面做什么？外面都乱套了。刘叔，37正在给明姐治疗，你不能打扰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别让这些医生再闹了。哦，有没有把握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他。那行，有情况立刻联系我，我现在就把人全部叫走。景瑞，现在情况很复杂，你需要做一个决定。谢景瑞此时满脑子江湖，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第一，你现在破门而入，带着敏敏去京城，这个希望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第二，把这些医生全部带走，不要在这里打扰37治疗。我听小韩的语气应该没啥大的问题。景瑞，那37的手段你没见过，但是我见过，这小子我经常跟他接触，不是一个胡来的人。王董的事情你应该听说过，全世界的有名医院都跑遍了，一点效果没有，是他几针下去给治好的。见谢景瑞就这么低着头，红着眼睛不说话，刘洋也是急得不行。行不行？你倒是说个话。这些人在外面吵闹，如果真的影响到里面的治疗，你也不愿意看到吧？谢伯报，明姐跟37是合作关系，他们村的果子和蔬菜很多都是经过明姐的手，她也不会希望明姐出事。如果没有把握，她不会来医院这样闹的，这样对她没好处。我明白，死马当做活马医吗？林医生，这事你们不用管了，这间手术室我暂时借用，让你们负责人打印一份责任条例出来，我签名，出了任何事我负责。系统，如果现在送往京城，现在送到京城，
有几成把握？就算是有直升飞机送过去，也需要时间，到那时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把握。既然都没有把握，就相信里面的小兄弟一回，他是我女儿的朋友。现在只能祈祷，祈祷可以救治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自己那死去的媳妇交代。就这么一个女儿呀。谢伯伯，我已经点了外卖，您跟我爸先去吃点东西吧，这里有我看着就行。你们吃吧，我吃不下。金瑞，这不吃饭哪能行？就算再急，也先把肚子填饱。如果明明等会醒来你又病倒了，那该咋办？刘洋说的对，如果女儿醒来自己累倒了，谁来照顾？帮我拿包纸巾。哎，纸巾里面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看样子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费体力。37，快来人！他怎么倒了？只是失个针治疗一下罢了，这么短短几个小时，怎么就累倒了呢？我不知道。别急，这里是医院，我这就找医生。算了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？真没事。有事就怪了，浪费了一滴灵液，我还心疼呢。现在的灵液生成越来越慢，总共就没有几滴了。上次鱼塘放了一滴，这次又喝了一滴，说不定等会还会给谢明明一滴，真就成了穷光蛋了。鬼知道下一次凝成要等多少天呢？您就是谢伯伯吧？放心吧，明姐没事，不过她可能要在这里养几个月了。谢谢。不用谢我，他是我们村的朋友，没有他的话，我们村也不会发展这么快，说不定被人坑得没裤子穿。让他全喝了。等他醒了。他已经醒了，睡了这么久，还要一直睡下去啊？把水喝了，会好很多。爸，还有没？小兄弟，还请小兄弟在这里多住2天，放心，医疗费我出。行了，我村里还有事就不多留了，他已经没事了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让医院检查一下。心率复苏正常，骨骼全部正位，已经全部正常。病人气血不足，需要输液补充营养。我操！三先生，有事？真个治疗手段、治疗方式你就不用知道了，反正你也不是中医，对这里面的门道不懂。不是，我们这里有中医的。你们的中医也不懂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小韩，明姐有事找你们，让你们进去一趟。哎，你去就行了，我就不去了。顺便再帮我点份外卖。三先生，不用再点外卖了，我们食堂有吃的，比外面卖的要好。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走啊，还站着干啥？原本以为37只是早上没吃饭，饭量大点而已，哪里想到这家伙比一头猪还能吃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，不过有些东西给你解释不了，我觉得还是现场给你做一下试验比较好。还没等林医生有所拒绝呢，手臂已经失去了知觉。只见37松开手之后，他的右臂已经垂了下去。林医生大惊，试图想要控制那只手臂，却发现无论怎么控制都不行。看好了，三先生，医院也有骨科医生，可是能做到这一手的，别说他们这个医院，以前听都没听过。自己一开始就得罪这个家伙，如果给自己就这么捂2下，是不是4肢全废？现在看出来了，这就是中医正骨。明白了，只是这手法，我从牙牙学语开始接触中医，到现在才能做到这种程度。你觉得我就算跟你说了这里面的东西，你能懂？那就对了。所以这种事情看看就行了，没必要去较真。西医也有它的独到之处，是中医需要去学习的。说不定哪天我还有问题请教你的，没必要这样。那刚好，咱们加个微信。这家伙很会见缝插针吗？三先生，我看您跟谢小姐关系挺不错。合作关系，我们村子里种的农作物都由他来帮忙销售，所以他要是出事，我们村损失很大。我也给您透个底，这次谢小姐车祸不简单，不只是人为，而是有幕后操纵者。我觉得这事应该跟她前夫不对，是未婚夫有关。怎么说？以前他未婚夫不也是车祸撞死的吗？那一次也是在咱们医院治疗，当初我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位置，只是一个小医生罢了。但是当时治疗的时候我在旁边呀。当时那男人的家里人一口咬定这车祸是由谢小姐造成的，而且是故意陷害，为此谢小姐还被抓起来审问了呢。只是后来没有任何的证据，所以又把人放了。前几天那家伙的家人来我们医院了。来这里做什么？想要调取当年的治疗资料。然后呢？
哪里还有然后？这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没这么容易调取的。那家人很生气，还跟我们院长闹了呢。以后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咱们都是普通人，有些事别掺和进去。这个我知道，要不是今天是3先生，我根本不可能说出来。不过院长跟谢景睿谢总关系不错，估计这事还有后续。自己就是一个小农民，没有本事去管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。有钱人的事情跟自己有啥关系？而且跟谢明敏的交情也只能算是这样，能挽回对方一条命已经可以了，没必要再卷入对方的斗争之中。孟小涵就不同了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这种事情根本帮不上忙。等会孟小涵一出来，立刻回村。3先生，今天这顿饭吃的还满意吧？还行。要不到我办公室去坐坐？我看这里病人挺多的，你不用给人看病。3先生说笑了，我只负责做外科手术，其他的事情不用管。正当37想着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，顺便学习一下西医治疗经验的时候，孟小涵从病房走了出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咱们回去吧。到底叫孟小涵过去说了啥？为啥孟小涵会是这个表情呢？林医生，太着急了，而且神色不正常，仿佛偷东西怕被抓一样。什么事？刚才那女人手里有刀。啥？这里是医院，怎么可能有人带刀闯进来？保安，快拦住那个女人！她所去的方向正是谢明明所在的那个病房。都别过来！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想要闯进去行凶，如果不是37提醒那一句，说不定这个女人已经冲进了病房。如果真的进去，那可就完大了。是你？哼，我就知道这次事件肯定没这么简单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还我儿子命来！都说了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，你就是不信，非要推到我家敏敏的头上。这次车祸是不是也是你找人干的？我儿子跟你无冤无仇，平时也不会得罪人，凭什么会在结婚的那一天出事？害了我的儿子也就罢了，我家的产业你也一并吞掉。那次事件的最大受益人就是你，就是你们谢家。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，我根本没法参与到其中。先不说这人是不是谢明明找人的，就算是，也跟自己没关系。不是的话，那就更没关系了。如果连谢景睿都摆不平，自己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左右别人？37，咱们回去吧。这个妇人也很可怜，如果不是伤痛欲绝，谁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走。你就不想知道明姐把我叫进去说的啥？不想知道，管她说的啥，反正跟咱们没有关系。明姐以后不会再跟咱们合作了。啥意思？她说了，以后不会再管咱们跟祥和酒店的事情，而且这话是当着刘叔的面说的。蔬菜价格还是原价，只是少了一个中间人。为什么？按道理来讲，这个时候谢明敏不应该跟自己撇开关系才对啊。他这么做的话，无疑是把仙桃村给撇开了。明姐，那个37真的好厉害，所有的医生都觉得你没治了，他来到这里，把房门一关，除了小韩谁都不让进，结果还真把你给治好了。医院里的医生都对他崇拜的不得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可吓人了，说你全身的骨头多处粉碎，而且身上到处都是血，就算是送到京城都不一定治得好。我当时都吓坏了，真以为见不着你最后一面了。结果跑到这里就遇到了37和小韩，当时小韩从病门走出来的时候，我都急哭了。谢谢。谢我干嘛？我又没帮上什么忙，真正帮了你大忙的是37，那家伙为了给你治疗都累倒了。我刚才听说他去医院的食堂吃饭，一个人吃了10几个人的饭，把食堂的人都吓坏了。明姐，你为啥不当这个中间人了？我听你这意思，好像想跟他们仙桃村断绝关系一样。这37好像没惹你呀。这话一出，谢敏敏不说话了，就这么盯着天花板怔怔发呆。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呀？小丫头别乱说话，他小了我好多岁呢。你大3抱金砖，一个未娶一个未嫁，有啥不行的？他就是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穷小子，有啥值得我喜欢的？这话你信吗？他会穷，就上次给王董的老婆治疗，我都听说了，人家给了好多钱呢，现在房子都建起来了，很大的一栋别墅，比我家住的都好。还有啊，他的医术这么高，如果再会打扮一下，那也是妥妥的帅哥一个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为啥要把他从这次的事件中撇开？我没有。我又不傻。你很聪明，行了吧？你出去跟我爸说一声，人放了，不要追究对方的责任了。哎，
明姐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人家可是要杀你，你就这么不计较了？把我的话带给我爸就行了。这不是要不要放人的问题，现在的事件闹得很大，不是说不计较就可以不计较的。你就把这话告诉我吧，其他的不要多管。好吧。当时的婚姻的确不是自愿的，叛逆的自己根本不想让纳凉婚成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结婚当天躲过了一劫。从当时的种种情况来看，车祸是人为而不是意外。原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是这一次的车祸让我将几年前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。也许上一次害人者想杀的是自己，而不是未婚夫。小韩，你中午的饭被我吃了，饿不饿？你啥时候买的这东西？挺漂亮的。这个才不是我买的，是明姐送我的。明姐说谢谢你救了她，给你钱的话太俗，干脆就把自己随身佩戴的这个送我了。我本来不要的，她非给我的。这种情况说啥也会跟自己拉关系，没必要把自己撇开啊。可是谢明明反其道行之，这撇开就撇开，还送了一个随身佩戴的吊坠给小韩，想不通，索性就不去想了。反正这么一撇开，以后跟对方的接触也会少很多，说不定以后都不会有什么交道可以打的。走了，先带你回去吃个饭。这小子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了。谁啊？英才呗，估计在那边又遇到麻烦了。咋了？没事，就是心情不好，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在那边受欺负了？没有，就是芳芳她爸妈有点不开心。哥，你都把人家女儿骗走了，你让人家怎么开心的起来？这么大的人了，比自己还大了好几岁，怎么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呢？可是他爸今天当着我的面跟他妈吵了一架，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是啥，只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事情。那芳芳呢？他就没跟你说？说了，他说吵架跟我没关系，但我就是有这种想法。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我准备找个地方住上一晚，明天再说。如果英才在自己的旁边，真想给他来上一脚，你想放弃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心里憋屈。我大老远跑来，拉了一车的东西，我还按照你们的说法，进门就问好，该叫的都叫，该说的话都说了。可是，行吧，你把电话给芳芳，我跟她说两句。现在这种情况，跟英才根本没法讲下去，不管自己说什么，对方也不会听的，还是让田芳跟他沟通的比较好。他现在没空，爸妈生气正劝着呢。他弟呢？正跟他爸吵架呢。你没把这事告诉你爸爸？没有，我哪敢让他知道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要是实在不舒服，就装作啥都不知道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幸好这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咋回事？他自己胡思乱想，你等会跟芳芳打个电话，让芳芳开导一下他，顺便探探情况，看看那边咋说。要彩礼咱们给彩礼，让办酒席咱们就办，这事必须得解决掉。芳芳是个好女孩。哟，你还知道好女孩是啥样的呀？行了，等会我会打给她的，你就不用管了。你还是想想怎么跟我爸解释吧，害得我一晚上没进家，难免他们会多想。又没啥，不就是在房顶上坐了一宿吗？有啥大不了的？那行，你跟我一起去我家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哪有这么多时间？我还得去网上选一下家具呢。这房子眼看都装修好了，总不能屋里什么东西都不放吧？别想多了，选家具的事情我必须在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一晚上都不回家，把村子里翻遍了都找不到你的影子。你说说，到底去哪了？咱们家太小，容不下你是吧？让你结婚你不结，不结婚跟他一起鬼混个啥？那小子万一要是反悔了，你以后还怎么嫁人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你这个女儿，不要理我。爸，昨天明姐出事了。上。昨天晚上明姐出车祸了，命差点没了。这咋回事？谢明明可是咱们村的贵人，如果不是这个女人，村里哪里有现在过得这么潇洒？具体情况不清楚，不过为了给她治疗，3期都累倒了。这么说，昨天我们去县城了，要不然你打了这么多电话，我们为啥没接？这么说，人就回来了。就回来了，3期出手哪能就不回来？只是现在还在医院住着，估计没有1-2个月出不了院。那跟咱们村的生意呢？爸，你脑子里就不能装点其他东西？明姐现在还在医院呢。这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咱不能因为她的事情生意不做了吧？这生意不做了。我操！那咱们这些蔬菜咋办？3期新房那里还有那么多呢，不要了。还有咱们村里那满山的蔬菜，卖给谁？唉，
老爸还是那个老爸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立刻就把自己夜不归宿的事情抛得一干二净了。这可咋办？如果咱们的菜卖不出去，那咱们这段时间不是白干了吗？小韩，三七跟那刘董很熟，要不咱们自己合作，还按以前的价格，咋样？你这个臭丫头，我跟你说正事呢，你又跟那小子在聊天，这是想干啥？是不是不想做了？如果不想做了，我跟上面申请，你这个村官不用干了。你不听我把话说完，自己在那里瞎担心，还怪我喽？首先呢，我说的这个生意不做了，是我们跟明姐之间的合作问题。至于说村里的蔬菜问题，全部由咱们自己跟祥和酒店交接，也就是说，明姐从中间退出，不吃这个回扣了，明白？这么说，咱们不但没有损失，这蔬菜的价格还能再提升几成了。不错，目前来讲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明年咱们村的水果咋办？还卖给乐享超市呀，或者直接卖给刘董也是一样。当然，价高者得，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价格。行，这事我知道了，我先去湖边看看。干嘛呢？种花呢？你这么大惊小怪的干啥？吓人！刚才正拿眼前的花草做实验，看看以自己的催生能力，到底能把这株花培育成什么样。哪知小韩突然出现，那股能量气丝就这么不听使唤地钻入了他胸前的吊坠里。怎么回事？这应该是一块上好的玉石，遇到了有缘人，所以就发生了变化。这吊坠绝不简单，难道谢敏敏从来不知道？或者说，这只是一个意外？你先带着，千万不可以取下来。我怀疑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孟小涵这么一个少女，竟然还挺有料。眼睛朝哪看呢？看啥？我看吊坠呢。哼！我可警告你，别乱想，咱们还没结婚呢。我没有。信你就有鬼了，一点都不正经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搬进来了。哦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啥？我肯定是要搬进来的。这么好的房子不住进来，多浪费。那床的话，咱们是不是买一张就够了？你想多了，我住2楼，你睡1楼。不过来日方长，现在都在同一屋檐下，还怕以后没有机会。年轻真好。你说啥？我说年轻真好，有拼劲，还能看到希望。你说他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就你那天天跟这个吵，跟那个吵，他们咋可能会感谢你？你懂个啥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着想。这孩子从小就得管教。小韩为啥能考上大学？那还不是我从小打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三七这小子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他是有一股聪明劲，而且好学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学习成绩那么好，为啥没考上大学？还不是因为他爸的原因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能否成才，父母占很重要的成分，尤其是父亲。就你，行了，别吹了，快做饭去，我今晚还要批改作业，没时间跟你瞎扯。吃啥呀？随便对付2口，留着肚子明天吃3七呀。以这家伙的性子，明天肯定在村里摆宴席，乔迁之喜，弄了这么大的阵仗，不请咱们全村的人吃一顿呀。你先走开点，挡到我了。拍啥呢？拍我爸妈呗，看到没？窗户那里，我敢肯定，他们2个现在正盯着咱们看呢。干啥呢？我家房顶，看到没？咋能没看到？三七家离后山是最近的，如果拿个大喇叭，直接对着喊一声，对面都能听见。苦尽甘来，现在用这个词来形容我，是不是很真实？真实，比黄金都真。我就等着你把咱们全村都改变一下，到时候我就嫁给你。就算我不让村里人富起来，你就不嫁了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直以来都在觊觎我的美色。切！说真的，你是从啥时候开始看上我的？我会看上你，是你先看上我的好不？我可是记得某人每天早上都会出来晨跑，穿的那么少，还特意经过我的桃园，难道不是？你还说？请问是郭先生吗？不用打了，我就在你们面前，直接开进村就行了。老板，你们这里还有公园呀？不是公园，就是供村里人休息的地方。我看挺不错的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我爸刚才打电话过来了，你先去准备一下宴席的事，这里交给我就行了。
三七等了一早上，哪肯轻易离去？我的房间，我要自己整理吧。你一个大男人咋整理？快点去吧，我爸还等着你呢。为了你这顿宴席，他昨天晚上都没怎么吃饭，早餐还没吃呢。见过抠的，没见过这么抠的，就为了一顿大餐，原本只是想请一下村里人吃饭，不收礼金，还方便，一天下来出点钱就直接就搞定了。没想到消息还没传出去，就来了那么多的人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我这些年行医节的人脉。就你这还叫多？你救的人也多，那你也来个乔迁之喜看看。看到没？我就说老爷子偏心，你还不信？没有好处的事情，他为啥要把责任揽到自己的头上？说的也是，对外传是卖果子和蔬菜，如果来钱这么快，其他人怎么赚不到？是吧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自从那小子第一次到你家见了老爷子之后，就开始富起来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老爷子给了他钱？何止是给钱，我估摸着咱们那家传银针都被他卖了。来了，爸，三七把您那家传的宝贝卖了。本来想着说啥也是自己的儿媳妇不是，过来打个招呼，总不会差到哪去吧？哪里想到这刚一开口，老大竟然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：卖了？卖了多少？1000万。看到没？这栋别墅，这刚搬进去的家具，他都是用那钱买的，后面还有好几车呢，羡慕不？1000万呀，本来应该是自己的，现在却成了外人的。三七答应我了，以后给我养老，所以我给他钱理所当然，你们也没啥好计较的。爸，你咋就知道他不是为了你的钱？这万一拿了钱，以后说话不算话了呢？就是呀，如果您也给咱们这么多钱，咱们也能养呀。哼，大好的心情全因为这2个人给破坏了。郭老头，你先忙，我进去看看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就拿自己家来讲，自己儿子不争气，也经历过这种低谷时期，那一段时间连死的心都有了。现在时来运转了，自己的事情解决了，可是任国良，下面这么多客人，你小子怎么跑这里来了？英才那边的事情解决了，跟我打电话分享一下他的心得。这小子心里的那块大石总算是落下了，也就是一顿酒的事情。原本是想着不喝酒的，结果这家伙一气之下，当天晚上喝多了。俗话说酒后见人品，孟英才就是这样的，喝醉了之后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把自己的委屈和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了。这么一来，总算是得到了人家的认可。第二天，一切事情都解决了，这是没想到的。不过对方说了，最好让这边去一个人表示一下尊重。至于说彩礼，人家没多要，就开口要了3万块钱罢了。那小子的事情解决了，你的呢？我有啥事？我的也解决了，我现在房子建好了，不用外出打工了。还有啥要解决的？你的媳妇呢？老爷，咱们能别谈这个话题吗？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去结婚。你能等，你爷爷还能等几年？他已经失去儿子了，如果闭眼前不能看到你成亲生子，你觉得他心里会好受？我爷爷的事情我知道，以他现在的身体，再加上他的医术，活90多岁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这还有那么多年呢，急啥？再说了，小韩从明天开始也要搬过来住了。小韩跟你们2个这是婚前同居？你们年轻人真会玩，那你家把劲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如果可以，您最好劝一下我爷爷也一起搬过来，这样我就不用每天2头跑了。为啥要2头跑？我不用每天去给你们做饭洗衣服呀。没这么麻烦，我们不想做饭的时候，天天跑来蹭饭吃，洗衣服叫啥事？你现在又不是没钱，买个洗衣机不就行了？现在谁家还没有洗衣机？就你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么大的房子，连个洗衣机都没有，也太寒酸了点吧。行了，下去忙你的去吧，我在这里站会，等会你那2个舅妈要问你，告诉他们那银针你卖了1000万。这酒席还没开始呢，场面就已经乱了起来。
你们是不知道，三七这小子骗我家老爷子，把我们家的家传宝贝骗去了，卖了1000万呢。要不然就凭他种的这些蔬菜水果，能盖得起别墅。怪不得老爷不愿意在家里待着，跑到我这里来。这2个人简直了！什么银针能卖1000万呀？你们这是胡扯吧？咋就不值1000万了？我爸亲口说的，他人刚才还在这呢，现在去屋里了。要不然你们说说，这371一不偷2不抢，他凭什么能建得起别墅，又凭什么能买车？咋了？难道我37就这么没本事，连建个房子还要靠变卖家传的东西？37，不是我说你，卖就卖。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呀，你这样偷偷摸摸的算啥？我知道你们家以前穷，缺钱盖房娶媳妇，你可以说嘛，说出来，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不借。你这样做的话，做人不是你这样的，你越是这样，别人越会多想。以前觉得二舅妈虽然抠了点，至少还好说话，可是今天这事情都没问清楚，就开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了。以前我还觉得你这孩子挺老实的，咋就连你自己的姥爷也骗了呢？他年纪大了，脑子不灵光了，咱们这些小辈还都在呢。这是让大家伙评评理，哪有把自己的家传宝贝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传给外人的？二舅妈平时不怎么说话，没想到这一开口头头是道，还会拉拢人心了。不过既然答应了自己的姥爷，就得把这戏演下去。我可不是外人，我是他外孙。他自己2个儿子不传，传给你1个外孙，因为你们不养他呗。之前可都是一直在我家住的，咋就没养了？哼，那你们今天来这里是啥意思？把那1000万讨回去？也并不是全要回去，多少总得分点吧。讨啥钱呀？哪来的钱给他们？既然不是来吃饭的，那就回去吧，咱们这里忙，没空招待你们。你跟他们废啥话呀？摊上这样的亲戚，也就是你还能忍。要是我，早赶走了。这种人，咱们不跟他们共事。你这小丫头咋说话呢？你又是谁？咱们自己家的事情你插什么嘴？不知道情况就不要乱说，哪都有你的事。咋了？就许你们欺负我家37，就不许咱们赶人了是吧？这是我男人，你们找他讨钱，不就是找我要钱吗？我倒是想说说你，37借你家钱了？他是没借过我们家钱，可他借过他小舅家的钱。借的钱还了没？利息给了没？是我们家37当初是借了他小舅家的钱，我们也成这个情。但是你们不能拿这个借口来找他要钱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找所有借过我钱的人讨钱？每个人讨要个几万几十万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不用做事了？还别说，平时看起来挺温柔的一个小姑娘，没想到发起火来这么强势。我们这是要钱吗？我们只是讨回我们应得的。咋了？你们骗了我家老爷子还有理了不成？呸！脸呢？自己的老爹自己不养，我们家37替你们养，就你这还叫有理？行了，别跟他们吵，没意义。大黄呢？关键时刻没了影，真是服了这死狗。哟，挺热闹呀！离老远就听见你们这里吵，这是吵啥呢？没想到搬个家而已，这些人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？老王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就是想过来看看，用我给的钱建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那针是你买的？针？什么针？这位老板，那银针是我们家传的，并不是37的。如果是你买的，还要给咱们还回来才行。来庆祝一下罢了，怎么还惹上事了？二位，你们说的是什么针？我怎么还能是啥针？咱们祖传银针，就你1000万买走的那个。1000万买13根针。37，什么针这么贵？我姥爷给的那副银针，给人针灸的时候用的。37，这祖传的玩意哪能卖？缺钱可以跟我说，1000万一副的银针，肯定对你很有用吧？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不凡。1000多万的银针，如果在别人手里也许只是一件玩物，可是到了你的手里那就完全不同了，那是治病救人的东西。行了，来就来了，我姥爷传给我的东西，就算我再缺钱也不可能拿去卖的，这事跟你们没关系，咱们先进屋。进屋就先等会，我们既然来了，这礼物不能不带呀，先把贺礼拉上来，不然这得多没意思。知道你不喜欢钱，我也觉得谈钱太俗，又想送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你这里我来过，在这里建一栋别墅，院里怎么能少得了这玩意？从一个朋友手里要来的，没花钱，怎么样？这个礼物你总会收了吧？上次谢明明也是这样说，现在王庆也是赢，他们从哪知道自己不喜欢钱这种东西的？这年头还有人对钱不感兴趣，我只是不想欠人钱，所以不会轻易接受钱财罢了。37，你看一下这东西放哪？你的家你自己决定。37，就放在这个位置吧。
放在这里不会挡住车辆的出入，这其实放在这里也不会挡风水，到时候围着这石头挖个水池，养点观赏的鱼也好。小子，这块石头可是风水石，花了不少钱吧？老爷子，刚才我就说了，真是朋友送的，没用钱。那你这朋友真够大气的，这种价值几千万的风水石都能随手送人。几千万？想不到老爷子对风水也有研究。研究啥呀？年轻的时候接触过这方面的大师。行了，今天是三七乔迁之喜，来了就是客，这礼物送了也不可能不收，就按我说的放在这个位置，你们几个进来吧。都别站着了，先进500，贴明书，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，在屋里另陪桌。哼，要是没事就快点回去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们家三七建个房子还不至于去买银针，这间房子的钱是人家王董给的医疗费。要是不知道王董是谁，可以回去问一下年轻人，到网上查一下永丰集团董事长。你这房子建得还挺快的，这才几个月，竟然都完成了。原本还想帮一下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开这个口，这房子就已经建造好了。不快点不行呀，我提前就想好了，年前必须要搬进来，不然过个年都不安稳。对了，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？事先商量好的。要是说刘洋跟王清一起来，那还说得过去，可是这谢景睿竟然也跟着一起来了，自己的女儿不用照顾。今天我酒店总部搬迁，刚好王董也要在咱们这里视察，不然哪有时间往你这里跑？搬到京城不是说不搬吗？以前我也有这种想法，可是这洪武县毕竟就这么大，想要再进一步，有点不太现实。像王董所说，这京城才能让我大展拳脚呀。我这一搬走，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到时候咱们之间的合作，我会安排人与你们村里沟通。先说好，这蔬菜和鱼我不嫌多，除非我不要，不然千万可别卖给别人。放心吧，安排谁来跟我们接头，到时候打个招呼，只要价钱合适，有多少你们拉多少。这合作要是终结了，自己还要再去找合作对象。说实话，跟刘洋的合作很不错，再找的话，很难再找到一个这么有魄力的家伙。哦，三七，哥们也搬过来跟你一起住，咋样？那个，我就是说着玩的，开个玩笑而已。三七，今天看到钱翠翠了吗？谁？钱翠翠，就是上次跟人合伙骗我钱的那女人。你找她干啥？不是我找她，而是今天我远远的看到一个人，跟她很像，我还以为她来这里了呢。对于李天虎的话，三七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，正享受着搬新家乐趣的三七，哪有时间管这闲事？爸，这么晚了，你们都不用回去睡觉的吗？好不容易搬进来了，想过了无数种可能，就是没有想过会是这么一种情况。这才8点，离10点睡觉还有2个小时呢。击杀，这么好的地方，不好好享受一下怎么能行？而且今天女儿可是要跟三七同居啊。虽然知道2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，可谁知道半夜会不会走错房间？姥姥，你们年轻人能熬，我们2个可熬不动。新鲜劲过了就行了。高粱，咱们回去睡觉，白天的棋局还没结束呢。早点回去，明天早点过来就行了。还是这新房子住着舒服，我感觉自己在这里住，年轻了好几岁。小主人都搬新家了，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搬新家？就是这样。咋了？村里好像出事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咋回事？我家里的鸡死了几只，小的被吃了，这只太大死了。我家的也是一样，这以前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。从小在这里长大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奇怪事。如果只是一家也就罢了，关键是好几家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，这就有点引人怀疑了。先不要着急，弄清啥情况再说。蛇患不是小事情，这只是没伤着人，万一伤到了人，事情就大条了。有人下药。啥？下药怎么会让蛇去到家里？难道这些药还能？三七，你能确定？不会有错，你们可以回去查看一下鸡窝，应该还有药粉的痕迹。这只是鸡窝，如果把这药粉撒在人的床上，那该是什么情况？说到这里，三七后背冒起了冷汗。快，所有人都把村里人叫起来，是所有人，
三七脑袋里突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，这是被人针对了。小韩，你去喊我姥爷和爷爷，立刻出来。三七，这大晚上的，你咋还没睡呢？哥们还在玩游戏呢。你这电话打的，这局输定了。天虎，你爸妈都睡了没？已经睡了，咋了？立刻把人叫起来，到我们村集合。不是，你小子有事直说呀。这大晚上的，别管那么多，快点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叫人，你等会。我去，这时怎么都进院里来了？咋这么多？三七，这次你电话打得真及时，要不然就有2条蛇钻进我爸妈屋里了。你们都在这里干啥？这都是谁家的鸡？咋回事呀？啥情况？村里进贼了？爷爷，有人在咱们村里动了手脚，你闻闻就知道了。谁干的？几乎每家都投放的有这种药粉，这些蛇应该是从梨园过来的。如果不是发现及时，华生叔估计这会正跟蛇同睡呢。哼，肯定是钱翠翠。三七，你还记得下午的时候我跟你说的是不？这个女人披头散发在咱们村里鬼鬼祟祟，肯定没安好心。现在先别管是谁动的手脚，还是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吧。这时，有人将目光转向了郭安和任国良，因为村里很多人家里都发现了蛇，这2个老头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。看着我干啥？这种药在我家起不了作用。为啥？我家那么多的药材，蛇不喜欢没？把这个找个带气孔的瓶子装起来，30米之内没有蛇敢靠近。哦，差点忘了这个了，本来家里也有的，只不过上次被孟天明全都拿去梨园了，所以才被这些蛇有了可乘之机。我家这东西挺多的，等惠美人去我家拿一些，放家里。我还以为有啥大事呢，没事都回去睡觉吧。三七，咋办？要不要报警？这种行为就是报复。这个女人上次让她跑了，再放过她，肯定还有第2次的。不用管她，同学一场随她去吧。等回去我爷爷那里拿点药粉，多准备点。这件事的性质很严重，如果不是村里发现的及时，保不齐就会出事了。如果蛇没毒还好，要是有毒，那岂不是要害死人？总算是把人赶走了，要不然真让爸妈在那别墅待到10点钟，一点私人空间都没了。我妈不会还没回去吧？钱翠翠，你们别过来。翠翠别怕，老师在这里，他们还能动你不成？我只要钱，给我钱，还站着干啥？拿钱呀！婶子，先等我问他一个问题，只要他老实回答我，我就给钱。那你快问。今天村里有人投毒，各家各户都有，还有天虎家也被放了药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只要钱，我啥都不知道，给我钱我就离开。眼前的钱翠翠精神明显有点不正常，这种情况下，对方不可能有着缜密的心思去做这些事情。你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我只要钱，我要吃的。不知道这个女人经历了什么，但是可以确定，经过几个月的逃亡，这个女人精神不正常了，至少精神崩溃了。本来就没什么大事，只是行骗而已。可是现在，婶子，你应该有他们村里的电话吧？打个电话给他村里，让人过来接走。唉，曾经的学生，现在竟然成了这副模样。三七，他这样子会不会遇到过坏人？这不是我们应该管的，让他家里人来接，我去准备点吃的。他这个样子，估计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。来这里，也可能是因为咱们村今天有宴席。幻想的同居生活，第1天就这么结束了，没有浪漫，有的只是无尽的烦恼。你昨晚去哪了？昨晚跟蛇斗了一晚上。你这死狗，幸好法律管不住你，否则我也救不了你。这么多的蛇，真要是传出去，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又是昨天晚上的那种药粉，这是想把所有的毒蛇全部引到村子里去啊！幸好在这里也撒了一些驱蛇的药粉，也幸好大黄在这里守了一夜，不然真不敢想象村子里会变什么样子。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？人没看到，不过村口的位置有一堆陌生人的烟头。记住这些人的气味，招呼好你的那些狗小弟，以后这些人只要出现在村子里，先喊人再攻击。这种情况已经不属于扰民的行为了，不管与村里的谁有仇，这种行为都严重影响了村民的人身安全。喂，你好，我要报案。3七，咋回事？
你报警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？没多大事，咱们这里有个蛇窝，挂了牌子，平时不会有人往这里来，也有一些驱蛇药粉撒在这里。村里的人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也没发生过什么大的事情。但是昨天晚上，三七开始讲事情的事情的经过，讲的孟天明一个劲的在后面点头。警官，这是我们查过了，肯定有人动了手脚。今天早上，但凡家里出现过毒蛇的都调查了，每家都有这吸引毒蛇的药粉，也得亏了咱们村里有中医，手里有驱蛇粉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是这里的村长？对，村长孟天明，不知警官怎么称呼？我姓杨。杨警官好，这位怎么称呼呢？叫我米花就行。鲍警官好，我姓米。三七站在一旁，强忍着笑意，再次解说了起来。我建议你们村里最好家家户户装上摄像头，也不贵，而且拿着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，还能随时与家里人通话，很方便。现在很多村子建了新房都会装上几个，我看了一下，你们村里也是留守老人较多，装上之后，外出打工的人还能随时看到家里的状况，如果出了事，还能很快查出事情的真相，这可是一举多得哦。怎么没挖你的水池了？竟然还学会上网了！今天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，等明天到货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啥？摄像头，我准备先试用一下，如果可以全村都能推广，如果每家都装有的话，昨晚那事应该就不会发生了。这就是你所谓好玩的东西？对呀，我也是刚知道的，还是那个报，不对，是米警官提醒的。走开，我给你看看啥叫好玩的。你看看这个扫地机器人，知道不？不知道。三七越看越喜欢，自己家这么大的地方，如果自己去打扫会不会很麻烦？要是买一个的话，肯定方便很多。买了。还有这个，你可以跟他对话，比如看电视、打电话、购物，只需要跟他说话，他都能听得懂。随着孟小涵的介绍，三七开启了一扇科技的大门。自己从来不知道，竟然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。随着孟小涵的一个个介绍，三七发现每个都想买。决定了，到时候一个个去搜，然后一个个去购买。好房子怎么能不配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呢？唉，今天的工作行程全部取消。我来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智能家居系统，我算是发现了，有好东西，你若是不会用，这钱算是白花了。就拿你买的那批卡，估计你除了会开，什么功能都没用过。接着，孟小涵拿着手机开始向三七介绍起了家里的智能电器。耗子说：“你今天不是要去东村施工吗？怎么还没去？”你小子竟然还在家里装了这个，方便高科技嘛，总得玩一下。这是啥？摄像头？这玩意远程控制，可以隔空对话，咱们现在的一举一动，三七那小子用手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就是没钱，要是有钱的话，家里也要装上这个，这样的话，出去工作闲下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家里的情况。你小子自己家装上就行，怎么还对菜园周围也装上呢？方便，嘿嘿。对了，你们要是口渴的话，可以去我家喝口水。饮水机你们都知道在哪吧？就在门后，开门就可以看见。我可以帮你们开门的。开门就不用了，等会摘点蔬菜，我还得跟你天强叔一起去芳芳那里呢。去哪？去芳芳娘家呗，人家把女儿嫁到咱们这里，那么远的地方，又不能请人家过来摆酒席，咱们不得过去跟人家商量一下呀？你天强叔说了，过去2个人，表示一下咱们这边的诚意，按照人家的要求，把彩礼送给人家。耗子说，就你跟天强叔去，坤叔不去。按理来讲，这种事情父母参与最好，如果让外人去的话，诚意显得不够。我倒是想让你坤叔过去，也得走得了才行呀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怎么去？行了，这事你可以放心，电话里跟芳芳那边谈过了，人家很好说话的，能理解，也说了只要去个人就行，不用这么麻烦。这种事情你们年轻人就别操心了，自己的事情都办不好，还指望你们。对了，三七，问你个事，有啥事就说吧，啥问不问的。我看你这玩意挺方便，你说如果我家也装一个的话，龙龙他爸妈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我家的情况？他们在京城1000多公里呢。福伯，这个跟距离没关系，他们就是跑到天边去，只要手机联网也能看见的。哦，贵不？不贵，差一点的110块，像我这个几百块钱一个，就是起个监视作用。那你等会在网上给我买一个，回头我把钱给你，到时候买回来你教一下我怎么用，让龙龙妈用手机控制，这样就可以天天监视龙龙写作业了。如果龙龙知道自己家装上这么一个东西，只是为了监视他写作业，估计会哭死。你在干啥？
小韩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人吧？之后只要小韩出门，37就如一个粘皮糖一般跟在后面，也不说话，就是拿着个手机不停地玩着。我要去镇上一趟，你不许再跟着。不行。你这几天咋回事啊？一点私人空间都没了，买个女性用品也死皮赖脸的跟着。来了。啥？打电话报警。报啥警？我们被人跟踪了。不清楚，反正这几天你被人盯上了。这车是从咱们村里来出来的，他的目标是谁？如果不是37突然加速打了个方向，可以确定后面那辆车肯定会撞上来。还要不要报警？不用了，咱们回去买东西的话从网上买，暂时先别出村。他的目标是我？应该是，我观察他好几天了，一直在跟着你。那你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，只是怀疑，也许都是意外呢。况且你也没什么仇人，说不定都是巧合。这样，你先把明姐送你的吊坠给我。干啥？我先帮你保管几天。这个吊坠很好，我戴上之后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，你别弄丢了。放心吧，我把自己丢了都不会把你的东西弄丢的，就是拿来玩几天，玩过之后会还给你的。是明姐打来的，她不会出院了吧？出院是不可能的，估计是有事要问你，就在这里接听。我才不要！咋了？打个电话而已，还能把好心情给打没了？明姐让我找个远点的地方，把那吊坠丢了。这个吊坠有没有说啥原因？没说，她就是说想做个试验，现在得到结果了，这东西不能留，必须丢掉。你很喜欢这东西？当然喜欢了，戴在脖子上，我工作效率都能翻倍，晚上睡觉也睡得很香。这么神奇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为啥让你丢掉？我哪知道，反正他语气很强硬，让我务必丢掉，有多远丢多远，还跟我说咱们这里不是有湖吗？直接让我丢到湖里去，最好丢到1线天。你电话里都跟他说了啥？没说啥呀，就是说了一些村里的事情。我还跟他说了今天的事情，说咱们差点被车撞呢。然后他就说让你丢掉。对呀，莫名其妙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丢就丢吧，又没啥大事。要是你不舍得，回头我帮你丢掉。可是这个吊坠我很喜欢。行了，以后等我赚到钱再买一个给你。这一个是谢敏敏送你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她让你丢肯定有她的用意。那行吧，丢的时候记得丢远一些，丢到那1线天去。现在可以肯定，这2天的事情跟手中的吊坠有关，而且从头到尾就是谢敏敏的一个小实验，拿孟小寒的命做的一场实验。首先，谢敏敏就因为这个吊坠，让她短短几年内连续被暗害，甚至为此差点丢掉了自己的命。上次的事情之后，她可能也想通了一些缘由，顺手把吊坠送给了孟小寒，为的就是想看看是不是跟这个吊坠有关。只是她没有想到，对方的动作会这么快，快到了她还没出院，就朝着小韩出手了。很显然，这一次对方也没有想要小韩的命，很有可能是想撞伤之后取回吊坠，只是没有想到被我提前发现，躲过了一劫。所以得知了事件的经过之后，谢敏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再加上觉得这样做不好，这才让孟小寒把吊坠丢掉，丢得越远越好。哼，这就是有钱人玩的游戏吗？既然你们想玩，那就玩呗，要玩就玩一次大的。我就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，只要你们能解决了这里的蛇患，这东西给你们又能怎样？怎么回事？都1个小时没动了。可能在家里睡觉。这个时候睡什么觉？你看清楚，他住的地方在哪？东西在哪里显示的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换个人再进去探2天，这次一定要小心。今天的事情之所以失手，肯定被那人发现了。本想借个车回去给老爸一个惊喜，现在好了，惊喜没有，惊吓倒是有了一个。喂，爸，我出车祸了。你现在人在哪呢？人没事吧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回来吧，家里也能发展，没必要守着大城市。我发个定位给你，你过来接我吧。行，你发到我手机上，我这2天就过去。现在县城有高铁也挺快。这老爹性格咋还没改呢？等自己说完就不行吗？以前也是听别人说发定位，可自己也从来没用过。37，问你个事。啥事？小磊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出车祸了，让我去接他，还给我发了个定位，我看不懂。这是哪呀？
叔，你被耍了吧？这不就是咱们去镇上那条路吗？叔，小磊回来了，我现在就去接他。这小子回来竟然没提前打电话，出啥车祸呀？这小子肯定是想给你个惊喜。你说这都叫啥事？啥情况呀？自己也不像个坏人呀。喂，小磊，这里啥状况呢？怎么蹲在这里来了？你那车咋了？337，你小子刚好，要是顺路的话，把我带回去。我车撞了。总算是明白了孟天强口中的车祸是啥意思。你这回来提前打电话，我开车接你就成了，何必要自己接车回来呢？你的车？哦，你小子可以呀，这车不少钱吧？也没花多少钱。行了，我过来就是接你回去的，先把东西抬上车，别挡着路。这离过年还远的吧？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我把老板给炒了，寻思着就算再找工作也干不了几个月，干脆就回来了。我看你炒老板是假，老板把你炒了才是真的吧？回来刚好，你妈天天念叨，就等着你回来相亲呢。看来你小子最近发了横财，这车没有10-20万拿不下来，分期付款的吧？回来好，回来咱们村又多了一个干活的。干啥活？我回来是享受生活的，一直到过年我都不会做任何事情。对了，你常年在家，这外村就没有没对象的姑娘？咋了？你想相亲？不行嘛，要不然回来这么早干啥？要啥外村的姑娘？咱们村有。37，我跟你说正经事呢，别这样敷衍哥。二人一路说笑，很快就来到了村口。我去，这谁家的？咱们这里每家都有轿车了。我说了，你想要姑娘，咱们村这里有，你就不信。不过估计你追不到，因为你没钱。37，这不是你家的吧？先别管谁的，先跟你爸打个招呼。等会就回去了，打啥招呼呀？说完，人已经朝着别墅那看去。当他看到从屋里走出来的孟小寒时，心里总算是平衡了。我就说嘛，你咋能盖得起这么漂亮的房子？小寒还认得哥不？我去，大气可以呀，小寒，你跟你爸这2年没少捞呀。咋说话呢？会不会说话？不会说话就滚回去，想好了咋说再来。嘿嘿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可是名牌大学毕业，赚一栋别墅的钱，还不是小意思。哼，走，快去看看我今天的计划书。孟磊站在门口，就这么看着二人那亲密的模样，傻傻发呆。啥状况来着？这2人啥时候鬼混到一起了？怪不得37又是开车又是住豪宅，这把村长的女儿追到手，简直是我辈楷模，人生赢家呀！你小子，你咋回来都不提前打声招呼？你电话里说出车祸了是咋回事？人没事吧？孟天强有点担心，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儿子，生怕对方伤到了哪个地方。爸，他们2个咋回事呀？没咋回事啊，人家2个现在一对，都住在一起了，你说能咋回事？这几年没回村，情况就有点不太对啊。这么说，37这小子傍上富婆了呗？这小韩啥时候这么厉害了，连豪宅都住上了？你不说这个还好，我正准备跟你说呢，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好好跟着37干，就老实在家待着，房子会有的，车也会有的。跟谁？这是必须得跟他学，我也要傍上富婆呀，这钱来的。想啥呢？人家37现在是咱们全村的希望，跟着他混准没错。你看看英才，刚买的车，房子也修好了，还有天湖那小子就是不务正业，但是人家真能赚钱，这天天名牌手表戴着，名牌衣服穿着，潇洒的不行。你出去1个月能赚多少钱？人家随随便便跟37混半个月都比你强。这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呀。爸，你是说这房子是37自己拿钱建的？难道还是用别人的钱建的？这小子前2年我走的时候还欠一屁股债呢，欠咱家的钱还了没？钱这种东西在他眼里跟纸有啥区别？第一批桃子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欠下的所有钱都还完了。行了，先别管这些了，先跟我回去，你妈还不知道你要回来呢。兴冲冲的回来，惊喜没给到位，倒是把自己给整迷糊了。一直到回家，孟浩还在打听37的事情，孟天强没有办法之下，只好把37这段时间的经历一条条一件件跟儿子讲清楚。种水果蔬菜也能赚钱？咋就不能赚了？
人家三七每次卖完蔬菜都能赚大几万，甚至更多。咱们村现在就指望明年的水果和鱼了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，年底咱们光分红，估计一家都能分几万块。你这几年才赚了多少？1分钱没拿回来不说，还欠了不少吧？爸，英才和天虎咋回事？这两小子走运，上次遇到了有人到咱们村给鱼塘下毒，被他们几个抓住了。那人为了不让事情传出去，给了100万，几个人分了多少？100万。有钱人，人家只在乎名声，不在乎这点小钱。爸妈，你们先吃，我去找三七。你现在去干啥呀？你这还没吃饭呢吧？先把饭吃了再去。不吃了，晚上我请他们几个吃顿饭，顺便商量一下我以后在村里干啥。孟天强心头一喜，你明年不出去了？出去啥呀？就在村里待着了，找个媳妇过一辈子。你小子请客，怎么请到这里来了？我这叫吃大户，今天我爸可都跟我说了，现在三七是咱们村混的最好的，不吃他吃谁？小韩，别只顾我们，你们也吃呀。安叔那里准备了没？可不能把他给忘了。拿自己的东西当好人，还真是他的一贯作风。要论痞子气，天虎给这家伙提鞋都不配。但这家伙的嘴是真能说，不管对错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总会给人一种不幸的感觉。放心吧，早就准备好了，我等会提过去。三七，你以后要是跟小韩结了婚，是该叫我哥，还是该叫大舅子？滚一边去！你这咋还生气了呢？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呢，就算是大舅子吧，你说咱们这本来就是兄弟，现在又亲上加亲，我要是留在村里，你打算给我安排个啥工作？不是我给你安排，是小韩来安排。我现在啥事都不干，只是技术指导兼大老板。哼，你技术指导啥了？一天到晚就只顾自己的东西，咱们那鱼塘你管过没？咋就没管过？那鱼卖出去不是我的功劳，别扯这些没用的。现在村里急需咱们这样的劳动力，雷子回来的刚好有一个任务需要你来做。啥事？当导游，以你对这大山的熟悉程度，来当这个导游最合适不过了。上山下水，别告诉我你没这个本事。导游每天就带着这么几个人，你不必担心这个。不信的话，你问天虎，这些人有多么想进山却又不敢进的，又有多少人想去南一线天却又不敢去的。三七说的没错，这些人来这里每天都会询问，就是没人带，每次走的时候还都抱怨呢。你不是可以吗？那大山里你不比我还熟悉？我是大老板，这种小事要是我天天出手的话，村里咋办？你倒是出手啊！1个月30天，至少有15天是闲着的，这都不出手。可是我带着人进去，山里遇到了狼咋办？你还想让我跟狼斗不成？你别急嘛，到时候我会安排一个跟班给你，有他在，这山里你大可去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事我还能骗你不成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带这些人进山是可以收费的，不用太高，一个人收个50块就行，前提是你得让人家玩得尽兴。放心，这事包我身上了，1人50，我一次带10个进去，哪怕一天只进去一趟也有500了，顶我在外面上2天班了。行了，你这眼光太短浅，咱们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些，收钱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是让你探索出一条进山的路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里利用起来，懂不懂呀？不懂。别说孟磊不懂，就这一桌子3个人就没有一个懂的，包括三七自己，因为这些都是孟小涵计划书内的东西。本来孟小涵还怕找不到人呢，现在好了，人送上门来了，有了孟磊这家伙在，导游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哥们今天回来的时候遇到好人了。啥好人？我这不是好久没骑摩托车了吗？今天从老同学那里借了一辆开了回来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哥们撞车了。撞到了一辆红色的豪车上，好家伙，当时哥们就急了，对方这要是追究起来的话，得赔多少钱呀？今天去接孟磊的时候，所遇到的那辆车好像也是红色的。然后呢？啥然后呀？我这边刚从地上爬起来，对方开着车就跑了，我拦都拦不住呀。我这开车的速度有多快，你们能想得到？那越野车都被我撞凹了一大块，你们看我摩托车就知道了，很严重。我去接你的时候，也碰到了一辆红色面包车。三七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知道，当时这辆车就停在路边，我的车过不去，就想着下去递支烟让对方把车移一下。你们猜怎么着？那车里的人见到我下车，开着车就跑，好像很怕我一样。你们说的是不是一辆红色的车？车牌被东西挡住的那辆？你咋知道？孟小涵指了指客厅内的一台显示器，你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，现在还在福伯家门口停着呢。这人看着好奇怪，因为化了妆，所以你看着才怪。
现在吊坠被自己藏了起来，对方目标已经转移，至少今天没人在自家门前逛悠了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对方并不想把宗金搞得太大，只是为了得到那个吊坠而已。那个吊坠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值得他们这样找？不用管他们，只要不在咱们村里干坏事，想做什么都行。他们这样还能带动咱们村的经济呢。37还睡呢？这都几点了？吵啥呀？这才几点？嘿嘿，那个有点着急，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。继续，你们继续。早呀。你我们还没结婚呢，自然不能住一起。他在2楼，我在1楼。不是说好了今天让我带人进山吗？我那帮手呢？给自己找个进山的帮手，这身手不能差到哪去吧？说啥也不能比自己差了吧？如果这个帮手是个女的，或者是个未婚女子，那就更好了。大黄，跟这家伙进山，听话，不能乱跑。哼，37，我跟你认真的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？让他跟我一起。怎么看不起他？不是我看不起他，而是这狗进去有啥用？抓兔子赶野鸡还行，这要是遇到狼了，我是保护他还是保护游客？本以为是个未婚少女，现在好了，连个人都算不上。你可别小看他，有他跟着，不能保证你们啥事没有，至少可以让你们这一路上安全很多。还有山上的情况你摸得很清楚，哪里可以去，哪里不能去，你心里有底，只要不去危险的地方就行了。行吧，你说咋样就咋样。不过我可先说好，这收了钱我自己留着，跟你可没关系。现在先不谈钱的事，以后再说。先让大黄跟着你进山几天，如果真帮不上忙，这钱我不要你的。去个2、3次之后，你要还是觉得他没用的话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想进山的到我这里报名，每个人50块，因为是第一天进去，名额有限，暂时只限10个人。37，今天磊磊第一天进山哦。进就进呗，有大黄跟着，他啥都不会碰到。你说他这趟如果顺利的话，后面来的人会不会多起来？这就看你怎么运作了。啥意思？多发美丽的照片呗。哦，这玩意自从买回来都还没有用过呢。已经停留在这个地方快1天了，如果今晚还没有动静，几乎可以确定这东西是被人丢在这里的。我现在就怕咱们已经被人监视，那天撞我们车的人，还有那个开皮卡的家伙，全都是这个村里的。咱们现在就算是化了妆，可是咱们现在的身份不能曝光，一旦曝光，不但任务完不成，说不定还得进去吃牢饭。那咱们现在咋办？要不先缓缓，看看情况。不能再缓了，今天晚上行动，趁着天黑，这村里没有路灯，咱们过去看看情况。鬼鬼祟祟一点都不专业，两个家伙不会是临时工吧？要不然怎么跟电影里演的差那么多？大家都说今天玩的开心不？小半天时间250块钱，自己还能进山玩玩。以前觉得在山特别的无聊枯燥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小磊哥，明天再带咱们进去一趟呗。对呀，再进去一趟。我们今天只去了一个地方，还有好多地方没逛呢。我看这里好像可以爬到一线天的最顶部，要不明天咱们去那里看看吧。其他地方可以去，通往一线天的那座山不能去。为啥呀？因为那里的野兽更多，别说我了，就算是37和我安爷爷都不敢轻易踏足。不过其他地方没事，只要你们想，明天凑够10个，咱们就出发。磊磊哥，下午不行吗？这还有半天呢。就是呀，半天时间还可以跑一个地方呢。如果一天只去这么小半天时间，我们到回去都逛不完。不行的，人会累，而且我每天下午还有其他事呢。唉，行吧，那下午我们就在这里休息。我今天拍了好多照片，还没发出去呢。这些人的体力是真的好，这小半天下来，自己还走走停停，不停的补充水分，就这都累得够呛。可是这些女孩子却一个比一个兴奋。走，大黄，今天咱们去你家蹭饭。走呀，你干啥呢？大黄，别闹，咱们走了。这可不能咬人，要真是咬了人以后，谁还敢往村里来？没有人来还怎么赚钱？你再不走，我去找37了。大黄，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家的狗认生，不过放心，它不会随便咬好人的。不愧是亲的，隔空喊话都能降得住大黄。你在看啥呢？你看看这些人在干啥？怎么跟警匪片似的？啥警匪片呀？会不会是刚刚来这里的游客？不像游客，游客不会像他们这样。不是吧？这些人来咱们这里干啥？
从现在开始，通知你们村的人，一个都不要出来，配合我们的行动。现在咋办？你不是有群吗？在群里发信息，让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不要出来，可能跟今天的2个人有关。咋回事呀？谁报的警？坤叔，那2个人现在有没有在你们家住？有一个在我家，不过今天下午出去的时候跟我打了个招呼，说是今晚有朋友约，不会回来了。三七，你不会怀疑那个人吧？我看着他挺好说话的，而且人很老实呀。不是怀疑，是这2个家伙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们来的时候开的那车，车牌都挡了，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。不是吧？挡车牌也违法？那我以后得注意了，别到时候被人摸到家里来吃牢饭。位置确定了，就在前面。现在咋办？不会出事吧？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，是有人把东西丢在这里了。走。这是什么？可能被蛇咬了。你咋知道是被蛇，而不是其他东西？你觉得其他动物敢进那片地方？我操！不是吧？开枪了！这2人竟然还值得开枪，这2人身份真的不一般呀！走，咱们进屋睡觉，这事跟咱们没关系。搞什么？我只是想把你送回房休息，要不要这么夸张？对了，人都被抓了，吊坠要不要拿回来呢？算了，还是再等他一段时间。你要出去？第一次见孟小涵穿上高跟鞋和白色的裙子，以前的孟小涵干净干练，所穿都比较随意，可是今天好漂亮。哼！不出去你穿这个做啥？家里今天有客人。我就是好奇嘛，我妈说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，让我学会打扮。今天会带学生来咱们村里玩，所以呢，她就让我好好打扮一下，陪这些孩子，拍一组照片。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待遇，别说出去玩了，体育课都会被数学老师霸占。想想现在的孩子，简直不要太幸福。为啥会来咱们村里？从学校在村里，就算是开着校车也要10来分钟，去哪不好非要来这里。我哪知道，说是学校要组织什么活动，需要一组照片，我妈就自告奋勇呗，拿着平时在咱们村拍的照片给校长看，结果这个任务就交给她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，就这一套，还是大学那会参加同学的生日晚会时买的。高跟鞋是我妈昨天拿过来的，好像是借的。拍照片并不一定非要穿成这样吧，你平时的穿着就挺好的。我妈特意交代了，说是有专业的摄影师过来，刚才还给我打电话特意说了一遍，我以为我能行，哪知道这么麻烦，早知道昨天就不答应他了。那你现在咋办？总不能光着脚去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昨晚那是咋样了？解决了呗，反正跟咱们没关系。匪徒进山躲避追捕很正常的现象，咱们这些小农民管不着，好好配合就行了。你现在还是想着怎么应付你妈交给你的任务吧。烦死了！你干啥呀？练习。那个小韩，现在练也来不及了，你可以跟你妈提一下意见呀。这是跟学生同拍，穿高跟鞋算啥样子？咱们就穿普通的运动鞋就行。那你去跟他讲呀。我讲就我讲，这有啥大不了的？有问题就要直接提出来嘛，更何况还是在野外拍摄。你们先带着孩子去后山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哎，后山在哪？环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平平淡淡，拍出来的照片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照片可是要宣传的，万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校长责怪下来的话咋办？所有人全部排好队，等会呢，我会给你们找一个带队的老师，由他带着你们进行拍摄。等会你们可要好好表现哦。你小子现在挺闲呀，要不要再给你安排点事情？别呀，我现在正思考人生呢。哼，你小子狗改不了吃屎，一有钱就想着玩，从来不考虑其他的。你真得跟英才学，人家现在是真的很能干。再看看你，有钱就花，一点上进心都没有。我咋就没有上进心了？我一个人拐6个鱼塘呢，你们村里哪个有我做的事情多？对了，早上英才打电话了，说明天会回来。我操！那边啥情况？37扭头看见，只见在那小桥上，一群孩子正指着水面哇哇大叫呢。学校要拍什么照片？算是徐老师的任务。不是，我是说他们。我操，这个点怎么会有鱼飞起来？这鱼成精了？咋回事？这还没到时间呢，怎么就飞起来了？我哪知道，小王让小韩从这边洒水到另一边，水刚洒完鱼就来了。这能量怎么会跑到孟小涵的身体内去了呢？自己也没跟孟小涵发生啥实质性的关系啊。是，还要拍多少照片？应该够了吧？还早着呢，咋了？又是？37连忙摇头，不再催促。
回家。咋了？先回家再说。我怀疑你身体出问题了。啥问题？先回去再说。一进入别墅，三七眼睛就死死地盯着孟小寒。快把衣服脱掉！都怪你，话都不说清楚，就对我动手动脚，疼不？自己怎么会不由自主的把巴掌落下去了呢？三七主动不是一直都是自己心里最期待的吗？对不起，我没，也是自己一时心急，把小寒吓着了。也幸好脸皮厚点，不然谁受得了呀？你手疼不？哼，这事是我不对，但我也不是故意啊。如果你是我，遇到这事你会咋办？见到小寒想生气，三七立刻不说话了。而孟小寒以为三七还在生气，来到他身边。那个，我身体没事吧？三七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，只知道能量是从那印记里传来的。而对于印记，孟小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三七，你说我会不会有病？我听人家说，如果自己的身体上突然发现异常，很有可能是不治之症。你就放心吧，有了我姥爷和爷爷的真传，你想病倒都难。用我姥爷和我爷爷的话来说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症，只有医术不到家的医生。以后你要是生病，不用去医院，我来给你扎一针就行。如果一针解决不了，那就2针。这么一开玩笑，孟小寒的心情立刻好多了。算了，谁身上还没有个胎记啊？那个，你中午想吃啥？我给你做饭去。随便，啥都行。三七往沙发上一躺，心却飞走了。看到了孟小寒身上的那个印记，三七脑海里第一时间想的就是那个吊坠。小寒呀，这2天有没有跟谢敏敏通过电话？哎，没有呀，怎么了？哦，那你有空打个电话问问，说啥也是伤员嘛。三七说话的同时，指尖再次冒出了一丝细细的能量线，这能量线一出，直接朝着孟小寒跑了过去。咋了？没，刚才身上突然一阵刺痛。那现在呢？没事了，还很舒服，真怪。而此时，孟磊带着11名游客正在山上游玩，一边走一边介绍着，讲述着这座山的历史。就在说的滔滔不绝的时候，有人发现大黄不见了。那是什么？狼，有狼！不该任由游客们闹腾深入大山的。现在好了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所有人都别出声，现在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咱们，全部藏好。说完就拿出了手机，想要打电话给村里，却发现被包围的大黄竟然主动出击。卧槽，土狗战3狼，不但没吃亏，反而将这3只野狼咬得遍体鳞伤。跑了，大黄赢了。以后进山必须带着大黄，只要有大黄在，这山里哪不能去？三七，你猜我今天遇到啥了？我们今天在山里遇见狼了，3只，太精彩了，就是忘拍照片了，不然你一定不敢相信。狼的事情咱先缓缓，我先跟你谈谈咱们这导游分配的事情。分配啥？大黄也跟着你打了2天工了，当时咱们可是说好的，第3天开始正式上岗。我也不多要，大黄的重要程度你也看见了，人家亲兄弟还没算账呢，咱们也不例外，暂时先5-5分，明年再看情况来定，如何？三七，咱们做人能不能有点良心？我说啥也是小韩的堂哥，你要是再这样，你小心我在天明叔耳边说你坏话。去呗，人就在湖边直播，想咋说都行，我又不拦你。三七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为了这100-200块还跟我抠，还是不是兄弟？刚才说了亲兄弟明算账，我养的狗不能白给你打工吧？这是我不强求，如果你不想用大黄，那我让他不去了就行，这个完全看你的意愿，我是无所谓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也不缺那几个钱。孟磊咬咬牙，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孟小寒。小韩，你说句公道话，这小子简直……我觉得三七说的没错，亲兄弟明算账，现在都算不明白，以后你们早晚会反目。哼。这主意可是我出的，这是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必须规划清楚，不然时间一久，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了。而且村里的发展，谁都不能预料到会是什么样。现在看着是几百块，到时候生意做大了呢，动不动几千几万，说不准真会闹僵。孟磊看着眼前这同穿一条裤子的家伙，心里有气没地方出。再少点，28，我8你2。这一次三七没有回答，而是拿了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给李天虎的父亲，说吃没？生气呢，没心情吃。小子，你跟那王董很熟对吧？说，有啥事就说呗。那个，咱们镇上搞建设的事情你知道不？知道一点消息，这是跟你们村又没关系，你问这个干啥？就是因为跟咱们村没关系，我这才生气啊。村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的消息，说是拆迁款高达几百万，这不，中午的时候全都来找我闹，你让我咋个去解释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既然跟王董熟，他为啥把这建设搞到东村就停了呢？
说人家做生意选中了咱们镇也要考虑后果的，咱们这里偏僻又不靠大路，你让人家来咱这里投资，这不是坑人家吗？李华生的声音无奈又苦涩，声音都弱了几分。不止我们村，隔壁杨家寨也一样，闹得不行。总的算下来，就咱们这3个村子没有选上。说你看看，这事也不止你们村这样，我们仙桃村也不是没选上吗？这有啥？人家不来建设，咱们就没法活下去了。谁爱迁谁迁去，咱们管不着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办法。啥？从东村到镇上全都搞建设，所有人都迁走，那咱们还是有优势的。再加上咱们这里靠着洪湖，背靠大山，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啊！你可以组织村里做点小生意啥的，到时候咱们这里再靠着这镇子，说不定能小赚一笔呢。哦。三七看着还在一个劲的咽口水的孟磊，目的达到了。刚才说到哪来着？55分是吧？我现在觉得55分都有点不大合适。我也能进山，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对山里熟悉。我要是带着大黄进山，岂不是比跟你合作要赚得多？孟磊就这么看着三七，许久之后，三七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自己也能进山，你也看见了。我现在不是这事，我是说咱们镇子有人投资搞建设。对呀，永丰集团不只是搞房地产，人家线下零售、互联网全都有涉及。现在看中了咱们三华镇，有啥问题吗？不对呀，咱们这镇子这么偏，为啥非要来咱们镇搞建设？我哪知道，也许人家就是看中了咱们这里的地势呢。不是，现在我正跟你谈分配的事情，你跟我胡扯啥建设呀？你到底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的话，我自己干了呀。孟磊狠狠地点点头，55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有魄力。咋回事？好像是李家沟和杨家寨的人。哼，能有啥事？肯定是为了拆迁的事呗。这些人一点都不好管理，跟咱们村可差远了。不一样的，生活所逼，不是生活逼的谁会这样闹事？不过我倒是好奇，老王为啥非要在这里搞投资？要是县城周边还说得过去，可是咱们这里靠湖呗，有啥不能理解的？远离县城，在这里建房子，清静好卖。你可能还不清楚，咱们这些人挤破了头皮想去城里买房，可是城里的有钱人都在想着怎么到农村建房呢。就拿我那几个有钱的同学来说，前几天还跟我打电话，说为了在农村买地皮建房，腿都跑断了，还没有一个结果。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咱们还在拿纸巾擦屁股，他们都开始用来擦嘴了。贫不贫呀？好好开车。你说，以后这里要是建起了高楼，这里的路会不会加宽？你咋这么多问题啊？这修不修路跟咱们有啥关系？他修咱们也是这样走，不修也不碍事。对了，要不要给华生叔打个电话问问，他们村里的人不会去镇上闹事吧？放心吧，这种情况以老王的手段早能想到，肯定会完美解决。只是我就想不通，老王这次是不是……好好开车。又是大王庄，现在咋办？事情有点大条了，趁着这会后面没车，咱们先把车开到我表叔家，走路过去，反正也没多远了。表叔，你叫我？我是37，仙桃村的。我先把车停你家门口，可以吧？37，行，先放我家门口，我等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一声，我这里还有事，就不招待你了。哎，你怎么？你是仙桃村的，我跟叔说了车先停这里，等会从镇上回来就开走。你是表哥？行，你们先去吧，这车我帮你看着。你女朋友真漂亮。是挺漂亮，那个我们就先去镇上了，有空去我们家玩。太尴尬了，就好像跟一个陌生女孩聊家常，还要表哥表妹的称呼，真有点不适应。你表妹，你这么怕她干啥？我那不是怕，是不好意思，我都不记得她叫啥，说起话来别扭。唉，这里的衣服款式好旧，还是网上买好了。37，你有没有发现镇上的这些店铺好像都在清仓大处理啊？可能是这样卖的比较快吧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？清仓倒计时永远都是3天。你这个表妹还真是挺可爱呢。这车咋样？我准备等我家拆迁了也买一辆，现在我可是拆2代。这个车不是我的，是我表哥的，你可能还不知道。今天我看见他的时候都吓了一跳，长得老帅了，身材也特棒，我敢说他至少有6块腹肌。不过你可能没机会了，人家女朋友长得也老漂亮了，要不是我特意靠近看了一下，都以为她带妆出门呢。听着表妹对自己2人一阵猛话，37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感情之前见到自己没发火的原因，竟然是因为自己长得帅。看来以后可以多锻炼一下身体，长得帅好处还是很多的，至少借个车位不会遭到别人的为难。
表哥，你们回来了，我看你们这车挺漂亮的，花了不少钱吧？皮卡不贵，主要就是拉货方便。挺好看的，回头我也买一辆。你买不买车跟我有啥关系？对了，表哥，你们村有没有拆迁？我听说只有3个村子没拆，不会就有你们的吧？这个表妹看起来很善良，但是处处都透露着一股子高高在上的味道。这次拆迁没有我们村了。这样呀，那你们可真够倒霉的。你还很开心，直到看着2个人把车子开走，嘴巴还没有停过。咋办？绕路。好像是李家沟的人，这2个村子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们从村里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一起的吧？喂，咱们能让路吗？堵着路回不去啊。华生叔，谁动的手？算了，他们伤的也不轻。动手！你们打了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。就是不能离开。哼，不管谁对谁错，现在的情况是华生叔头流血了，嘴角也流有血迹。天虎在自己家工作，自己不可能不管不顾。天虎，你老爹被人打了，在杨家寨，带人过来。咋回事呀？天虎，住手！今天这事本来就是咱们不对，算了吧。爸，你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这事不能散。我的话你也不听了是吧？回去。走吧。叔，今天这事是咋回事？你们开始的时候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事不说也罢，是我们丢人了。行了，今天这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天虎还没娶媳妇呢，如果今天这事闹大，以后谁还会跟他愿意？叔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有时候也不能太怕事了。您这样的话只会让人看不起，也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待在一个经常被人欺负的家庭吧。叔，记住了，咱们不比别人差。拆迁这事，你最好做一下村里的工作。老王之所以选择咱们镇是有原因的，虽然我并不想自大，但是也能猜得出来，这是跟咱们身后的这座大山有关。听我的，商人逐利，咱们这里的地皮绝对不止现在的这个价。只要咱们好好的经营下去，早晚有一天，那些迁出去的人会后悔。叔，等会天虎回来了，让他去我家拿点药，你这些小伤不会留疤的。不是我说你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王董做不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，人家选择咱们这里，唯独把咱们3个村子拉了下来，为的是啥？难道就是故意气咱们？37跟他的关系，我妇道人家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会看不出来？听说了吗？咱们镇上大拆迁，1户几百万补贴，还能花极少的钱住进新房，高档的小区，非常舒服。孟磊嘿嘿笑着，嘴里说着羡慕的话，可是他的表情却是一点羡慕的样子都没有。几百万的补贴看着是多，搬新小区花1部分钱，住新房不需要添置家具啊，再花1部分钱。如果住到城里，不得再买辆车，这又是一笔钱花了出去，看着挺多，生活质量提高了。可是他们以后再想搬回来就难了。知道这地产公司谁的不？知道呀，王庆北，地产大亨，现在人家企业办的大着呢。我都叫他老王，偶尔还调侃一下呢。就咱们村现在搞的农家乐，就是他给出的主意。拆迁这么好的事情，他为啥单单把咱们村拉下了？实话跟你说，这老王猴精的，他不是想着来发展咱们这个地方，是打着占咱们的便宜。怎么说？他最开始是想投资咱们村的，当初天明叔开心的不行，可是被37一口回绝了。37可是他老婆的救命恩人，他哪敢跟37对着干？现在是退而求其次，就是为了蹭咱们的热度。你难道就没有发现咱们这里跟外面不一样？还别说，孟磊真没有发现有啥不一样的地方。现在几月份？马上都冬天了，你现在穿的啥？哦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咱们的优势。37说了，咱们这里的地理位置站得好，背靠大山，面朝大海，水土肥沃，是一个绝佳的风水宝地。只要在咱们这里待着，早晚会发财，几百万那都是小意思。一旁的田芳靠在长椅上，听着2人吹牛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。当初要不是自己强行让英才留下来，说不定现在还在外地打工呢。哪像现在这样，有着自己的小楼房，还有了一辆小车，手里还有着几万块的存款呢，还有村里的鱼塘年底一清，又有一大笔收入。